要进深山，陆继谦只能再次请求陆凌天帮忙。而他一听要寻找的草药所生长之地，立即想到一个地方。二叔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去梁谷口的阴阳坡，那里肯定有。不行，那里太危险了。凌天，那里绝不能去。不去那里，您要的这些药真的很难找。这些极阴之药一般都不长在向阳的地方，寻不到也不行。我们还是先在附近的山上找找吧，那里太危险。我不能因为4毛的命就让你们去送命啊！我不能这样无德。那也行，那就旁边的山边山脚寻寻好了。傅宁要找的草药就是八角莲，它生长在海拔1000公尺与2500公尺之间，常见于阴湿的阔叶林中。民间有俗语，手握八角莲能与蛇共眠。有八角莲与其他2种蛇药混在一起，陆朗的命肯定没问题。傅宁从来不当圣母，可是他也无法眼睁睁地看着人死在他面前。要是这样的话，他也不配当一个医者。陆二伯，这药寻常的山里不一定找得到，不如我们还是去一趟那个什么梁谷口吧。不行，小宁，不行，我不会让你去那里冒险的。你还小，你不知道那里有多危险。那地方真的很危险吗？没人想象的那么危险，我以前进去过2、3回。啊？凌天，你说什么？你进去过？对，我进去过。二叔，不如一会儿我去找我2个袍泽，他们是一对夫妻，让他们和我一起去，这样你可放心了。你的袍泽？侄子竟然进去过5中2、3回，那就说明没有人传说的那么危险了。见陆启谦还在犹豫，陆晨氏开了口：哎呀，二叔啊，你到底想什么呢？赶紧点啊，到时候别出了事啊，又怪到5毛头上。大嫂，我什么时候怪到5毛头上了？你说这样的话，良心不痛吗？说是没说，你们心里不就是这样想的吗？你，二叔，什么都别说了，现在赶紧上山采药才是最重要的。太医都说了，伤口再不收，到了溃烂就没命了。灵儿，二叔替朗儿谢谢你了。不用，您这边赶紧张罗吧。那我先去找我的袍泽。好，我马上。听闻陆凌天找来他的袍泽陪傅宁进山找药，蓝氏立马拿着银子跑去街上买了2斤细面和1斤五花肉，加上咸菜，全部烙成了肉饼。好香啊！娘，给我一个。一边去，这是要带山上的。我就吃一个啊，少一个又饿不死他们。娘啊，你这么小气做什么呀？出去玩，再来烦我呀，小心我打你。小美，别烦娘了。大哥，你就真相信他能救得了二哥吗？什么叫进深山寻药？他就是想让陆家感激他。别胡说，那梁谷口是好玩的地方吗？你要不怕死，可以跟着去。他可不去。陆月美自然知道那里有多可怕，他还不想死呢。1个时辰后，临近山脚下，二伯，我朋友夫妻已经从另外一个方向往山上去了，就在前面等着我们。你驾着马车回去吧，明天下午再来接我们。凌天，你一定帮我照顾好小宁啊。陆伯伯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不是孩子，会小心的。2个人上了山，陆凌天背着食物，傅宁空着手，拐过一个山岗，开始往山上爬。一路上2人都没说话。陆凌天是不爱说话，而傅宁则是不一会儿就开始气喘吁吁了。陆大哥，你慢点，等我喝点水再走。那边坐一会儿，还有不少路呢。好。傅宁坐下，取出水袋，喝了几口水。没等他把水袋放下，突然一只烤得金黄的兔子腿伸到了他眼前。吃了再走。我不饿，我老吃你的东西，真的太难为情了。这不是买的，不花银子。小姑娘家的，哪来那么多的想头？不饿也吃一些，这还热着呢，一会儿全冷了就不好吃了。接过兔子腿，他嘴一张，立即撕下一大口，故意夸张地说了声：太香了，外焦内嫩，这兔子是您烤的？你手艺不错呀，想不到你还有这能耐。喜欢吗？当然喜欢啦，这么好吃啊，不喜欢的才是傻子呢。喜欢就好，看来呀，他得再和那前辈多学几手。我就只会烤野味了，在宾馆的时候伙食也不好，就很馋肉，总是半夜在梦中馋醒，后来学会了打猎，就开始学着烤野味了。哎呀，怪不得有人说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你这是馋出个烤野味状元来了，好吃啊！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兔子腿。以后我再烤给你吃。
再烤给他吃。傅宁心头一跳，他是不是喜欢自己呀？真的呀。只要你想吃。陆大哥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想啊。可陆凌天知道这话现在不能说，3项任务1项都没完成，他现在呀没资格说这话。你和盼盼比亲姐妹还好，你就像我的小妹妹一样，而且你救了我奶奶，我当然要对你好了。原来他在报恩呢，果然是他想多了。你在看什么呢？我没看什么，只是在想盼盼有你这样的兄长，真的好幸福啊！让我这没兄长的人真是羡慕嫉妒恨呢。要不我们结拜兄妹？啥？他与他结拜兄妹？听到这话，陆凌天一口老血差点喷出。刚才他问出了一个什么蠢问题啊？他不要当他的兄长，更不会与他结拜。要是完成任务他没有死，他想当他的男人。仪式不重要，知道有我这个兄长就行。以后有什么事啊，只管找我。哦，对了，还要吗？这里还有呢。不要了，多谢。吃太多了，一会儿走不动。那就再休息一会儿，不着急。陆大哥，那个地方离这里还有多远啊？不远，20几里山路。休息了一会儿，两人起了身。只是傅宁发现再次出发时，陆凌天脚步慢了许多。走着走着，他的双腿开始提不动了，正想蹲下放松一下。陆大哥，你干嘛？突然身体悬空，傅宁发现自己被陆凌天抱起时，顿时傻了眼。你这样太慢了。陆大哥，这不合适吧？虽然你把我当妹妹，可我也不小了呀，这样于理不合呀。你还是放下我来吧。你就当我是女人好了。这山路还很远，你这样走，天黑都到不了呢。傅妹妹，这山里一到晚上就更危险了，我们必须尽快与我朋友会合。陆大哥，要不背我，这样不太好走路啊。好吧，别太为难他了。放下了傅宁，陆凌天然后把背篓取下，让他背上。小心些，准备走了。实在不知道说什么，听着陆凌天强有力的心跳之声，傅宁只好欣赏着路边的风景，一路的尴尬。你真的没有哥哥吗？什么哥哥都没有吗？打破了尴尬，傅宁立即应了话。也不是，没有亲哥，只有一个堂哥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个表哥，比我大3岁，1年能见着2、3次。你和你堂哥的关系好吗？不好，我奶不喜欢我爹娘，而堂哥却是大伯的长子，是奶的掌心宝，所以从小到大我们都很生疏。那你有几个弟弟啊？就一个，今年11岁，还有一个6岁的妹妹，超可爱的，我很喜欢她。看样子你们姐妹感情很好。哼，那肯定的呀，新的。噗的一声，陆凌天难得逗乐了。不亲的就不行了？哼，那也不是，只要兴趣相投，朋友都能处成姐妹。就好比我与盼盼，我觉得她跟我妹妹一样亲。你这么喜欢她呀？那当然了，盼盼性子可好了，又善良又直爽，讨人喜欢。你性子也很好。啊，我的性子很好？真心话，我的性子有时候很好，不触及我底线的时候呢，我很好说话，可是触及底线了，那就不好说话了。那你的底线是什么？我的底线，第一呢，不能侮辱人；第二，不能陷害人；第三，不能欺负人；第四，不能丧德；第五，不能恶毒；第六，不能心眼太多；第七，总的来说吧，这人呢，得守住伦理道德。那如果有人触及了你的底线呢？你会如何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陆大哥，你就只有盼盼这一个妹妹吗？不止。那你还有？我还有一个妹妹，她比我小3岁，4年前嫁去了安州府下的新武县。那里离这里不远啊，她常回来吗？听说4年没回来过了。为什么不回来呀？这里可是娘家呀，而且乔奶奶这么好，她不想她吗？听说当年我爷奶不同意她嫁，是她非嫁不可的。为什么不同意啊？他们相爱不就行吗？当时我父母出事不满1年，我爷爷身体又不好，家中就靠他和奶奶撑着，主要是他在孝妻。这是古代，孝妻嫁人那是非常的不孝的。但他确实是有点自私。
你是不是也很生他的气啊？有点。他那相公是大伯娘陈氏娘家妹妹的儿子，那地儿离家远，家中什么情况都不知道，爷奶怕他上当受骗，所以才是万般阻拦。可没想到他偷着跟人跑了。就再也没有过他的消息？不是，爷奶每年都会悄悄请人过去打听一下他消息，知道他生了一个女儿，现在大约3岁多了。只是后来爷爷重病不起，奶奶也没有了精力再打听，这才没去管了。这真是啊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傅宁一感叹，这尴尬瞬间没了，不过瞌睡却来了。你趴一会儿吧，还有好一会儿才能到呢。不用，我陪你说说话更容易到。陆大哥，你说说你军中的事与我听听。我15岁从军，入伍后经过新兵3个月的训练之后就编入了。可这正说话的人陆凌天还没说到几句，头一歪，感觉到背上的人睡了。小丫头，你还真能哄，总算是让你放下心防，好好让人背了。啊，就到了吗？不到半个时辰就到了，还挺近的哈。我走得比较快而已。这是哪儿啊？傅妹妹，今日得与你说声对不起了。我说了谎，请你上山来，不仅仅是为了找药，而是我有一位朋友得了重病，想要请你帮忙看看。你的朋友重病吗？你干嘛不早告诉我呢？你的朋友，我愿意帮忙的。对不起，我是有原因的。没事，只是他得的什么病啊？能与我说说不？不知道什么病，很多郎中都看过了，但没人看得出来，所以这才想请你过来看看，有劳你了。没事，你信得过我，我自然愿意。他在哪儿啊？在屋里。那走吧。说完，傅宁抬步，可陆凌天并没有移步，而是向他介绍：这是乔迪，这是宋爷，都是我的战友，你去叫他们乔大哥、宋大哥就好。而这2人眼角含着戏谑，眼光在陆凌天与傅宁之间扫来扫去。而此时，傅宁盯着乔迪，终于认出来了。2位大哥好，我是傅雨宁，是陆大哥二叔家的亲戚，如今暂住在亲戚家，你们可以称我为傅姑娘，也可以称我为傅雨宁。傅姑娘好，傅妹妹好。那天正好在街上看到你和你爹，林姑娘是阿迪的爱慕者。渭南见识的不错呀，乔大哥。傅妹妹这话的意思是我长得比老大好。说实话，你们长得都很好看，只不过你们是不同的类型，这种无法比较。傅妹妹很会说话呀，好呀。不是会说话，而是真心话。乔大哥，那天的事啊，多谢你了。你要谢呀，就谢他吧，我可不认识你。对，这情啊，是他欠着陆凌天的。果然呢，抱大腿好处多多哈。进去吧。王爷，子涵请了位郎中来给您把脉了，可否让他上前？子涵，你是说让他来给本王把脉？王爷别看傅姑娘年纪小，可她有奇遇，或许她真能治得了您的病。连神医诸葛天都无力的病，她真的行吗？当这个王爷怀疑他的时候，他已经透视过了这个人的身体，初步断定了他的病情，只是用神太多，他眼前一黑。傅妹妹，你怎么了？对不起啊，我大约是还没缓过神来。我本来就有点低血糖，这一会儿可能是没吃到米饭，所以够不上劲儿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太心急了，这就给你找吃食。这位王爷的病很复杂，从他的脸相上看，所患之病应该是肌无力，也就是所说的无力症。这种病先是从眼皮耷拉开始是一只眼，后来是2只眼，然后发展成为眼力复视，说话时声音嘶哑，吃力，全身很容易疲倦。傅妹妹，你说的很对，王爷就是这个样子的。那这病最后会如何？快说说。如果没有有效的治疗，到了后期会呼吸困难，四肢无法站起来，随后……不过这位王爷具体情况如何，我还得把过脉才清楚。傅妹妹，我这就给你拿吃的，吃完了请你给王爷把脉。那就多谢乔大哥了。吃了饭，傅宁仔细地检查了这个什么王爷的病情。
陆凌天没介绍是什么王爷，他自然也没多问。王爷得的是肝肾阳虚肌无力，这个病啊，我倒真有一个秘方，配一针灸，应该能治好。这话一落，屋中站着的三人都注视着他，一动不动。傅宁见众人傻瓜似的盯着他，有点不舒服了。怎么了？你们这是不相信我吗？这个病不是绝症，真的能治得好的，只是时间长点而已。傅妹妹，你真的能治吗？我能治，不过我针灸水平真不怎么样，你们最好找一个针灸高手来帮忙。阿爷，一会儿你下山把前辈叫上山来，他昨天就到县里了。好，我一会儿就去。这山中啊太潮湿，不利于病人养病，而且需要的药材都是干药，这里恐怕也不会太方便。下山？王爷，真的下山吗？他没听错，王爷同意下山了。好，明天下午下山，一会儿我先带傅妹妹去寻治疗蛇毒的草药。阿爷，这件事交给你了。好。陆小子，这位姑娘就是阿衍说的那个小神医吗？这是诸葛前辈，前辈他姓傅，你叫他小宁吧。我问你呢，陆小子，他真的能够治得了王爷这病吗？他说有把握，我想应该没有问题的。前辈，刚才在谷中遇到了狼群和人熊不说，刚刚在路上又遇到了一头恶虎，他有些吓着了。等他休息一会儿再回答你的问题，如何？哼，陆小子，连个姑娘家都保护不了，你白吃这么多年饭呢？前辈教训的对，是我错了，是我没用。前辈，是小女胆小如鼠，怪不得陆大哥让您见笑了。还好，不算太胆小。姑娘家的都应该在家里绣绣花什么的，哪能跑来这山中看猛兽啊？要怪就怪这两小子没用，他们要是能把那些家伙赶得远远的，哪能吓着你啊？小丫头，不是你的错。不过这小子倒是说的对，现在不是问话的时候，先进去洗漱休息一下，我们一会儿再说。前辈，那我先休息一会儿。去吧去吧，陆小子，这可是王爷的希望，人就交给你了，得照顾好啊。前辈放心，明天一定照顾好傅姑娘。今晚你就住内屋，我会住外间，不用担心什么，这里全是王爷的人。好，我不担心。不过这里有洗澡的地方吗？我觉得头上身上全是泥。有，你先准备一下，我一会儿带你去个地方。好，我很快就好。对了，陆大哥，这些是什么人啊？好神秘的感觉。听说过端秦王吗？没听过。端秦王是先帝唯一的胞弟，如今上位的先帝是他的亲侄子，但是却不是先帝中意的接班人。那他有使命？先帝有一子是先帝的心上人所生，今年13岁，他担心太后容不下他，就交给了王爷。太后要杀他？那王爷这是准备造反吗？放心，绝对不会。九皇子是玄法大师的弟子，这一出生因为身患心疾而入法家清修呢。出家？一个出家人他都容不了，有必要吗？也不是，是法家的寄养弟子，只是他先天性的心疾根本无法担任上位者的重任，所以从他3岁起就跟着大师开始清修了。那太后为何要这样啊？不用杀他，九皇子都会命不长，何苦要这样步步逼近呢？因为前不久诸葛前辈寻得蛊虫护心，原本命不长的九皇子暂时没有了性命之忧。那现在他在哪儿？在七仙山，七仙山下有王爷的5万虎龙精卫守着，这5万人只听王爷的指挥，是先帝特赐王爷的亲军。所以王爷不能出事，王爷要出事了，九皇子性命堪忧。对，王爷绝对不能出事，甚至连王爷得病的事都不能传出去。5个月前，王爷突然出现不寻常症状，前辈用尽了法子都没能制止病症的严重不说，而且还越来越差了。为了不泄露消息，所以秦桧才把王爷转到这个地方。这东周3府是陈王的地盘，一时之间太后的手伸不进来。秦桧，端王身边的大总管，虎头军的头头。傅宁很想知道陆凌天与端亲王又是什么关系。明面上他是退役军人，实看来并非如此。那王爷对他的重视，恐怕不是对一个寻常人的重视。还有那乔迪、宋岩对陆凌天的尊敬，这几个的关系恐怕也不是寻常的袍泽。
我不是王爷的人，只是受先帝所托，将来在九皇子有难需要帮助时出手帮一把而已。妃与我有恩，曾经我被人陷害过，是贵妃娘娘出面作证，我才没有被太后的人陷害成功。他现在放过你了？先帝上了位，他知道我并无异心，而且我曾救过先帝的性命数次。先帝一上位，我主动请辞，他老人家也就不再关注我了。现在的我，无关我这一身轻，就是一个普通百姓。陆大哥，这个诸葛前辈是叫诸葛天对吗？你知道他？钱伯伯在医书上记载，那些方子是从诸葛的用法中提炼的，用后又有何心得，他写得很清楚。诸葛前辈如今年已96，是先帝和王爷的舅公。高寿啊，96啊，他那样子只看得到69啊。那你一会儿亲自与他说吧，前辈肯定会喜欢上你的。他呀，最喜欢别人说他年轻喽。诸葛神医看起来确实是年轻，傅宁觉得自己真没有拍马屁。小丫头，这是老头子炖的野味和蘑菇肉，你尝尝老头子的手艺。不过想吃可以，我有一个条件。前辈，你说吧，是什么条件？小丫头别害怕，老头子要的条件很简单，那就是一会儿我们一起去看王爷的病，你要保证我问什么你说什么。前辈，小女只能说知无不言，但是解释不清楚的东西，您可别怪我掖着藏着。有的不是我不想说，而是不知从何说起。行，老头子心中有数啊。来，先尝尝老头子的手艺再说。这笑声让傅宁心中一跳，难不成陆凌天已经把他的秘密告诉了这老人家？前辈，我们都饿坏了，可以开吃了吧？行，先吃，吃饱再说。来，小子，赶紧给小丫头盛饭吧。我来，我自己来。不行，让陆小子添，是他把你弄到这大山来吓着你了，该他伺候你的。是，前辈说的对，应该。前辈，你说老大是不是也得给我添饭啊？凭什么呀？你是他什么人呢？今天我也被吓坏了，那么多人熊全是我引跑的了。你看我这么瘦弱的人，能不吓坏吗？好意思说，这从小到大你浪费了我老头子多少好东西啊？你没个数啊？赶紧添饭，小心老头子在你头上敲出10个大包来。前辈，你就是偏心。老子就是偏心了。怎么着？老子我再告诉你，1年之内再不成亲，我让你爷爷给你绑在床上，老头子我直接给你送一个上床。前辈，你不能这样啊！我怎么就不能了？你奶奶还是我给你爷爷选的呢？哼，看你爹那什么眼光，老头子给他选的不好好珍惜，偏生要弄个祸害进家门，你敢学他试试？阿迪，当年老头子答应了乔墨风那混蛋，他的儿子就是老头子的儿子，他的孙子就是老头子的孙子，他的曾孙一样也是老头子我的曾孙。你敢不听话，老子真收拾你啊！前辈，我还没有找到静儿，绝不成亲。我会找的，你成你的亲就好了。前辈，就1年，1年之后由我说了算。乔迪知道，眼前这老头子的脾气是越来越固执了。太爷爷真是，干嘛说要把他爷爷交给这老头，还说什么以后他乔家的后代呀，都是这老头的责任，真是的。行，1年就1年，在这1年之内，您可不能做任何手脚。滚！老头子才不稀罕做手脚呢。老头子我要来的话，那就明来，谁给你来暗的？丫头呀，你吃你的，老头子呀，这是在代替好友教曾孙呢。前辈，您是一个很亲切的长辈，我很喜欢您。傅妹妹，你说前辈很亲切？对呀，像亲爷爷一样亲切。乔大哥，你不觉得吗？不是亲人才不会如此关心你呢。小丫头，老头子也喜欢你。比起这些个臭小子来，老头子更喜欢教弟弟的曾孙女。哎呦，来，多吃点啊！老头子的手艺可真不是吹的呀。这手艺确实真不是吹的，肉嫩汤浓，蘑菇鲜。傅宁整整吃了2碗饭，直吃的打嗝。丫头怎么样啊？好吃啊，前辈，
您的手艺太好了，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野汁炖蘑菇了。老夫这辈子最喜欢的就是做吃食，这道野汁炖蘑菇，老夫可是磨了很久才学来的。好啊，你喜欢就好。到了半夜，被诸葛天纠缠到了半夜的傅宁才知道，这你喜欢就好的可怕。问这问那，虽然没问他为什么懂这么多，但这老头子都问了快10万个问题了，直到傅宁眼皮都睁不开了，这才放他去睡。这被惊吓着了也正常，等烧退下来了就没事了。前辈辛苦你了。小子，这是个好姑娘，人聪明有造化，好好的对她，就是这身体底子差了一些。我一会儿呀给她做些药丸，让她天天吃着，这有几个月以后肯定会好起来的。前辈要感谢我呀。小子，要感谢我的话，生个儿子给老头子当曾曾孙子就行喽。还有啊，这小丫头可不简单，她懂得可不是一点点。前辈，她还小，小敏对她不好。哎呦，知道了。小子，老头我能这么糊涂吗？年纪是小了点，不过也不是太小，这当媳妇儿也是能当哦。这人你也抱了，何时？迷糊中，傅宁努力睁开了眼。我怎么了？小丫头醒了呀。前辈，我病了吗？是啊，昨天大概是邪风入侵，半夜起了高烧，不过现在好了，没事了。感冒了，怪不得自己的头这么沉，浑身没一丝力气，原来是发烧了。傅宁知道自己捡了一副破身体，15岁都没当大姑娘，真当是差的一笔呀。多谢前辈了。不用，这是陆小子欠你的，是他把你拉到这儿来，要不然你也不会受到惊吓。要谢呀，也是他呀。前辈，我没怪陆大哥，这本来就是两全其美的事，没什么的。要怪，只怪我胆小，从来没受过如此大的惊吓，所以才这么没用。哎呦，小丫头，好，这年纪虽小，聪明懂事大方，好，老夫喜欢。小丫头，你似乎对用银针之类的不在行啊，不如拜老夫为师吧。傅宁正在发呆。小宁，赶快拜师啊，还在发什么呆啊？弟子。不急，老夫一生只收过3个弟子，你是最后一个。一会儿老夫算下时辰，这得点个香，上了茶才算呢。前辈说的对，一会儿小女给您敬茶。傅宁正要拜师。等，小子，老头子要收这丫头当徒弟，你跑来搞什么名堂啊？我不同意。臭小子，凭什么你不同意呀？老头子我收个徒弟，还得你同意呀？滚！拿凉快滚哪去？前辈，你收了傅妹妹为徒弟，那我们兄弟几个就拿什么呀？老大，你说这师傅认了不？前辈，小宁叫我哥哥，您要是收了他当弟子，这辈分还真是乱了。我管你们呢，怎么就乱了？以后叫姑太太就行。前辈，姑太太，她有这么老吗？前辈，宁儿给您当曾孙女如何？以后宁儿就叫您老祖宗，行吗？见旁边两小子急得大脸赤白。什么老祖宗不老祖宗的，直接叫太爷爷。这以后啊，你就是我亲曾孙女儿。太爷爷在上，请受曾孙女宁儿一拜。好，老夫的乖孙儿哦，快起来，来过来，这是太爷爷给你的见面礼。说罢，诸葛天从怀里掏出一个玉瓶。前辈，叫这么响干嘛？我可告诉你啊，这里面3粒可都是我给宁儿的见面礼，你少给我叫的。老也太偏心了吧！我当时给您讨1粒，我都费了2年几力讨好您才要到的，您这是给您妹妹一给就给3粒啊！我的东西我想给谁还要得到你同意不成？不，我给您妹另外一个礼物，您这个给我1粒行不行？不行，小宁先天发育不良，早产不说，这出生后又营养不全，
15岁都成不了大姑娘。你小子，老头子我可警告你啊，少打他的主意，这个是我给他的，谁也别想。哎，你丫头啊，这是老头子我炼的固元丹，赶紧吃了，谁都不许给啊！是吧？这是前辈的心意。天哪，林妹妹，你这一口吃掉就是几万两啊！不，几万两都不止啊！再喝口水，别听你知的。他这人呢，就是太喜欢前辈的东西，所以才舍不得的。老大，你舍得呀？当年你受了那么重的伤，就仅吃一粒，这2月不到你就完全恢复内力不说，还直接就飙升2成呢。你妹妹一口气吃了3粒，你不心痛啊？不心痛。好，老大，你牛，你心宽行不？哎，小宁，过来，这个东西是太爷爷给你的留念，好好拿着。你的身体先天的东西失去的有些多，等过2天呢，我再给你弄2瓶补益丸，这吃上3个月，绝对比正常人都要好啊。傅宁接过一块，太爷爷，谢谢你，孙女无以为报，给您磕几个头吧。好，孩子起来，赶紧起来啊！咱是一家人，不行这个。哎呀，走，再带太爷爷去看看王爷那病。要是王爷能好啊，这就是老头子收到的最好的礼物喽。敦亲王除了这肌无力外，30出头年富力壮的他其实很健康，只是有一个地方。宁丫头，你是否还发现了什么呀？太爷爷，要不我们出去说？在这说，本王要知道。丫头啊，既然你是老夫收的曾孙女儿，那这小子也算是你表叔了，说吧。王爷，您近2年有没有感觉到脐部有东西往外鼓的感觉？你再说一次。别吓小丫头，你是不是这样啊？是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为什么没与我说呀？有几次感觉不适，但情况不严重。后来因为这病发作，都是躺着为多，他也没有再痛过了。怪不得我没发现。宁丫头，他这是什么毛病啊？其实就是王爷脐部处有一块磨破了，肠子有时候会挤进去，脐洞处就会鼓起一块，好在破洞不大，才不严重。丫头，那腹股沟鼓起一团，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啊？就是这么回事。那要如何医治？修补。走，宁丫头，跟老夫说说如何修补。宁丫头，你老实告诉老头子，这些个真的都是从梦中学来的吗？总不能说他是只鬼抢了别人的身体吧？太爷爷，直到现在我都还天天在做梦，只要睡在那里，一闭上眼睛，晚上就有人在梦中教我各种医术。小宁啊，这话以后谁也不能说了，知道吧？如果要是有人问你师从何人，直接报老夫的名字即可。太爷爷，我们村子里有一个老郎中，很多年前不知道从哪儿来的，后来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。我跟人说我的医术是跟他偷学的。那以后你就与人说，那老头叫孙林，是我的师弟，而且以前你不显露医术，那是因为师门有规矩。太爷爷放心，我明白。你要的那个什么刀，尽快打出来，然后那个什么魔也得做出来。到时候王爷这病一好，恐怕这刀子还得动啊。我来动？除了你，没有人会。这古代啊，男人最讲究尊严了。那肚脐眼处要是动刀子，端亲王能让他一个小姑娘家动手？太爷爷，这不合适啊。要不到时候我弄点药水出来，如果有死刑犯，我带几个弟子来行不？死人？对，用死人来练习，而且我还要准备好羊肠线和手术刀、剪、钳什么的，麻沸散、敷后药。太爷爷，你来准备。行，丫头，你先准备，等过一段时间王爷好了，太爷爷亲自来接。太爷爷，王爷的情况不严重，您不用着急。好，我不急。小宁，你在想什么呢？陆大哥，你叫我什么？我叫你小宁啊，你不是把我当哥哥吗？我要再叫你傅妹妹的话，也太生疏了吧。陆大哥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啊？你问这个干嘛？你不是我哥吗？你也一把年纪了，
现在连个媳妇都没有，我这不是怕你变成个老光棍吗？我很老吗？那个，你别在意啊，我只是打个比喻而已。其实呢，你这年纪适合成亲了，奶奶年纪大了，肯定盼着你成亲。陆大哥，你回乡时间太短，肯定也不认得什么姑娘。这样吧，你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，我去帮你找。而且我懂医术，肯定能帮你找一个身体健康、肤白貌美、能生能养、品性优良的好姑娘。就在这时，乔迪一脸欠揍的出现在两人眼前。老大，你有一个好妹妹啊，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妹妹，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妹夫呢？滚！再不给我滚，小心我收拾你！哎呦，老大，你干嘛生气啊？我这不也是好心吗？小宁也是我的妹妹，你不关心还不许我关心啊，是吧，宁儿？乔大哥，以后叫我雨宁吧，你这叫法让人浑身起鸡皮啊！叫你宁儿怎么就不行了？我不是你哥哥吗？哎，小宁啊，这是哥给你的礼物，收好了。这是什么？前辈不是说你的身体还得继续吃补益丸吗？可做这补益丸得100年以上的天山雪莲，刚才前辈都用完了，做的正是我身上的这2瓶。你要吃这个？哪不行啊？嗨，这是给我姐姐做的，不是给我做的。这1瓶能吃1个月呢，你先拿着吃好了，等找来了100年雪莲，我再请前辈做吧。原来是乔姐姐吃的呀，那就多谢了。这1瓶很贵吧？嗨，不贵，你吃得起，只管吃呗。陆大哥，这个药丸拿出去卖，不知道得多少银子一粒。你说，把这几粒都卖了，我会不会发财啊？你就这么想发财啊？谁不想发财呢？谁叫我这么穷啊？别卖了，这个又名延寿丸，你吃了好处多多，想银子是吧？对，我真的很穷。乔大哥，有没有什么好赚钱的法子？告诉我一个。有啊，目前啊，他的医术不能一瞬间亮出来赚钱。快说，赚了钱我分你一份。嫁个有钱的男人，你不就发财了吗？算我傻一回。小乔子，你这提议啊，本姑娘看不上。小宁啊，我又不是太监，你这样叫我也太难听了吧？再说我是你哥哥。别哥哥妹妹的，哥哥妹妹容易出问题。就这样，你叫我小宁儿，我叫你小乔子，扯平。不行，傅雨宁，你不许乱叫。这就对了嘛，乔迪哥，这多正常是不是啊？别给我肉麻麻的什么傅妹妹了，小宁儿了，以后呢，我们就这么叫了。嗨，雨宁，你说哥哥妹妹容易出问题，那你叫他什么呀？陆大哥呀，我和盼盼是最好的姐妹，盼盼的亲哥就是我的亲哥。这话一落，陆凌天被扎心了，顿时鲜血淋漓。嘿嘿，大哥，你就自求多福吧，我让你顾虑太多，这下你就好好的当亲哥吧。陆凌天想揍死乔迪。阿弟，世子爷说小刚子要出门办一件大事，让你过去帮他1个月。老大，你别这样公报私仇行不？我有吗？在你心中，我这个当老大的人就是如此的狭隘吗？老大，我去收拾了，你在这陪雨宁妹妹吧。看乔迪气呼呼的走了。陆大哥，这个什么世子爷很讨厌吗？我看乔迪哥很不喜欢他，所以才问。不是，是怕世子夫人。其实啊，是怕世子夫人的妹妹。那还是算了吧，这样他会很难过的。小宁，你休息一会儿，这一会儿没事的。陆大哥，我们什么时候下山呢？你想马上下山吗？不是，如果不急，我弄点东西回去。我昨天发现四周有不少香菇、木耳、红菇啥的，那个晒干鲜吃都是好东西，我想摘点回去。嘿，丫头，你要这东西容易。这季节，这山里到处都是，这个为师让别人去采，现在为师带你去采做青齿膏的蓝药。陆小子说你对这有兴趣啊？太爷爷，你喜欢什么？怎么，你想给太爷爷送礼呀？才不是呢，我可没有什么好东西给您，只是孝敬孝敬您而已。哎呦，好，老夫算是收对人喽。小丫头呀，你太爷爷我一生随意，唯一喜欢的就是美食与酒。要是你有手艺呀，哪天老夫来了，你给老夫做上几道菜，买上几两酒就行。太爷爷，我的做菜手艺虽然一般，但下山后我就一定开始学手艺，
直到让您老满意为止。好，那老夫就有口福喽。小丫头，我带你采药去。陆小子，这摘蘑菇木耳的活就交给你了。小丫头，这些够了吗？不够的话，让他们再采。地上一大堆，至少5大背篓的香菇与木耳、茶叶等。太爷爷，这个晒干了，冬天炖鸡肉吃，那味道呀，可是刚刚的。没事没事，喜欢就好。陆小子，这以后您丫头的蘑菇就包给你了。这茶叶炒好了，记得送给我呀。遵从前辈吩咐。哼，你们在说什么呀？说得这么开心啊？咦，前辈，这位姑娘是？小宁，这位是王爷身边的女侍卫碧玉，前几天下了山刚回来。碧玉姑娘，这位傅姑娘是在下请来给王爷看病的人。清婚大哥，你说她给王爷看病，神医都治不了的病，她能行？对。神医，我没听错吧？没听错，您丫头就是陆小子请来给王爷看病的人，而且她看出了王爷得的是合疾，甚至还有了治医的法子。我去帮王爷收拾。你们很熟吗？陆大哥，他喜欢你呢。王爷身边的人都是死士。什么意思啊？以前我们都在侍卫营中训练了1年，侍卫有明卫和暗卫，暗卫都是孤儿出身，是王爷那边从小培养的人，他们永远都是王爷的人。永远都没有自由，那就是说一辈子不能嫁人，不能有自己的家了。可以嫁，但只能嫁给王爷身边的人，也不会有自己的孩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从小就练一种功，这种功会影响子嗣，所以他们成亲的都很少。挺可怜的。如果当年不是王爷那边的收留，他们或许早就饿死、病死、冻死。进了王爷的安慰营后，吃住穿用都是最好的。陆大哥，那你是王爷的明卫，绰号叫清魂。清魂是代号，是招待任务时的称呼，但我不是王爷的安慰。哦，你是军人，不是孤儿。我想多了。什么逻辑啊？不是孤儿就不能是明卫或暗卫吗？傅宁的脑回路让陆凌天牙痛，但是他没解释，因为他确实不是王爷的明卫，也不是王爷的暗卫，他是新地的带刀侍卫首领，以及新地的暗卫首领。三爷，那个傅姑娘是哪里人？她是夺命大哥的什么人？碧玉姑娘，你打听的太多了。三爷，我没什么意思。有没有意思你心里清楚，再者你什么身份，天哥是什么身份你更清楚。我什么身份啊？宋三爷，碧玉身份是低，可是也不比一个村姑的身份低到哪儿去吧。至少村姑不是奴才，是平民。碧玉姑娘，不管你在王爷身边如何受重视，你还是王爷的奴才。我是奴才身份，但是我不会拖累陆大人，不会给他带来危险。他没有危险，而且他喜欢的就是能够依赖他的人。他这样的人并不需要一个病驾齐驱的人来相配。碧玉姑娘，你不了解男人，没有哪个男人喜欢与他一样强势的女人，特别是凑上来的女人，所以你死心吧。而且在下要警告你一句，他的人谁要敢动的话，小心生不如死。说完，宋岩一脸冷漠地走开。老大，小心那碧玉姑娘，她想干嘛？想与你上床呗？宋岩的直接让陆凌天脸发烧，他悄悄地扫了一眼正吃得起劲的小姑娘。别胡说，我可没有胡说。刚才他找我打听傅妹妹的事，你知道，碧玉姑娘对你的心思可不是1天2天了，当时她连七公主都不放在眼里，你明白的。看来呀，这姑娘忘记自己的身份了。除了对傅宁，陆凌天眼中从来没有个女人。看来她不适合再待在王爷身边了。那去哪？北仓吧。这倒是不错的安排。陈雷不是一直说人手不够吗？他去了也算是一大助力了。一会儿与王爷说吧。老大，你完蛋喽！以前你从不会对一个人如此上心的，除了新弟。阿言，我对这种完蛋很喜欢。你说我是不是有病啊？老大，我觉得这种病并不可怕，只要你喜欢就好。好比世子爷，他病了很多年了，可他过得很开心，很幸福呀。说起这位世子爷夫妻相处的形象，陆凌天就想笑。他曾经不明白，为何世子对世子夫人就如此死心塌地，仿佛没有世子夫人，这世界都成了黑暗。
但现在他明白了，没有了心上的人，哪来世界上的色彩？希望你有一日也会得上这种病吧。你这句话要去咒阿迪，我想他要是得了这种病，宋七姑娘也能解脱了。他怎么就这么死心眼呢？其实你又没比阿迪差在哪，他的眼睛里为何只有一个不喜欢他的人？或许他们认识太早了吧？阿迪是几岁认的宋七姑娘呢？听说宋七姑娘出生那一天，阿迪就认识她了，并抱着她说这是他媳妇儿。阿言，你一直不成亲，一直说没找到喜欢的姑娘，还是想等她的吧？也不是等吧，反正我也没有急着成亲。如果她嫁给了一个她自己喜欢的人，我再说吧。嫁给他自己喜欢的人，陆凌天的心突然扯了扯。那小丫头喜不喜欢自己呀？如果她不喜欢，怎么办呢？陆凌天忧郁了。现在的他不能明目张胆地表达他对傅宁的喜欢，同时又担心他不喜欢自己而喜欢上他人，顿时坐在那里纠结万分。眼看天色不早，终于一行人下山了。二叔，等久了吧？没有，小林，你还好吧？药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找到不少呢。陆二伯，四毛哥现在情况如何？昨天晚上又烧得厉害，好在那药还有，给他煎了喝了之后又降烧，现在只是低烧了。那就好了。这一趟我不仅采到了八角莲，还采到了别的药。一会儿钱伯伯会来，到时候这药下去，加上钱伯伯针灸后，四毛哥肯定会好起来。太好了，小林，谢谢你。不用这样客气，一会儿还全靠钱伯伯，我只知道几个方子而已。小林，二伯谢谢你，伯伯派四毛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四毛哥就是我的兄长，应该的。二叔，这两位就是我的袍子，这是宋大，这是他媳妇儿，多谢贤夫妇帮忙，在下无以为报。一到陆家门口，小宁啊，辛苦你了。哎呀，不辛苦，兰姨，药都采到了，你放心吧，陆四哥不会有事的。宁丫头，你的药呢？钱伯伯，爹，你们到了。哎，到了。你钱伯伯怕你用药不准，特地过来了，赶紧把药给他。哎，有前妻在，傅宁就轻松了。门外，傅玉泉关心地看着自己女儿，一脸骄傲与担心。二丫，累坏了吧？在山中有没有？爹，我没事，你别老担心我行不？那个药丸让娘一定要吃，一定要吃，别忘记了。哎，忘记不了，你放心。小小年纪的哪就这么操心呢？别走了，过几天再来看你。好，你有空就来，没空啊，不要担心我哟。哎，那可不行啊！这当爹的不担心女儿，难不成你爹的女儿是捡来的不成？钱伯伯，辛苦您了。小宁啊，这蛇药叫什么名字呀？还有，你从哪里知道这种药能治蛇毒的呢？钱伯伯，草药的名字我都写好了，在每一根药上了，你自己回去再仔细的辨认吧。至于我这药是从哪儿知道它用处的，这个要保密。对不住了，钱伯伯，我答应了别人不说的，不能告诉你了。哎，好，伯伯明白了。只是老夫没想到能在有生之年收到一个教得了师傅的弟子呀。宁丫头啊，哪天去钱伯伯家里坐坐，你家伯母想看看你呢。行，等哪天你有空了，我去见见伯母。哎，说定了啊，这等我有空就来接你。开心的不行的前妻回到家，嘴里还哼着小曲儿。哎呀，孩子他爹呀，今日有何喜事啊？这么开心啊！老夫这是福报来喽。老婆子，你可还记得我那个父兄弟呀？这是他给你的？非也，这是上回我收的那小徒弟父兄弟的女儿给老夫赚来的。那小丫头好呀。哎呀，老头子，你说说，这是咋回事呢？前妻说了，可孙氏又不明白了。这父兄弟的女儿咋住在了陆捕头家呀？这两家准备结亲吗？不会吧？哎呀，那可难说呀，要不然这富家姑娘怎么会住进别人家呢？陆家的哥儿可不少，我懂你这意思。老夫这事儿还真没问清楚。哎，行，明天我就去问问，要是不是这意思，我也问清这是何因。
不过我这小徒弟是真心不错呀，要是能进我们钱家，那钱家就是真有福喽。啊，一定要问清楚啊！要是个好姑娘，我倒想看看了。四清年纪也不小了，是时候看门亲事了。这两夫妻说着家常话，却不知道一不小心他们夫妻的话给5岁的小孙子钱明听到了。二叔，你还有心思看书啊？爷爷奶奶准备给你找媳妇呢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二叔，你好吓人呐！明哥，你把爷爷奶说的话都与二叔说，一会儿二叔带你上山打野兔去。钱明想说呀，可惜年纪小了些，说来说去就是说爷爷想给自己二叔说一个富家的姑娘。对了，二叔，那个二婶住在别人家里。什么二婶？你别胡说。对了，她为什么住在别人家里？她自己没爹娘吗？爷爷没说他为什么住别人家里，可是他有爹爹的。爷爷说他爹爹叫什么父兄弟。爹娘，我必须与你们说清楚啊！不满18我不定亲不成亲，你们要逼我的话，我就去北宋从军去。臭小子，你在说什么？你要偷跑？爹，你要逼我定亲什么的，我铁定偷跑。你们不逼我成亲，我绝对不偷跑。你老四啊，你爹这不也是替你谋划吗？那富家姑娘是个极好的丫头，要不是你爹是他师傅，恐怕人家还不会答应呢。再说了，这不是我们再说说吗？影儿都还没有的事呢，你嚷嚷什么呀？非得把你爹气死，你就觉得日子好过了是不是？什么极好的姑娘？娘，你以为我没见过富家那丫头吗？性格倔强，手如弱鸡，每一次见到她，不是沉着脸，就是高二像只公鸡一样。你要觉得好，你学好了。你见过那丫头？当然见过，有几回在街上看到傅叔叔带着她，一点礼貌都没有的人，我可不喜欢。你不是好几年前才看到她吗？这现在的她可不一样了，不是那样子了。哼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爹，你相信一个人会变性的吗？得了吧，只不过人长大了会装了而已。老头子，此情的话呀，也不能说没有理，不如再了解了解如何？行，那我再了解了解再说吧。我不管，反正我不喜欢那个丫头，不管多少年没见过她了，不管她变得有多好，我肯定不会喜欢上她的。爹，你就别白忙活了，滚！老头子，这孩子呢也没定性，再过个1、2年吧，这娶妻生子啊，还得他自己愿意是不？哼，不要后悔就行。哎呀，那就让他后悔去好了，这样啊也给他一个教训，吃一堑长一智嘛。或许呢多吃几次亏，他才能懂事起来。可孙氏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一次给钱四清的教训是他一生的痛。有了好药，2天后陆郎的伤口结疤了。而这2天，傅宁也把从山上带下来的那些并不名贵的药材，在陆凌天家切好晒好了，茶叶炒好，甚至还做出了牙膏成品。宁姐姐，你太厉害了！现在你也会做了，你不是也很厉害？哎呀，宁姐姐，以后再也不怕嘴臭了。要不是这东西不能留啊，真想做了去卖。小财迷，等秋冬吧，那个时候天气冷，可以留7天左右。到时候我专门到那些有钱人家门口去卖，多做些竹筒子，卖它个100文1只。这主意不错，聪明啊！盼盼，这个蘑菇呢，干的收好，别让它发霉了。冬天用它来炖小鸡，可好吃了哟。放心好了，奶奶说啊，直接用竹篮子挂屋檐下，通着风就不会有事的。陆凌天下山的第2天就走了。这2天，傅宁几乎在盼盼家混。他不在家，陆家没男人，也没人说闲话。兰姨，这个水泡开炒来吃，味道不错。这是什么？这叫木耳，是河边梧桐树上结的。这个东西非常好，吃了对身体有好处。小宁啊，这东西啊，我都看得过好多，就是不知道它能吃啊。你懂得可真多呀。我也是从书上看来的，不看书呢，我也不知道呢。兰姨，下回你看到了就采回来，晒干留着冬天，那可是一碗好菜呀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到冬天呢，就能吃的菜可真不多呀。这东西雨后的梧桐树上就不少，下回呀，我可记住了。兰氏是个不错的人，傅宁又拿出一支自己做的青齿膏给他。兰姨，这个是我自己做的青齿膏，它可代替青盐，而且比青盐更好。它含有7种草药，能清静、消炎、
续口气。你和伯伯用着，要是好啊，我再做。二儿子的屋，陆朗没睡。娘，你手上是什么呀？兰氏把傅宁的话告诉了他。这个能代替青岩不说，还比青岩更好。啊，小宁是这么说的。四毛啊，我看小宁会的不是一点点，而是很多呀。这青齿膏，我听你爹说过，县太爷家就用这个，街上是没得卖的。只能用3天就会坏，这个只有现做现用，自然不好卖。娘，你说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两面呢？啥两面啊？我是说二丫妹妹，我听人说她性子很倔强，很尖锐的一个人，但是现在看来好像也不是啊。四毛，这别人嘴上的话也能听吗？你也读了3年书了，难道不知道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吗？对了，你告诉我，你哥这么不喜欢小宁，是不是他去打听了小宁的事，而且听到了一些不好的传闻呢？不，没有，我不要辩解了。你听人说，听谁说啊？以前小宁都没来过我们这里，谁会说他呀？说，你们打听到的真实情况是什么？娘，我们是去打听过了，毕竟他那会儿要给我们当大嫂，不过没别的什么大毛病，就是村里人说他祖母不喜欢他们这一家子，他娘又软弱，他这长女就……四毛，小宁或许骨子里的性子有点强硬，但是他强硬的没有错。我喜欢这样的姑娘，他已经说了，绝对不嫁你们2兄弟中的任何一个。以后你们就把她当亲妹妹吧，只要你们对她好，绝对将来不吃亏。绝对不嫁他们2兄弟。陆朗摸摸鼻子，大哥不喜欢他，而他也看不上自己，所以才会这么说吧。娘放心，我听到了。盼盼，我们进城如何？正好啊，我去给大哥买点粗布来做双鞋，他的鞋都穿烂了。奶奶，我去城里了。啊，去吧去吧，小丫头呀，总困在屋里呀，得闷坏的。英丫头，我忘记了与你说了，林天说你呢想吃青梨，刚刚我叫邻居给摘了点下来，你要不要尝尝啊？乔奶奶，这个李子不能这样吃，一会儿我买些食糖回来，到时候腌制好了，那才好吃呢。哎呀，原来还得腌呢，怪不得呢。哎呀，林天说这个的时候啊，我还觉得好怪呢。这又酸又苦的李子，你这丫头怎么就爱吃了呢？说到这儿，乔奶奶又呵呵的自嘲。哈哈哈哈！我这老太婆呀，真当是脑子已经老掉了，就值1条筋呢。哎呀，去吧，那去吧，早点回来。对了，盼盼呐，估摸着你哥这2天要回来了，买几斤板油回来。陆凌天在傅宁做好茶叶后，带着茶叶走了。今天是第3天，不过他没说自己去哪儿，但傅宁知道他是去见那王爷了。奶奶，我知道了。哦，傅姑娘，你总算来了。今天你是来学针灸的吗？手中还有最后一点金银花，傅宁先把他送到了泽仁堂。皇叔，今天张叔不在吗？哦，他刚去出城了。你要是没事的话，我先接到你基础。皇叔，前几天我高烧了一趟，等我精神好一点再过来。傅姑娘，你受凉了？受了点凉，而且我身体底子不好，所以就出了点问题。不过现在没事了，让您担心了。那你好好休息，休息好了再来。我会的。呀，刚才多谢2位姑娘了，多谢了。要不是姑娘好心呐，老婆子肯定要摔伤了。大娘别客气，举手之劳而已。这林家在城里啊，霸道也不是1天2天了，以后注意一点。是，姑娘说的对，多谢提醒。不客气。大娘，你的家人在，那我们先走了。慢走，思清啊，感谢谢这位姑娘啊。钱思清呆呆的，他的脑子里此时完全被一张俏生生的小脸占据了。娘，她姓什么叫什么呀？是谁家的姑娘啊？你说什么呢？人家姑娘的闺名能随意告诉外人吗？娘，人家可是救了你，难道你不应该上门感谢吗？四儿啊，刚才叫你说声谢谢你都没说，现在说让我上门感谢。娘，刚才我不是被你给吓坏了吗？我不是没礼貌，而是没回过神来，我担心你呢。看来呀，新来的县太爷也怕林家，
所以那林家大少啊，才敢一直这么嚣张猖狂。思清啊，以后你们在外面要小心些呀。娘，你放心好了，我知道谁能惹，谁不能惹。走吧，我们赶紧点，一会儿爹要等着急了。嫂，他今日早饭吃得少，说这几天又忙，早点送去啊，他好想吃就吃。却说傅宁与陆盼盼来到了陆盼盼嘴里所说的城中最大的首饰楼。宁姐姐，你看太漂亮了。小二哥，这个拿我们看一下行吗？哎，这是最新品，今天卖第1对。哎，姑娘戴上它肯定更漂亮了。切，这么肥呀，戴什么也是白戴了。小二，那个给我，我要了。你也太没礼貌了，我胖我的，关你屁事啊！我不好看，难道你很好看吗？胖啊，不是你的错，错就错在你还不知丑。你这么胖，污了我的眼呢，不知道吗？哼，死寸物，你很美是吗？我看你这样子，比谁都丑。原来是你。对啊，是我。富儿呀，这胖姑娘不会是你妹妹吧？我美不美，众人都有眼睛，可你的妹妹却是胖成了一头猪啊！你太缺德了！切，怎么这么肥还不让人说呀？丑就承认好了，又没有人说你承认自己丑就得把你抓起来坐牢。张姑娘，我告诉你，我妹妹就算是胖些，但也比你美上100倍。现在她年纪小，胖一点正常，等她到你这年纪，不管是从品德上还是从相貌上，都会比你美的太多。可你一把年纪了，我可以断定，以后的你肯定会越来越丑，和你的嘴、你的心一样丑。姓傅的，你说谁心丑啊？贱人，你敢骂我？贱人？你骂谁呢？贱人就骂你！切，你果然够贱的，不过你也算有脑子的，知道自己是个贱人。张贱人，以后你就改这名儿得了。这话一落，店中看热闹的人突然间就笑出声来。这小姑娘看着文文弱弱的，嘴皮子还挺厉害的，太会说话了。行了，别笑了，你不知道啊，那被人叫做张贱人的姑娘是谁的女儿吗？谁的呀？快说啊！还能有谁呀？衙门副捕头张捕头的最小的女儿，是李氏生的，可受宠了。啊，原来是张家的女儿啊！就在这时，店里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了2个年轻人。哼，这姑娘长得是不丑，这性子是太悍了，以后谁家敢娶这样的姑娘啊？你放心，轮不到你。我可不敢，娶了这样的女人，这日子可就没法过了，送我都不要呢。别说了，小陈人家赖上你了。好，姓傅的死贱人，我记住你了。小梅，我们走。大姐大嫂们都小心呐，这女人呐最喜欢勾引有钱人家的公子，她这么贱，小心你们家的男人公子给她勾引上了。说罢，陆盼盼拉着傅宁就出了首饰店。好了，气也出了，还生什么气呀？为这种人生气何必呢？下回啊，他再敢挑战你，直接把他打残好了。啊，宁姐姐，走，我们去找阿迪哥。盼盼，你认得乔公子？当然认识啊，他是我哥哥最好的朋友，来过我家好几回了。宁姐姐，阿迪哥是个很好的人，他说了，以后在这厂里有人敢欺负我，只管揍，只要不揍死，绝对没问题。2人走了。有意思。您可是定了亲的人，别看着好看的姑娘就眼睛移不开了。哎，表哥，你哪只眼看到我是说美人有趣了？我是说那小胖子。什么时候你的审美变了？那小胖妞才12、13岁吧，你竟然对上眼了？哎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也知道人家才12、13岁，思想别这么龌龊好不好？表哥，女人的相貌对于我来说真的不在乎，而且那小胖妞也是真的不丑，只要一瘦下来绝对好看。我说的是她的性子。阿远，你还是别多想了，素兰也不差。表哥，那也是你的堂妹，差不差的你会不知道？这种女人我是不会娶的，定了亲又如何？这定了还能退呢？阿远，你是不是对素兰有什么误解呀？我是那种动不亲的人吗？表哥，这世间就有这么巧的事吗？我经过那里，他就刚好掉下荷塘，而且还有人来拦我救人。再说，就算我救人好了，当时我明明就拖着他的衣服拽上来的，可他与他的丫头就是说他的名声坏了，活不下去了，以死来威胁我。你说我傻的吗？是他自己没看透吗？
那个乖巧见着她总是笑眯眯的堂妹，真的是那样一个有心机的女子。汉远，可你已经定亲了，还能如何？不如何？不如何吗？沈玉却总觉得自己这表弟有想法。明月楼是县里最大的酒楼。哎，天哪！小盼盼、小雨宁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因为我们被人欺负了。啥？你们被人欺负了？哎，小雨宁，你被人欺负我还行，谁让你长成这样呢？可小盼盼要被人欺负了，哎，哥就死了算了。傅宁瞪了乔迪一眼，他的意思是说他长了一张让人欺负的脸。嘿嘿，来，进去跟哥哥说说，看看是谁吃了豹子胆，敢欺负你们。小二，上2杯最好的茶，最好的点心送上楼来。哎，2位妹妹，请吧。我靠，土豪啊！乔迪哥，没想到啊，你竟然就是传说中隐藏的土豪。老子要是真土豪，那我叫老大成什么？小丫头，等那一天我看你怎么成。小丫头们，这酒楼可不是本公子的，本公子只不过是帮人管管而已。阿迪哥哥，你是在这里干活啊？这小丫头认为他是在这里当一个酒楼掌柜的不成？嗨，朋友的，我就没事过来玩玩。来说说吧，今天是谁欺负了你？说出来，哥哥帮你们报仇。哦，搞得我还以为是阿迪哥哥的酒楼呢，还想着以后想馋了就进来吃一顿。哎呀，这么好的酒楼啊，我可是头一回进来。看着那招牌上的菜啊，我都流口水了。呀，可惜啊，我没钱。这小丫头是想以后来吃白食啊？哎，行，以后你们想吃就来，报我的名字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你们拿着，拿出这个牌子，掌柜的会安排你们进这个包间的。谢谢阿迪哥哥，这下好了，我连明月酒楼都能来吃了。我看月郎还神气什么？要不哪天把他们都请来？哎呀，真想如此啊！阿迪哥哥，楼里最好的菜有哪些呀？乔迪闻言额头冒冷汗，刚才他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呀？我能不能把我的信物拿回来呀？却说这张姑娘回到家，在李氏面前哭得震天动地。江儿，出什么事了呀？我被一个贱人打了。什么？江儿，哪个不长眼的敢打你呀？他不想活了是不是啊？现在的张家虽然比不得真正有权势之人，却是地地道道的土霸。伤到哪儿了呀？娟儿，给娘看看。张娟抬起头，一张红肿的脸立即呈现在李氏的眼中，吓得她尖叫：快去把老爷给我叫回来！不过2刻钟，张捕头就进了门。怎么了？说娟儿被人打了，出什么事了？老爷呀，你可回来了！你再不回来，你女儿要跳井啊！我可怜的江儿啊，你赶紧去看看她那张脸，这下是算毁了呀！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会与陆家的丫头闹起来？仔细与我说来。张娟只会哭，于是她的丫头小梅把过程添油加醋的说了。好你个陆超，真当我张翔是病猫是吧？跟总有一个臭丫头打我女儿，我们就走着瞧吧。找郎中来给娟儿看看，我这就去找陆超，我替我女儿讨个公道，就不姓张了。老爷，那丫头太可恶了，一定要替娟儿好好教训她。放心，我会的。爹，我要让那2个贱人没有好下场。你想怎么样啊？爹，傅二丫那贱人，我要让人奸了她，再划划她那张脸。至于那个姓陆的丫头，找上10个囚犯，弄残她。为难一下傅杂役，向陆副捕头讨个公道。老爷，你怎么了呀？那2个死贱人敢当众挑衅娟儿，那就是没把你放在眼里呀！竟然敢大声骂娟儿，她的名声算是损了，你可不能心慈手软呐！放心，等我安排好了，一定不会放过这2个死贱人。老爷，你慢慢安排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我们不急。却说此时县衙内府，齐毅瞪着乔迪：这点小事还要我出手？你干嘛的？明天出门，那2个丫头要是出了事儿，小心你的皮没了。表哥啊，这点小事要我动手，难不成你这个县太爷是白当的呀？这叫我动手的话，行，到时候啊，你可别说我出手太重了啊！行，我动手行吗？这一个个的从哪里学的，比我都难请。你说呢？我们跟谁学的？哎，要问吗？哦，对了，那茶好喝吧？还有？没了。我家小雨宁说现在季节过了，这个季节炒出来的茶不够甘甜，想喝这好茶呀，得明年喽。
什么叫季节过了？再不甘甜，会比茶刀子泡茶难喝吗？交给你一个任务，给我炒10斤这样的茶叶来，一切好说。恐怕不行喽，表哥，这得老大同意啊，他不点头，谁说也没用啊。你是不知道，那茶极难炒，老头子那点茶，小雨宁炒了整整1天呢。我未来小大嫂的小手都被烫起泡了。你说老大难道还会让他给你炒10斤吗？这么难？确实难呢。这种活还得真有经验，要不然炒出来的就是炒黑的茶。对了，那他怎么会？好似没人会这个吧？天生的。小大嫂说他就是天才。天才？未来弟妹看来确实是天才，能看得了王爷的病，不是天才那是什么呀？那怎么办？这茶实在是太好喝了，难道真的喝不上了？这样吧，我去问小雨娘，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给你炒一点。行，你要是能办到这个呀，我应你一个条件。真的，表哥，说话算数啊！齐毅很少承诺别人，他这是下了很大的决定才许个诺，可这表弟竟然不信他，顿时他恼火了。在你心里，你表哥我是个说话不算数的人？不相信就算喽，大不了我等明天回来直接求他。好，我错了行不行？我这就去。乔迪哥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了？乔迪正要出门，却没想到遇到了宋初寒，他一脸尴尬的看了齐毅一眼。那个，我刚回来，舒寒妹妹，好久不见呢。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我挺好的。初寒妹妹，我表哥交了任务给我得走了，你忙。姐夫啊，你交了什么任务给乔迪哥哥呀？会有危险吗？有一点吧，但是以阿迪的能力不会出什么事的。寒儿，你姐人呢？怎么我回来半天了都没有看到她？阿迪，你赶紧去吧。乔迪立即走了，头也没回。姐和江夫人去孤幼院了，姐夫你忙，我先回去了。面对小姨子的心愿，齐毅实在是没办法成全。你去吧，我也有事先去衙门一下。看着齐毅离去的背影，宋初寒的丫头杏花愤愤不平。小姐，这个乔公子真的太过分了，你这么好，哪里配不上他了？我不是他喜欢的类型，这也怪不得他。杏花，走吧。听说清风山有一个谷，非常刺激，我们去玩去吧。小姐，那里不能去啊！宋大哥说了，那阴阳坡非常危险，去了那里的人九死一生啊！杏花，你害怕就不要去，我自己去。小姐，你等等我呀！不行，不能让小姐这样去。困了的傅宁准备睡觉了，一阵轻微的敲打窗户的声音传进了傅宁的耳中。谁？我。陆大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嘘，别多声。门栓上没有？栓了。他手一伸，一个布包递在傅宁眼前。这是王爷给你的。王爷好些了没有？吃了几天药，加上你所说的穴位针灸，今天一早王爷说他的眼皮没有这么重了。这个是王爷给你的，他说以后再谢。这是银票。你没见过？我家很穷的，你不知道我是个穷人吗？穷人家哪来的银票啊？以后不会穷了。这个是全通银票，城里的任意一家银楼都能取银子的。说说看，这1000两你想做什么呢？要买个院子，一个带铺面的院子。你想开店？对啊，我想开一家专治女人病的医馆。这世间女人太难了，只是我没有行医证，不能正式挂牌开店了，太可惜了。要不然我准赚大钱。酒香不怕巷子深，没有行医证，只是不能上门出诊，不能挂牌子行医而已。但是你可以请一个有行医证的人合伙。对，我到时候请一个专治儿童的郎中，到时候呢，带孩子上门的大多数都是女人，这样我的名气就打出去了。陆大哥，你真有经商头脑。不看看别的东西，王爷给的东西可是不少呢。看不看呢都无所谓，王爷给的东西自然很好了，只是这些东西暂时我也用不上，带出去会让人怀疑。陆大哥，钱两样给乔奶奶与盼盼吧。奶奶不会带的，盼盼还小，用不着。这是王爷给你的，你收好。院子的事交给我，到时候我找好了，你去看看。那我先给你500两银子。不，一个院子哪用得了500两啊？
这县里最好的铺子，带小院的，有个300-400两就足够了。现在也不急，等看好了再说。行，那这就交给你了。你休息吧，早点睡。陆凌天悄悄走了。高手啊，就是如此，无声无息的来，无声无息的走。这边正想着如何把东西放上去，突然间窗户又响了。小宁，是我，打开一下。什么事啊？什么都别说，跟我去救个人。眼前是一个院子，一个山边的院子，不大也不小，看起来很寻常。陆大哥，这是你说的救命郎中吗？他这么年轻，你确定他能救人？宋姑娘，谁病了？不是病，是伤，很重很重的伤。陆大哥，不行的，这样真的不行的，我要把他送去县里。我说宋七，你到底是有多任性啊？狄哥哥，你就是这样看我的吗？是我任性，可是我的任性又是谁造成的？当时我才3岁多，一句戏言就能当得了真吗？宋七，你都18了，不是孩子了，能不能长大啊？傅姑娘，拜托你一定要救活阿言，如果你能救得了他，我定当重报。宋姑娘，宋大哥也是我的朋友，真心的不必你谢什么，我一定会尽全力救他。宋岩的伤很厉害，他身上多处咬伤虽然很严重，可右胳膊齐折断才真厉害。有药吗？有，通常的药都有，是前辈给我们每个人准备好了。给他先吃点麻沸散，然后给我找针、线、烈酒过来，这些伤口必须缝合起来，要不然很难止血。乔迪二话不说的去了。陆凌天找出麻沸散，给昏迷的宋岩灌下去。一边的宋初寒已经很平静了。你伤到哪儿吗？我的是小伤，不要管我，救他。小姐，你不是小伤，让这位姑娘看一下。还有，你这脸伤的赶紧治啊，要不然会留下疤痕的。不用，我没事，救他。东西准备好。陆大哥，你帮我按住他，我怕他痛血后乱动。宋姑娘，你站这边来帮我。这个小姐姐，一会儿我叫你递什么，你就给我什么。陆大哥，一定要按住他，我要开始接骨了。好。黎明将来之时，天边岁暗。处理好宋岩的伤口，傅宁有点累了，可没想到准备回家休息时，宋初寒又倒下了。听陆凌天说，他一个人去阴阳谷打猎，宋岩去谷中把他给带出来了。路上遇到了狼群，因为太急，宋岩也没叫上别人，直接就追去了。在几百只狼中，两人是如何逃出来的？傅宁不知，但他知道这一次宋岩为了救宋初寒，差不多送了命。黎明前才睡觉，不知道如何回到床上的傅宁，还在迷迷糊糊之间发现有人敲门了。谁啊？有事吗？小宁啊，你没事吧？来姨，我没事。昨天晚上有蚊子闹得我天亮才睡着，不好意思啊，睡过头了。哎呀，都怪我，都怪我。哎呀，你说我这人吧，就是个粗心，忘记了这一样事儿。小宁啊，一会儿姨呀给你拿蚊帐。来姨，你家那个我就不用了，我准备自己买一顶云纱帐，那种帐子啊没这么闷，我极怕热。那好，你买吧，晚上姨来帮你挂。对了，一会儿啊，我让朗儿给你砍几根竹子回来，好挂帐子。谢谢姨了。来姨，我肚子饿了，还有吃的吗？有，我给你留好了，就在我们小灶头的窝里。你去洗脸，姨给你拿。哎，谢谢。傅宁换了衣服，去了后厨洗漱。走廊上，陆月美看着陆续。大哥，我与你说啊，我绝对没有看错，昨天晚上他没睡在屋里。小美，可希望你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这大半夜的他不在屋里，会在哪里？爬窗出去吗？就算他爬窗子出去了，那院门可是一直关着的呀。要说陆月美其实也没亲眼看到傅宁出去，可刚才他出去时，有人说今天黎明前好像黑影儿从他家墙头上跳出去，只是动作太快，他没看清是人还是别的。兰姨，你别总是给我加小灶，这得多难为情啊。哎呀，小宁啊，你就让姨这样吧，如果不是你呀，哪还有4毛的命呢？你说了，当我的孩子就不说客气话。兰姨，你们没想到过分家吗？啊？很明显，他在欺负你们这两家。哎呀，
分不了的。小宁啊，父母在，不分家，这是祖训。如果是爹娘提出来分还行，要是我们提出来分家，那是大不孝了。不孝的名声会影响二毛的科举不说，而且我们除了净身出户之外，没有第二种可能了。这就是说，这两个老的不到100年之后，这个家都不可能分了。在别人家里啊，不一定。等孙辈们都成了亲，一般来说都会分家。毕竟一大家子吃在一起，住在一起很麻烦。可我们这个家，你知道的，他不把我们都捏在手里，他就会不安。还有，除非姨娘不在了，否则不可能分家。正当傅宁庆幸之时，陆盼盼蹦蹦跳跳的进来了。哼，二婶，宁姐姐。哎呀，盼盼过来了。二婶，我来找宁姐姐帮忙，我想去厂里的丽秀阁送绣品。宁姐姐，你有空吗？有空啊，我马上就好。你今天没什么事吧？没有。你还想去哪儿啊？我想去一趟慈安寺，给奶奶求个福袋，要不你我一起去？盼盼啊，那慈安寺在城东呢，我们这去呀可有点远，你们怎么过去啊？要不让你二毛哥赶了牛车送你们去？不用，我哥借了族长爷爷家的驴车，他会送我们去。有这个大侄子去呀，兰氏放心了。好，那行，一路上啊，你们小心些。哎，宁姐姐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我没说真话，你别怪我好不好啊？说什么呢？我怪你啥呀？说吧，什么话才是真话？是这样的，我哥呀有个朋友被狼咬伤了，想你过去帮看看。陆凌天把他妹拉出来，给他挡闲言了。哎呀，我以为是什么大事呢，我们俩之间还说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，你太见外了吧？只要你们信得过我的医术，我很乐意。驴车在半个时辰后进了院子。哇，那什么石榴啊，石榴花真的好漂亮啊！宁姐姐，你快看呐，那里有一树枇杷，好像快要黄了。不对，那顶上的好像已经黄了，不知道好不好吃呀。一会儿啊，我们摘2个尝尝。拜。跟我往这边来。对了，盼盼，你一会儿找乔迪去那边的院子里摘枇杷吧，那边已经黄了。宁姐姐，我不跟你去看病人了，我去找乔迪哥哥摘枇杷。哥哥，乔迪哥哥人在哪儿啊？在那边，你去找他好了。给宋妍换好药，再让他把药服下后。楚寒，我帮你看看。不用了，就让他留着。他在，我永远会记住昨天，永远会记住这一次。因为我的固执，阿言哥差点丧命。两人出了门。我知道你在内疚，可内疚不能代替一切，它不能代替爱，也不能代替施舍，更不能代替幸福。楚寒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小宁，你看出了什么？哼，不用看，我也是个姑娘。我与你说说我的故事，要听吗？好。听完，宋初寒完全呆掉了。小宁啊，你比我更惨呢。哼，这有什么惨不惨的？我其实呢，很感激陆二公死的，他不爱我而娶我。你想想，这辈子得多可怕呀！什么这么可怕呀？陆凌天走了出来，傅宁一脸尬笑。不知道是故事感人，还是宋初寒被激励了，一听下来，他变得活泼开朗多了，与傅宁几乎是无话不谈。临走时，他硬要给傅宁500两银子和1包首饰。我身上带的银子不多，这个你先拿着，等我回京后，一定再拿来给你。这个呀，足够了。宋大哥也是我的朋友，救他是我自愿。再者，药全是神医的药，真心。小宁，以后你是我妹妹，等阿银哥的伤好起来，我去你家见见你父母，我要与你结拜。爹，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来姨伯伯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明天爹与你秦伯伯都轮休，他说邀请我们一家过去坐坐，爹特来与你说一下，让明天上午午时之初，爹来这里叫你。去钱家？他的便宜师傅这是想干嘛呀？行，到时候我在门口等爹。屋内，兰氏看着陆启谦，
孩子他爹啊，真要认了小宁当干女儿吗？认吧，选个日子，请族里的几位族老们吃个饭，这样小宁也能在这里多住些时日。旭儿啊，你不要后悔呀。娘，我觉得傅叔叔的想法不错，您不是喜欢他吗？认个干女儿，就像爹说的一样，到时候就能从我们家出嫁了。傅宁送了傅一拳回来，把那5两银子塞给了自己爹后，心情非常好。一进屋啊，陆启谦说了这认干女儿的事。伯伯，我很喜欢你和兰姨，能给你们当干女儿也是我的福气，我给你2两，磕头吧。孩子，这要认，咱就认个正式的，选个日子在心里喝茶吧。到时候我会把族里的族老们请过来，你爹娘也会过来一起认亲的。伯伯，你要这么隆重吗？要，伯伯能收一个这么好的义女，我一定要让全村人都知道。行，那就由您了。你说二弟这人也太看得起傅家了吧？你确实没有你二弟聪明，他这个奸着呢。你说什么？这还不明白？那傅家明明是冲着结亲而来，可二毛却看不上，这得多难为情啊！现在的丫头又扯了点草药，救了陆朗一命，自己儿子又看不上，那咋办呢？自然是认干亲呗。其实啊，依我看呢，并不是二毛看不上那丫头，而是他想找个有靠山的岳家才可能。你这样说有道理啊。那当然了，谁家会喜欢娶一个狐狸精一样的儿媳妇呀？这样的话，儿子的心呢都被勾走了，哪来的爹娘地位呀？我说孩子爹啊，你可得好好的教诫一下房儿，让他别让那只小狐狸精勾走了魂儿。这一下呀，他在陆家肯定得住到出嫁了。房儿看上了傅家那丫头。你别瞎嚷嚷，反而不可能的，他明知他夫子想结亲呢。是啊，那陈娇啊，不是没有这丫头长得妖吗？毕竟房儿还嫩呢，分不清娶妻娶贤的理儿。陆大伯一心为自己长子思谋。这2天，张捕头不知道犯了什么过，被暂停了职。现在衙门就自己爹这一个人管着，他希望另一个副捕头位子永远空着。我知道了，我一定找他谈谈。我再思量着，这丫头要是不嫁，房儿就是不死心。你有什么计策？也不是什么好计策，这傅家不是回不得了吗？长期住干爹干娘家也不是个事儿啊。我想傅以前呢，也希望自己女儿早点嫁掉。可没合适的人呢。这傅义全可是有名的宠妻子儿女之人，不比2毛3毛好的孩子，恐怕傅家也看不上呢。我往娘家那边找找看，我们陈家子弟那么多，我就不信找不到一个。行，好好找。第2天一早上，早早的就起来了。兰姨，今天怕是来不及的，我想带我娘、我弟弟妹妹去买身衣服，省得到人家家里太丢脸。喝个茶也不要多久啊，小宁。不是过几天要来的吗？到时候喝，以后成了干亲，您还怕我爹娘不过来呀？您呀，好东西就先存着，到时候呢，都给你吃个精光。兰氏知道今日傅家去钱家的意思，恐怕是这2家起了结亲的心了。小宁啊，也不知道哪个女人有福气当你的婆婆，姨呢真是好眼红啊。兰姨，你这是有王婆婆卖瓜，自卖自夸的意思了哈。这女儿还没认一下了，您就开始夸了，小心别人笑话哟。臭丫头，我可没有夸，你有多好啊，姨心里有着数呢。一会儿啊，你爹快到了，你先去路口等着，早点回来啊。晚上姨呀，给你做拍黄瓜。今年闰了3月啊，黄瓜成熟早了些。哎，那我先走了。出门的时候，正好碰到陆盼盼。宁姐姐，你的烟脆梨能吃了，好吃的不行啊。哎呀，不行，让你这么一说，我流口水了。走，先吃几个再说。拍脆梨是甜酸辣味，放在水井里凉着不会坏，那味道呀，真当是个爽。2人吃得嗦嗦哈哈。又要吃又怕辣，这俩丫头叫你们少放点辣的，这下辣坏了吧？小奶奶，您最好了，我最爱您。哎呀，这丫头呀，小嘴儿啊，怎么就这么甜呢？谁要去找你了呀？可有福了。小宁啊，今天你们去找钱家，你爹娘
难不成想与钱家结亲吗？乔奶奶，不是这意思。钱伯伯说我成了他的记名弟子，得与家人认识认识，别到时候到街上遇到了，打一架都不知道是一家人。哎呀，这丫头呀，你会打架吗？会呀，我现在呢天天运动练功夫，不就是为了将来能打赢吗？人不犯我，我必不犯人。但是被人家欺负到头上来了，我要是再逃，那不成了龟孙子了吗？你是女的，林姐姐，你只能成为龟孙女。小丫头，你胡接什么话呢？小宁啊，赶紧去吧，别让你爹娘等你。傅宁喜欢陆凌天的家人，奶奶慈祥，妹妹天真。哎，乔奶奶，那我先去了哈。哎，去吧去吧。傅宁出了门，走过田埂2分钟就到了大路上。大姐，大姐！哎呀，小心啊！小丫头，这路上都是沙子，要是摔着了可痛呢。嘿嘿，大姐，我不怕痛。你又不是铁打的，哪有不怕痛的？以后啊，可不许如此鲁莽。啊，我听到了，大姐，现在我可厉害了。昨天爹爹买了一只烤鸡回去，我吃了这么多。姐，娘，坤弟，爹，你们早。二丫，看到你，娘总算放心了。娘，我好着呢，兰姨与陆伯伯对我都挺好的，就是我也是有点想您，想坤弟，想六丫了。想啥呢？你让你爹呀，天天不是买肉包子，就是买鸡买鸭回去，我们还能差到哪儿去呢？二丫，以后啊，可不许再往家拿银子了，爹娘弟妹都好着呢。娘，爹没与你说吗？前几天我帮了个贵人看病，一下子就赚了50两呢。50两就多吗？又不是天天能遇到贵人的。以后的银子都收好，到时候啊，给自己备一份好好的嫁妆，还不看上我女儿？哼！完了，这亲娘把陆续给记恨上了。娘，我与你说个事儿，其实啊，是我不喜欢那陆续，这人啊，毛病太多了，而且光是一个秀才身份还压不到秦大郎，我自己不想嫁，故意惹他不喜的。孩子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啊？传出去了的话，你名声全没了。娘，傅大丫嫁进秦家后，祖母肯定会对大房越来越好。他这么势利的人，不说你也知道。我要是嫁了个比秦大郎还差的夫君，你想想，将来你在傅家的日子还会好过吗？娘，我要嫁个比秦大郎厉害的人，好给你撑腰，让他不敢欺负你。你们娘俩这在说什么呢？怎么了，二丫？怎么惹得你娘哭了？我知道，爹，大姐说她要嫁一个比秦大郎更厉害的人，这样娘就不会被祖母欺负了。唉，媳妇儿，是我没用。群哥，不能怪你，小子压死人呐，谁家不如此呢？你已经尽力了，我能嫁给你呢，真的很开心，很幸福。爹娘，今日去钱家，我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但是我现在真的不想嫁人，你们别强求我行吗？二丫，爹娘不逼你，今日你师父也说了，只是想成个师徒礼而已。其实四清那孩子真的不错的。爹，钱伯伯人不错，我信，但是嫁人得看所嫁之人的品行，而不是看他爹人如何。你当初也说陆续不错，可真正了解了才知道，这个人缺点真的很多。所以爹娘暂时莫与我说什么亲事，如果有人上门说，也得打听得清清楚楚，两下相看过才提，行吗？行，爹听你的。爹，等我安排好啊，到时候请个有形意正的人一起开个小衣铺，我赚钱后就买个院子，到时候呢，我们一家人搬出来一起生活。搬出来呀？林氏爷想，只是能吗？婆婆那种人会忘了自己家男人这棵摇钱树，让他们一家5口过幸福的日子？我喜欢，大姐，我要天天跟你住一起。你不就是好吃吗？什么叫想你大姐了？这些天呢，你大姐把你的嘴给养宽了，越吃越想吃了。咦，才不是呢，我就是喜欢跟大姐在一起。娘，要是能搬出来和大姐住，这样晚上我又可以和大姐一起睡了。要吃可以啊，但是以后呢，你要跟着我学认药，行不？认药啊，大姐，那个好难吧？不想学啊？可以啊，
那就美好的给你吃。好吧，我学。要是学得好呢，以后姐呀，天天给你买吃的不说，还给你买新衣、绢花、新鞋子。姐，真的呀？当然是真的，难不成还是煮的吗？你大姐我什么时候哄过你了？走，现在我们就买新衣去。孙氏一听说傅家到了，立即迎了出来。二丫、坤儿、六丫，赶紧叫人，这是你钱伯伯，这是你钱伯母。3个孩子立即叫了人。呀，这小丫头长得可真好啊！六丫，你几岁了？嬷嬷，我6岁了。呀，才6岁呀，真懂事啊！我以为8岁了呢。看来呀，你娘真会教孩子呀。谢谢哥哥，嬷嬷夸我呢。山青妞，嬷嬷只是客气话，你还当真啊？天哪，这不是那天在街上的姑娘吗？小姑娘，原来是你呀！伯母，那天是你呀，真巧。哎呀，巧，真是太巧了。弟妹呀，看来我与二丫有缘呐。那天要不是她及时扶住了我肯定摔惨了呀。进屋坐落，接着孙氏说了那天巧遇。哎呀，嫂子，二丫当然与你有缘呐。她可是认了前妻哥当师傅，以后呢，您可是她的师母啊。来，坐下喝茶。老大家的，赶紧上茶水来，我再拿点瓜子来。去，把老四给我找回来。大伙儿喝好茶，傅玉泉与前妻谈起了衙门最新的案子，而林氏则与孙氏成了好姐妹。随着孙氏在院子里选起了菜，两人边干活边说话，真成了一家人。傅宁笑吟吟与钱家大嫂柳氏参观钱家的屋子，听得她一处处介绍。小宁妹妹，公公婆婆有5个孩子，我相公是老大，2个小姑子都嫁人了。我们一家3口呢，住着上厢左边，爹娘他们住右边，那右下方是2弟4亲在住，这左右厢呢是3弟5亲在住。每一个厢房都有5间，也有小厨房。以后兄弟都成了亲，分了家，一时半会儿也不必出去住，很宽敞的。而且是老砖厚瓦盖的，当年可花了不少钱了。钱家以前的日子本来是很好过的，要不是公爹运气差得罪了人，钱家的药铺啊，虽然谈不上日进斗金，那也是顾家个吃喝有余。可如今呢，差远了。除了公公在衙门外，我相公在村里做个赤脚郎中，就只能靠那100把亩地过日子了。听到这儿，傅宁抽牙了。这钱家大嫂是在跟他显摆呢，还是在跟他透家底呢？小宁妹妹啊，我可不是跟你显摆哦。娘说了，以后你是公公的徒弟，钱家呢，也就是你的家了。我与你说说，是让你更了解钱家一些。爹娘啊，是这世上最好的公公婆婆。钱大嫂，你这肚子有5个月大了吧？这肚子尖尖的，看样子又是一个大胖小子呢。哎呀，切你吉言。小明呢，都5岁了，这他呀要是个小子，他也有个伴儿。小宁啊，听说你还有2个月就及笄了。是的，钱大嫂，小明真可爱，也好会带孩子。哎呀，哪有可爱呀，淘气的不行，成天呢像个泥猴子，真让人操心死了。哼，男孩子嘛，就要他皮，他皮说明他聪明呀。钱大嫂，要是他不皮的话，你才担心呢。傅义全与前妻正说着衙门案子的事。钱老弟，你说这人明明就是裘荣呢，他胸口曾经受过伤，胸口还挖出了那铁片，就算已烧得面目全非了，那也是他呀。还有，当晚袭击他的人肯定是当面出的手，他的功夫这么厉害，袭击他让他瞬间倒地的人，一定是他最熟悉的人，要不然陌生人他不可能毫无防备。为什么非得有人说这前不久有人在黎州看过他呢？爹，这个裘荣是不是那个在边关立过功的裘将军啊？是他，你也听说过呀？他不是很有名吗？怎么了？他死了吗？2个月前，裘家不知道是得罪了什么人，一夜之间被大火给烧了。本来这案子已经结了，但现在却有人告他谋财害命，烧杀他岳父一家。爹，他岳父家很有钱吗？有钱，皇上郑家的堂弟。虽然郑家是一分支，可整个郑家都系一族，特别是这个郑家与京城的郑家是第3代，
钱财万贯那都是说少了。爹，我听说这个裘荣曾经任过五品将军，他会没钱吗？丫头，一个五品武将1年的俸禄也就600两银子，裘荣家境本就贫寒，这哪能与郑家的财富可比呢？爹，师傅，那这个裘荣娶了郑家女后就住在郑家吗？对，郑家这一支有一个嫡女，后来有2个庶子也不成才。裘荣因左手残而退，但是他品级还在，相貌俊秀，虽不是入赘，但一直住在郑家。爹，他有30出头了吧？在郑家当女婿有10来年了吧？能没有孩子吗？就算他对郑家人能狠得下心来，至少还有儿女呀。他的儿女呢？没有儿女。师傅，那死者胸口的铁片可有检查过？检查了呀。小宁想到什么了？裘将军受伤有10几年了，那铁片在体内10几年，不知道被火一烧会什么样。宁丫头，你真是太聪明了，一语道破梦中人呐。对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当时我找到人的时候，我们只顾得看有没有铁片，却没想到这新铁片与旧铁片之分别了。听到夸奖，傅宁笑笑，他看到过一个电视剧的剧情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小男孩子跑了进来，拉着雨珠往外跑。我带你去玩，跟我来。师傅，爹爹，你们继续聊，我跟去看看。这俩家伙年纪小，我怕他们做危险的事。你去吧。六丫，别乱跑，小心呐！姐姐，就在前面，那里有好多树泡的，可甜了，你快来呀！原来是去摘野果子吃啊。姐姐，给你吃，可甜了。你吃，那边有，我自己摘。4月中旬的太阳有点大，傅宁找了个比较阴凉的地方站了下来，身边正好有一棚的树泡，一个个又红又大。他喜欢这些野果子，伸手摘了一个塞嘴里，眯起了眼。突然一阵脚步声在树丛内的鱼塘里响起，紧接着一个鸭子似的声音：四哥，你可真难找啊！傅家到了，赶紧回去。傅家人？难不成是说他一家人？没等傅宁出神，鸭子生的少年喘着粗气又开了口：没呢，他们留在家里吃中饭，你别去了，娘说了让你赶紧回去，否则打断你的腿。我就不回去，他要打他就打好了，娘就是这样，是我娶媳妇儿，又不是他娶媳妇儿，为什么他非要让我娶那个富二丫呢？我不要。四哥，你这样躲着也不是事儿啊，万一爹娘非得结亲，你跑得了吗？他们要是敢逼我就去边关从军去。四哥，那个富家的姐姐长得挺漂亮的呀，你为什么这么讨厌她？那是你没见过好看的，所以你才会觉得她好看。我告诉你，前不久我在街上看到一个姑娘，那才叫真好看呢。可惜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呀。呲了呲牙，傅宁决定不听了，万一让人发现，这太尴尬了好吧？以后他与钱家还得来往呢。走到钱明与傅雨珠身边：六丫，外面太阳太大了，晒黑了不好看，会被人嫌弃的哟。走，娘一会儿要找你的。你看我这里摘了好多，又红又大。傅雨珠也吃了不少个，又见自己大姐手帕里的树泡确实又大又红，立即跟着走了。二叔，他们走了。厉害，明天二叔从学堂回来，给你带3串糖葫芦。二叔，你好好啊。四哥，那富家姐姐长得真的很好的，你真的不要看看吗？不要，她长得再好看，我也不会喜欢上她的。好吧，那我回去了，一会儿娘知道我与你做这事啊，肯定得打断我的腿。别告诉娘我在这啊。知道了。钱武清带着钱明走了。钱老四，你好啊，竟然敢不听老娘的话，我抽死你！娘，不要叫我娘，我不是你娘。你这个讨债鬼呀，我这是哪辈子欠了你的呀？啊，我天天操心着你们，可你们呢？哎呀，老天爷呀，这些个讨债鬼呀，你怎么就不帮我教训一下他呢？啊，这都17、18的人了，还如此不懂事，我这心肝都疼啊！哎呀，五弟，你干嘛告诉娘我在这里啊？钱武清很冤枉。四哥，不是我说的，是那富家姐姐听到了我们的话和娘说的。她说你并不喜欢她，所以请娘别再说这结亲的事了。娘，我早就说了，我不喜欢什么富姑娘，是你偏要搞这一套的，真不明白，到底是你娶媳妇儿还是我娶媳妇儿？好啊，是你娶媳妇，以后我再也不管了。你让我丢尽了脸，
以后你要是娶一个让我操心的媳妇，你们就滚蛋！走，回家，老老实实的去跟你父叔、父婶道歉。爹，不要叫我，今天你对不起你父叔、父婶和你二丫妹妹，去给他们道歉吧。此事我们已经商量好了，不再强求了。父叔、父婶，对不起，是侄子幼稚，小侄年纪还小，心中有壮志未酬，可爹娘急着让我成亲，这才出此下策的。贤侄志存高远，属定当之志，不必在意。二丫，过来见过你前四哥，以后他就是你的师兄了。傅雨宁见过钱师兄。他一抬头，是不？你不个什么不啊？死小子，这是你爹收的徒弟，有你说的份吗？你敢再说一个不字，老娘饶不了你！不，绝对不！一转身，他跑了。钱老哥，这是出啥事了？四亲侄子这是……傅老弟，这孩子被宠坏了，你们别放在心上。今日也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，发起疯来了，让你们见笑了。钱老哥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刚才二丫给你敬了茶的，这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四亲这孩子虽然不成熟，但是品性我还是清楚的，只是还没有完全长开罢了。等他定了性，成了亲，就会好了。小宁呢？等你成亲那一日，让你四师兄陪你上花轿去。师傅，那您和师娘得给我准备好嫁妆哟。师娘，您以后要多提点我娘一些，她呀太软弱了，成天就是一个受气包。小宁啊，师娘呢有2个闺女，但是不会嫌弃多一个。以后啊，钱家就是你的娘家，谁敢欺负你，就让3个师兄帮你揍他。谢谢师娘。时辰不早了，我们先回去了。等过些日子再请师傅师娘上门玩。孙氏心里还挂记着那个不孝子，也没心思再留傅宁一家了。回到屋里，说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你这死小子，真是一天不打上房揭瓦了！你给我起来！今日啊，你不给老娘好好说说，我揍死你去！娘，我要娶傅雨宁。我说死小子，你发什么疯啊？让你见，你死活不见，见一面就非娶不可。你以为人家宁儿是你家菜园里的大白菜呀？你想撸就撸啊！娘，我喜欢他，我就是喜欢他，我要娶她，我不管，我就是要娶她。话一落，人已经冲了出去。死相，你给我回来，快回来！我家说了不结亲了。老大，快拦住他！不许拦我，大哥，你走开！子弟，你听我一句，说完后你再去也不迟啊。你说，你快说，你这样跑去是想傅家与钱家断了来往吗？刚刚爹娘做了这么多，你没看到，可我看到了。现在你这样跑去，你让小宁妹妹以后如何接人？大哥，我喜欢他，我想娶她呀！刚才是我混蛋，是我脑子犯病了。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他呀！至少我要让他知道我喜欢他。好吧，老大，你去把他们再请回来。小宁那丫头还是个拎得清的人。傅宁回来了。师傅师娘，你们什么都别说，让我与师兄聊聊吧。那小子在屋角，他没脸来见你爹娘。傅宁笑笑，点头过去了。钱师兄，小宁，钱师兄，我知道你叫我回来是想告诉我你喜欢我是吧？是的，我喜欢你，就是喜欢你。钱师兄，那我问你，你喜欢我什么？是喜欢我的相貌，还是喜欢我的性格，或又是喜欢我的品德？我什么都喜欢。不，其实你仅仅是喜欢我的相貌而已。我是什么样的性子，什么样的品德，你一无所知，怎么可能喜欢上？我没说谎，小宁妹妹，我可以保证，我喜欢的是你的所有。啥都不了解，就全都喜欢？钱师兄，我没说你说谎，只是说你的喜欢很盲目而已。如果说你知道我们村里人是如何说我的，你肯定不会说这样的话。谁在编排你？告诉我，走，我揍死他去！你都不问问，他们编排我什么，就要去打人，这样真好吗？那他们到底编排了你什么呀？曾经的我，因为堂姐抢了我的未婚夫而跳的河，从河里救起来后，村里人都说我不要脸，说我抢堂姐的未婚夫。不可能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我确实没有抢我堂姐的未婚夫。谢谢你的信任。
钱师兄，说句真心话哈，你还真了解我。不过呢，你别否认，其实你喜欢我，莫过于喜欢我的相貌而已。小宁，可人与人之间头一回见，喜欢的自然是相貌呀。钱师兄，就算你说的对好了，可你要知道，天下比我漂亮的人多了去了。如果有一天有一个比我还美上10倍100倍的大美人出现在你眼前，那么你又会奋不顾身的去喜欢她了。我不知道。钱师兄，真正的喜欢一个人呢，不是这么肤浅。喜欢一个人，那是了解他后，一切缺点在你的眼中都是优点。我知道你不理解这种喜欢是什么，想听听我的故事吗？傅宁走了，听完他的故事后，钱四清的脑子里一直回荡着这些话。四清哥，你的性格说句真心话，我很喜欢，但是只是当哥哥般的喜欢。如果愿意，以后我们当真兄妹吧。将来我的夫君必须是个文能安邦、武能定国的人中龙凤，他必须成熟稳重、品正德忠。你是个很好的人，但你不是个男人，你只是个男孩，因为你还没有长大。听说你想从军，要是现在边关稳定，战事很少，去边关呢，最多就是增加些履历。在如今重文轻武的时候，去边关并无多大意义。四清哥，我真的愿意把你当哥哥一样来对待，但是当我的哥哥没这么容易。你这么年轻，不如好好读书，考个秀才功名出来，到时候我有个秀才哥哥，说出去也不丢人，是不是啊？一整天钱四清都没说话，孙氏见着有点担心。孩子爹啊，这孩子不会受打击太大，想不开吧？要不是你太宠着他们，还能这样？看看小宁还未及笄呢，人家多懂事。你看看他10期都满了，还一点也不争气。不想活拉倒，就当老子没生过他，就当你当年生的不是人，是个蛋。我警告你，以后宠着他，你就准备被他气死吧。你才是个蛋呢，老家伙，胡说什么呢？我哪有宠着他呀？不行，我去看看他。我生的儿子，你不疼我疼，我的儿子宠不坏。爹娘，我想换家书院继续上学。老四啊，你真想换书院啊？孩子，告诉娘，你想换哪一间啊？我想去玉松书院，那里有最好的夫子，有最好的同窗。小宁说，一个人想读好书，自身的努力很重要，但是教学资源、学习环境更重要。爹娘，以后我会努力读书，不中秀才不成器。你们都记着我今天说的话，我一定要考个秀才，给小宁撑腰。哎呀，孩他爹啊，快捏我一把，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老四，你可想清楚了，这书院我可以帮你换，夫子也可以求县太爷帮忙寻个好的，但是我只问你一句，想清楚，你为谁读书？老四啊，小宁说了，以后我就是他亲哥，但是他想要有一个当秀才的亲哥，因为那样才能给他撑腰。好，明天呢，就让你爹去求县太爷，玉松书院一定让你进。不就是1年30两银子吗？不就是一时半会儿不成亲吗？等儿子中了秀才，以钱夹着小腹，到时候能娶不到好的姑娘吗？孙氏越想越开心。哎呀，儿子，娘给你上好吃的，你等着。老四啊，小宁那丫头将来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，能给她当哥哥是你的福气，所以我希望你不要给她丢脸。爹，我知道以前的我不懂事，但是我长大了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给他丢脸的。傅宁并不知道，因为他将来的大齐国会多一个文武并进的3品大员，并为傅家荣盛提供了有力保障。这一天他玩得很开心。出了钱家后，傅宁带着爹娘弟弟妹妹在城里逛了一大圈，要不是林氏拦着他，肯定给他们买上一大堆。本来想给自己爹买辆驴车，但傅义全坚决不要。二丫，这驴车买了，这也轮不上爹用啊，省下这笔银子吧。爹，真的分不了家吗？要是能分家，我就能尽快的和你们住一起了。别多想，除非你奶死了，否则没这可能的。要不找个机会弄死那老太婆算了，反正也不是她的亲奶奶，与天理没多大关系。但这是不行的，毕竟是便宜爹的亲娘哈。东西没买，心情郁闷的傅宁带着他们到了明月楼。
点了楼里最好的菜，实力坑了乔迪一顿。睡在床上，他还想着乔迪那搞笑的表情，弟弟妹妹吃得满嘴流油的表情，爹与娘舍不得动筷子的表情。今天是4月16了，天上的月亮分外圆。忘记了买帐子，傅宁透过窗户看着窗外的月亮，突然他眼一花：“陆凌天，你回来了。”仔细一看，窗外空无一人。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发烫的脸，傅宁知道自己发花痴了。他才走2天，自己就看谁都像他了吗？而且今日他与钱思清所描述的未来夫君模样，那全是陆凌天的版本。小宁啊，那天你的鞋子都弄烂了，姨呀，给你做了双鞋，进来试试。要是紧了，我用鞋木把给你松松。他一坐下，兰氏蹲下亲手给他换鞋，他急了：“兰姨，我自己来。这新鞋子比较难穿，我还给你做了几双薄布袜，一会儿干了再给你。”傅宁知道兰氏是以自己的方式在感激自己，于是由着他给自己穿鞋。如何？正好，兰姨的手艺真不错。哼，只有你这傻丫头啊才看得上呢，喜欢就好。以后啊不要去买鞋子了，兰姨给你做。多谢兰姨，我到时候买几块做鞋的粗布回来，您自己也做着穿。姨有鞋呢，哪能穿你的？说话间，兰氏站了起来，可没等傅宁回头，只听到砰的一声，兰氏跌倒在地上。兰姨，兰姨，你哪里不舒服啊？小宁啊，我没什么大事，睡一会儿就好了。这身体，傅宁知道睡一会儿是好事，但如果这样下去，兰氏绝对不是个长命之人。兰姨，你先躺会儿，我给你拿点东西。兰姨，这里有10颗药，1天1粒，每天晚饭后吃下。这是益气补血丸，你先吃着，过些天我再给你弄一些。不行，孩子，这药都很贵呀，姨不能吃你的东西呀。兰姨，吃吧。那天进山，我挖了几株木灵芝，已经让钱伯伯带去卖了，据说能卖上好几2亿多。银子很重要，可是身体没了，有银子也是石头。能好好的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你这身子骨，我不瞒你，实在是不好了。在陆家，你和伯伯把我当亲闺女一样，就当侄女孝敬您的，行吗？小宁啊，我们陆家呀，对不起你呀。你以德报怨，兰姨我无脸呐！我怎么能拿？怎么能拿？我没脸拿呀，孩子。兰姨，你别这么说呀。虽然说我没有命做你的儿媳妇，但是小宁没有兄长，来了陆家后，我多了2位兄长了，这不是好事吗？我来陆家这1个多月，我真心的认了您当姨了。别哭好吗？您要哭，我心里头也难过的。是吧？陆二哥及兄妹还没长大，儿媳妇未娶，女儿也未嫁，现在的你病不起呀。只要你信我，我一定保你再活个30年。小宁啊，兰姨没什么本事，但是这辈子兰姨发誓把你当闺女来养。那我可有福了。兰姨心情好，手艺精，以后沾你的肯定少不了了。兰姨，你赶紧把药吃了，今天你好好休息，厨房里的活我来做，等你好起来，我有赚银子的法子，到时候我们一起赚。等兰氏吃下药丸，傅宁正色地说：兰姨，好好休息，今日家里的事我来做，你就别操心了。不行，这个不能让你做，也不是你应该做的。我没事的，小宁啊，我真的没事了。兰姨，我本不想吓你的，但是我不说清楚，你肯定不把自己的身体放心上。我与你说，你贫血贫得厉害，身体太过虚了，这几天又没吃好睡好，要是再倒下，可是真的要出大事的。听我的，先吃药，然后睡一觉，我保你明天就啥事也没有了。你要是不听我的，再这样折腾下去，你活不过3年。小宁，你说什么？我可不会骗您，也不是吓您。您的身体是强弩之末，再这样下去，没几年好活。说真心话，
在傅家，我的日子可没这么好过，所以我希望您好好的，您可别嘴上说说把我当闺女，心里根本把我当客人，不就是打个猪草做个饭吗？这个我以前可做的不少。小宁啊，我不想死。我说了，只要你听我的，我保你至少再活30年。兰氏掩面失声痛哭。傅宁没有再多说，兰氏比林氏要坚强，他相信为了性命，他会好好珍惜自己。陆奶奶，兰姨晕倒了，我刚给掐醒。啥？晕倒？严重贫血症，很危险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活不了几年。我刚从医书上看到，说贫血的人要吃血参，可我知道这东西咱穷人家吃不起，想给他找几味草药先试试，看看能不能帮帮他，要不然的话，就得去安仁堂那样的地方才能救命。陆老婆子可不是个傻人，这儿媳妇虽然不是亲的儿媳妇，可却是陆家人。啊，那你去吧。我出去后，顺带扯些猪草回来，可能中午来不及做饭，你能帮我一下吗？这是5文钱，算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辛苦费。哎呀，你这丫头呀，也太见外了。不过，看在你孝敬老人家的份上，我就收了哈。行，一会儿啊，我帮你，放心去吧。那辛苦陆奶奶了，我先去了。傅宁出了门，路过陆盼盼家的时候，他站住了，要不要找个借口进去一趟呢？就在傅宁犹豫之时，突然一个女子的身影出现在陆家门前。奶奶，你在吗？小月呀，有事吗？奶奶，强儿的嘴上起了个火字泡，疼得直叫唤。您这儿有凉茶吗？躺着。说罢，乔奶奶进了屋。陆家有外人，傅宁自然不进去了，背着背篓，他朝河边走去。你跑这来做什么？见傅宁的呆样，陆凌天拧眉。太阳这么大，站在太阳底下发什么呆呢？过来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没与盼盼回家呀？这不合适啊。怎么不合适了？你不是说盼盼的亲哥就是你的亲哥吗？还是你就是随口说说的？亲哥出门了，你都不回来看看，这叫亲妹妹吗？我不是。什么不是？不是把我当亲哥是吧？傅雨宁，你说的全是假话呀。谁说的是假话了？知道的是知晓我把你当哥哥了，那不知道的呢，以为我想勾引你。陆凌天，你是男的无所谓，可我是女的。女的怎么了？女的就没有亲人没有哥哥了？谁敢在背后多嘴，我收拾他。你收拾谁呀？谣言之所以是谣言，就是一传俩，俩传仨，三传众，你收拾得了1个2个，还能收拾半个村的人呢。哼！面对眼前小女子的娇羞与恼怒，陆凌天心中无比的喜欢，这意味着小丫头对他也有一点喜欢，是不是啊？可惜呀，他现在不能说。想到任务，陆凌天就心里很不爽。还有几个月，小丫头还有几个月就到实现，再等等。陆凌天盯着傅宁左手掌上的一片血红，脸色十分难看。伤成这样还出来干活呀？一点小伤而已，没什么大事。兰姨昏倒了，严重缺血，我帮她打点猪草，顺带寻点药给她喝。她昏倒关你什么事？她有夫有子有女，轮得上你了吗？病了有医馆，做事有家人，你操心个什么劲儿？说，这跤是怎么摔的？今天早上我出门时，不知怎的，大门坎边谁弄了一地小石头，我一时没注意，又突然腿一软，就差点跪了下去。还疼吗？不痛了，这草药汁止痛消炎，明天就好了。别留下疤，姑娘家的手，这有疤了就不好看了。走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打猪草，那里很多的。我打了很多了，就差几味草药，我教你打的锅还没好呢，要不你会铁匠铺吧？哦，那个好了，我把你说的那个画成了图，叫别人打了，下午我就去扛回来。哦，对了，这2天乔迪那边会送茶叶来，山上的茶叶又可以采了。炒茶实在是个辛苦活儿，想到家乡那炒茶机，傅宁就与陆凌天说了，想做一个手摇炒茶机。做好了？做好了，一会儿我扛回来你看看。好，走吧。傅宁回来的时候，
陆家已经吃过中饭了，屋里静悄悄的，没有声音。我娘怎么样了？劳累过度，营养失缺，极度贫血，晕倒了。娘，你哪还有不舒服的地方吗？兰氏正在深睡，听到儿子的声音，强行睁开眼。旭儿啊，娘真的没事，就是有点累了，真的。想起娘中午的时候叫了好久才醒，连饭都没吃上3口，陆续急了。娘，你等着，我去趟牛车，这就送你去医馆。你傻呀，小宁的医术又不差，去医馆做什么呀？老天以前伯伯还说他学得好呢，刚刚小宁给我吃过药了，现在呀，我没哪儿不舒服。娘，我还是送你去医馆吧，这样不行的。不用了，旭儿啊，真的不用了。小宁，你告诉旭儿一下，我没事对不对呀？傅宁懒得与陆续废话，既然人家不信自己，那就让他送呗，反正花的又不是自己的钱。兰姨，我其实就懂个皮毛，我看你还是送吧。不过您这病啊，至少得带上10两银子，要不然啊，捡不起药。说罢起身，10两银子一副的药，那是什么药啊？兰氏一脸歉意看着傅宁出门的背影。旭儿啊，小宁给了娘几粒药，娘吃了1粒睡了一觉，现在觉得除了困之外，哪儿都舒服。什么药？这个药，他让我一天吃1粒，还说吃完后我会好很多。娘，这个药你先给我，我去一趟药铺。不用去吧，这药明明是好东西，有必要去吗？旭儿啊，你去看书吧，可别耽误了你的功夫。可比起前程，亲娘的生命自然更重要。陆续出了门，很快的就到了离家最近的皇氏医馆泽林堂。哥儿，你知道这是谁的药丸吗？哦，是我家一个亲戚送给我娘亲的药丸，说她身体太虚弱，让她1天1粒，把这几粒都吃了。还有吗？不知道，我娘手中就这几粒。掌柜的，这药吃不得是吗？哥儿，你这亲戚可真大方啊！这药中有血参，有当归，有雪莲，有鹿茸等等10味大补之药啊！这一丸没有10两银子可做不出来的。黄掌柜，你说这1粒这10两银子？这10两银子不算什么，只是这雪莲与血参恐怕都是100银以上，我这药铺里是找不出来的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出10两银子给你买下如何？这种药服用上3个月，对于体弱者有延年益寿之效呢。延年益寿？娘的身体已经差到了影响寿年的地步了吗？直到家门口，陆续都没想明白，傅宁这东西从何而来呢？啊，哥，你站在这发什么呆呢？怎么了？啊，我没事，就是想在这里坐坐。啊，娘今天有些不舒服，她在睡觉呢。娘不舒服？哥，我想进山。进山干什么？我想进山看看能不能打些什么出来，趁着还没收油菜之前，要是能打2只值钱的猎物，卖上几个钱给娘补补。二弟，不用去了，娘什么事也没有。傅二妹妹说，只要好好睡上2天就好了。真的吗？哥，娘真没事啊？娘有事，陆续知道，如果自己娘没事，傅二丫不会拿出这么珍贵的药给她吃。当然是真的，我还能骗你吗？不信你自己去问吧。哥，那就算了，我还是前山碰碰运气吧，顺带还能天天带几担柴回来。你的病才好，别累着。我没事，躺了这么多天了，这浑身都是劲呢。哥，我进去看看娘啊。好。小宁啊，小宁，你在吗？三婶，你有事吗？小宁啊，今日你去了关山沟不成？是啊，怎么了？陆三婶欲言又止。三婶，有什么事啊？你直接说好了。小宁啊，刚才是谁送你下山的？没有谁啊。没有？真没有啊？怎么了？那刚才呀，外面有人在说你和男人上山了，那男人还帮你背了东西。对，你不说我真忘记了。三婶，那不是谁陪我上山，而是……等陆三婶一听完，她脸都气白了。哎呀，现在人的嘴呀，真能杀人。小宁啊，你是没听到啊？刚才王婆婆与人说的呱呱响，说你跟个男人上山了。三婶啊，这人的嘴你还不清楚吗？由她说好了。王婆婆的嘴呀，那是跑马场的门，不关风的。
这种人呐，小心遭遇报应。小宁啊，你小心些，这个人呐，可不是什么好人。他那小儿子都快30了，还没人嫁，他这是故意败坏你的名声。三婶，不会吧？会不会我们想多了？哪有不会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以前呢，他就败坏过村里一个姑娘的名声，那姑娘为了事清白都跳河了。幸春说了，他就是死啊，也不会嫁给徐五麻子。三婶，嘴上2块皮，由人说东西，这王婆婆的报应都在眼前，就让她说好了。你看看她几个儿子，有成妻的吗？小宁啊，这事儿啊，你放心，我会与你成亲的。三婶，多谢你。别谢。说实话呀，陆家与我娘家都有不少闺女，可你这样要干净要整齐的，我还是头一回见呢。小宁啊，月秀这孩子很内向，以后啊，帮我带带他，行吗？只要三婶觉得我能带好，我一定。陆三婶欢欢喜喜的走了，傅宁坐在屋里眯起眼，想起了心事。宁姐姐，快去看看，锅扛回来了。走，去看看。等他们一到，陆凌天已经把锅架好了，架在陆家西屋的厅子里。先看看，要是觉得不对，再去打过一口。新铁？不少银子吧？不多，二弟说算是炒茶的工钱。好吧，乔大爷是有钱人，只是现在没有茶叶，要不然啊，可以试试。有啊，刚才我与哥哥把菜园里的茶叶都摘回来了。蜂蜡可有带来？带了，你等着。火盆烧上，蜂蜡下锅，掀开锅，再试炒。等第一锅成品出来后，就摇了几下咕噜的傅宁一头是汗。哎呀，要是有电就好了，电一插，慢慢转，根本不费力气。陆盼盼去准备晚饭了，这一会儿就陆凌天一直在摇咕噜。电？什么电？杂货店、饭店还是米店、油店？哎呀，要是这个摇饼不用人来摇，而是用别的代替，就不累了。驴可以。对呀，以后要是想多做些，把这锅搬到外面，把这个摇饼套在驴身上，跟磨麦子一样，不就行了吗？哇，陆凌天，你好聪明啊！小丫头胆子越来越大了，从不敢看自己一眼，到现在竟然敢连名带姓的叫他了。有进步。喝茶。喝了茶，傅宁眼光闪亮。今天没什么茶叶了，明年我们早点在院子外搭个棚，到时候借头驴子炒上几回茶，太爷爷的茶就有了。王爷好些了，但是他们走了，七仙山那边出了一些事。那个小王爷出事了？出了点意外，护心骨受了伤，只有前辈去才能补骨。小宁，对这种病你有什么办法吗？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合适的心脏，换一个。这心脏也能换？能，但是要求极高，需要的东西太多，我不怕做这手术。换上去容易，可让心脏在异体内存活真的不容易。如果没这些条件呢？换也是死的概率大，排异反应需要的药物，这里我一时半会儿真做不出来，太难了。对了，宋大哥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别担心，有宋七小姐在，有前辈的药，已经没什么事了。看来呀，新药比中药效果来得好。不会你们两个相处小半天的，宋七小姐把什么都告诉你了吧？那肯定啊，我是谁呀？专家，专门套人心思的专家。你笑什么呀？他是告诉我了呀，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陆凌天，你说这世间的人是怎么了？张三爱李四，李四爱王五，可王五却偏偏喜欢赵六。人与人之间就不能好好的来个两情相悦，白头偕老吗？非得你爱我，我不爱你的。那你爱谁啊？我呀，爱上了一根木头，一根千年榆木。他爱上了一根木头，谁是那根木头啊？是他吗？你说的这个木头是二毛吗？陆续，你说我爱陆续？故意装不懂的陆凌天点头。你说当初你来陆家是以新娘子的身份来的，可陆续不愿意娶你，这才以亲戚的身份住下，是不是你心里还是希望嫁给他的？嫁他个大头鬼，这二货没法说话了。傅宁狠狠地甩了陆凌天一眼，这人脑子里装的全是浆糊吗？能不能拿把大斧头劈开来看看？一甩手，傅宁走了。屋内，陆凌天摸了摸鼻子，完了，
小丫头生气了。看来啊，她的定力在这小丫头面前一点都没了。明知道不能问，可是她就是没忍住。兰姨，好些了吗？兰氏睡了一觉，全身不难过了。小宁啊，你那个药丸肯定很贵，我才吃1粒，身上就舒服了许多。余下的你别给我吃了。兰姨，我还有，真心的，而且我自己也学着做。今天我已经找到许多草药了，你放心吃吧。或许我做的没有钱伯伯做的好，但也肯定有点用处。小宁啊，兰姨，你别再纠结这个问题了。你的身体再不养，到时候连孙子都要看不到了。听我的，等你养好了身体，我买布来，你再帮我做几套夏衣。你知道的，我这人啊，就不喜欢做这种太细的活儿。小宁啊，姨好喜欢你呀。我也喜欢您，兰姨。小宁啊，再问你一句，真心的不想嫁旭儿吗？啊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定能让二毛娶了你。兰姨，既然你问的是真心话，那我也说句真心话。我对陆二哥没有男女之情，完全不想嫁给他。以后不用再问了，我傅玉宁诚心愿意认你们2人当干爹干娘。小宁啊，我因为太喜欢你了，所以才会这样说。孩子，对不起。兰姨，当夫妻要有缘分，人的姻缘3生石上早注定，强求不行。你身体不好，莫操心太多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是不是？其实要我说呀，当婆媳远没有当干母女来的亲近。自古婆媳是天敌，可没人说自古母女是仇人的哟。小宁啊，姨听你的，过几天呢，等日子一选好，姨就喝你的茶。马上就有茶喝了。今日不拿了我们夫妻的生辰与小宁的生辰就算了，后天我去看结果。陆伯伯，你坐。小宁啊，多谢你给你兰姨送饭呢。别客气，陆伯伯，这只是举手之劳的事。我看到你在吩咐陆四哥送饭呢。宁丫头，你对陆家的恩情太大了，伯伯都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感谢你了。可惜呀，二毛无福呀。陆伯伯，你别这样说，世间比我好的姑娘多的是。其实在陆家挺好的，暂时我能找到一个这么好的地方住着，有您与兰姨如此疼爱，我真的很满足。你们早点休息吧，辛苦了一天也累了，我先回房了。傅宁出去了。徐儿，你都听到了吧？不用勉强自己了。徐家那边也套了话，你要愿意的话，爹娘给你说庆兰那丫头好了。你的意思是？爹，徐儿，不要急着答应，想清楚再回我。爹不是一个古板的人，这娶来的媳妇儿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人，所以你喜欢才是第一呀。爹没什么本事，但爹也不势利，非得要你找一个有靠山的岳家。就着你的本心，想清楚自己要什么，再做决定吧。回身到了自己与弟弟的屋里，陆续眼睁睁地躺在床上，看着窗外的星星，脑子里一片混乱。哥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，只是在想，一个男人成亲，应该是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，还是应该找一个能够孝敬爹娘的人？二弟，你想娶一个什么样的媳妇呢？哥，我还没想过呢。那你现在想？哥，这种事儿哪有这么容易想得明白啊？只是我觉得二丫妹妹与传闻不一样，你还是无法喜欢上她吗？我看娘啊，是真舍不得她嫁给别人了。我心里无法接受她，只把她当妹妹。哎，哥，既然这样，那以后我们就把她当妹妹护吧。她没有亲哥，那我们就当她亲哥。以后她嫁到别人那，有谁要是欺负她，我们就给她撑腰。陆续很清楚傅宁的性子，他知道真正的傅二丫并不是人人看到的温柔、勤快、好脾气的女子，他是把她给得罪了。哥，早点睡啊，我去解个手就回来。好早后，傅宁在屋里摆弄了一会儿药材，见天色不早，拿着牙刷、牙膏，悄悄地去了屋后刷牙。傅二丫，你这个从哪儿来的？是偷来的吧？是的，就是偷来的。
不就是偷的你的吗？陆月美，可惜你买不起。不是偷的，就是哪个野男人送的。早就想打人了。啪啪2声。陆月美，再从你嘴里听到这些侮辱人的话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范儿丫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竟然敢打我！你给我站住！怎么，2巴掌不够是吗？范儿丫，我要杀了你！你叫吧，叫你爹出来，等他出来了再抽你几巴掌。傅二丫，我讨厌你，赶紧给我滚出陆家，明天就滚走。可以啊，我现在就走。现在我不走啊，我就不姓傅。就在这时，陆朗进来了。小美，进来给你二丫妹妹道歉。二哥，我才是你的亲妹妹呀！这刚才打了我，你竟然叫我道歉啊！你该打，娘天天教导你要懂礼，要感恩。可你呢，小美，你不道歉的话，我去叫爹。二哥，我才是你的妹妹呀！道歉，否则我就去叫爹来与你说。二哥，你好，我道歉。从今天起，你再也不是我的二哥了。傅二丫，对不起，刚才我错了。说完，陆月梅跑了。二丫妹妹，对不起，小美她不知是跟谁学的，学的这样尖酸刻薄，心也小，是她不对，我代她给你道歉了。陆四哥，没关系的，毕竟我在陆家只是暂时，他不喜欢我，这是个人的事，与你无关。二丫妹妹，这辈子你就是我陆朗的亲妹妹，我这条命以后就是你的，但凡以后有事一定要记得有个我呀。陆四哥，你这话太重了，我受不起。不重，不管你愿不愿意认，反正我是认定了。说完，陆朗先走了。别讲，我给你送烤野猪蹄来了。我刚刷好牙。没事，一个晚上不刷没问题的，而且你很香。什么意思呀？这陆大爷在调戏他？天呀，好香啊！这手心怎么这么红啊？刚才打人打红的。你打人？对，我打人，而且狠狠地抽了他好几巴掌。陆月美那死丫头，我早就想打她了。今日她撞上来，我一点也没客气。又是陆月美，看来我二叔这个女儿真没教好。既然教不好，早点嫁了算了。喂，人家今年才14呢。13嫁的都有。你有办法？小事一桩，这事你别管，10天之内让她把亲事定了，最好3个月之内给她嫁掉。傅宁拿起猪蹄咬了一口。嫁吧，给他找个好相公哈。虽然我很不喜欢他，但他嫁得不好的话，蓝雨与陆伯伯会难过的。说实话，很香。但不是太入味儿，这手艺差了点。这可是明月酒楼最好的厨子，按他的描述做出来的。陆凌天不知道齐掌柜的听到这评价会不会哭。哦，对了，齐掌柜说，哪天你有空过去一趟酒楼，他请你吃饭。对于你的房子，想怎么分成就怎么分。陆凌天，你很坑友呢。千万别卖疯子，这东家可不止这一家店呢，细水长流，以后你不愁吃喝呢。这绝对是一个坑友大佬。到时候我分你一份。就在这时，一阵脚步声传来了。陆凌天把油纸包收起，藏在花盆后，然后跳到了门后。谁啊？我，陆续，我想与你说几句话。这么晚了，有话明天说。二丫妹妹，我就说几句话，不会打扰你太久的。傅宁打开了半边门，站在门前。有什么话说吧。我可以进来吗？不可以，瓜田李下，男女有别。陆公子，你是个最懂规矩的人，这3更半夜的进一个姑娘屋子里不合适，有话就在门外说，我听得到。你的药很好，很贵。你是担心这药的来路吗？我怕还不起。不必你还，陆公子放心吧，不是给你的，只是看在你爹娘帮忙的份上还恩情。还有，这一次我进山采到不少名贵药，得了一笔银子，我用银子买了这些药，做成了丸子，别担心来路不正。人人都知道，那阴王谷又叫药王谷，那山里珍贵药材满谷都是。小宁妹妹，我代小米道歉，请你相信，我们陆家绝对不是忘恩负义之人。从明天起，我会好好教导小美的。但是你家的事与我无关。小宁妹妹，你放心，不管以前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陆氏的亲妹妹。我与二弟将来一定给你当娘家人。
陆公子，你想当什么是你的事，现在天不早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我告诉你，想当我傅雨宁的哥哥没这么容易，想当哥哥努力去吧。话一落，砰的一声，门关上了。一转身，嘘，他还在外面。那你还不快走？不行，万一弄出响声会惊动他的，到时候就说不清了。你还知道说不清啊？既然知道，你跑进我屋里来做什么？送猪蹄啊！陆凌天，你知道一个男人跳姑娘家的窗户代表着什么吗？我跳的是我妹妹的窗户，不是别人家姑娘的窗户，代表着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小林，这有什么不对吗？去，不想与你这二货说话了，赶紧走，我要睡觉了。完了，生气了。小林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别生气了。你不喜欢我来，那下回我就不进来了，好不好？傅宁一把抓过烤猪蹄，他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。慢点吃，还有3只，我每天晚上给你送1只过来。明天我过来吃。好啊。哦，对了，你要的纸与石墨条我都找到了，这2天我会再出趟门，到时候给你带回来。到时候到了来叫我。你不会用笔？家里穷，没钱买纸墨。那你想学吗？想。我教你。你说的呀，别到时候又不教我。他会吗？陆凌天嘴一伸，见陆凌天竟然吃自己咬过的地方，傅宁脸一热。喂，你是这边，刚才那里我吃过的，有口水。陆凌天眼朝天的一个轻跃就上了窗台，头也不回的就飞走了。陆凌天，你这个坏蛋，你别跑，我捏死你去！陆凌天难得的笑眉弯弯，以后身边有个这么虎虎生气的小媳妇儿，家里一定会很热闹，很开心。休息了1天1夜的兰氏，第2天早早的就起来了。兰姨，你这么早起来做什么？今天没有轮到二房做，你至少得再休息2、3天。我可告诉你，你这身体啊，经不起折腾。哟，二弟妹啊，你这身体是越发娇贵了，休息了1天1夜，还得再休息2、3天。哼，看来呀，二丫的医术很厉害呀。陆大伯母，我的医术呢，谈不上多厉害，但是摸个脉象还是行的。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，可以拿10两银子来，送我兰姨去一趟安居堂。哼，我可没说不相信啊，我只是说我这弟妹的身子越发娇贵了。二丫，你医术好与不好，可与我没什么关系。那是，陆大伯娘自然用不上我这个3脚猫水平的医术了。兰姨，命是自己的，100岁命自己敬，想想再说吧。我给你的是药，不是仙丹。就在这时，陆续进来了。娘，我已经跟奶奶说过了，您再休息2天，一会儿让小美去放羊，地里的活我来做。旭儿，娘，别说了，什么都没有身体重要。您要想想，您要是身体垮了，我们这个家怎么办呀？可这样会耽搁你看书的。不行，你只有2次机会了，娘不能为了自己毁了你呀。娘，别操心了，我晚上看书也是一样的，只要用心，不怕耽搁。兰氏终于回去睡觉了。傅宁在陆续劝他的时候就回了屋。傅姑娘，你可总算来了，今天可是准备开始学针灸啊？皇叔，对不起呀，我家中有人病了，一时半会儿出不来，恐怕这几天还不行。没事没事，那你这是来……傅宁笑笑说了他来的目的。黄掌柜立即让铁牛找出他要的药碾子、药锤子和他要的干药。你只管用，我这里还有着呢，这个就送你了。四物汤大受影响，这些天来泽林堂的生意大幅上涨，黄掌柜十分大方。那就谢谢黄掌柜了，我先回去了，您忙。那你慢走啊。傅宁正准备提步，突然门口冲进几个人来，其中一个20出头的男子一把揪住黄掌柜。就是他开的那个药，我媳妇现在还流血不止呢。快来人，有人闹医馆了！放开我爹，有什么话好好说。能好好说吗？我媳妇都快把血给流光了，就是你们这四物汤害的她。这位大哥，凡事都不能急，有话好好说，才能解决问题啊。你是他什么人呢？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你嫂嫂喝的那四物汤，是我家祖传的妇人神汤，喝了这个汤，对妇人身体极有好处，绝对不会害人。你家的祖传秘方？对。既然是你家的祖传秘方，为何是他在用啊？因为好东西不应该捂着，应该拿出来救人。这位大哥，
你媳妇什么情况？你赶紧把她背来。要是真是四物汤的缘由，我负责出银子给她治病。真的？我以祖先的名誉发誓，要是我敢骗大哥，就让我永远嫁不出去。这事太重了，男子转头就跑了，和他一起来的人也跟着跑了。黄掌柜的一脸感激：“傅姑娘，谢谢你了。”皇叔，这药方本来就是我开的药，你信我做什么呀？一会儿我瞧过之后，可能要用针，到时候就得辛苦您了。只是刚才那位是什么人啊？还真鲁莽。街头豆腐店蒋家的杜二，性子是鲁莽了一些，可对媳妇儿挺好的。3年前他媳妇儿给他生了一个女儿之后，就一直不怀。不怀的原因是他经血不畅。前几天又来找张郎中，张郎中就给他试了一下四物汤，3剂过后他吃了都挺好的，后来又付了单，可这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啊。上回那蒋家的媳妇生了儿子还是生了女儿啊？女儿是个大胖闺女，这可是蒋刘氏的第3胎女儿了。生下来的时候她哭得不行啊。这哭什么呢？这么年轻，再生就是，怎会生儿子的？恐怕难哦，上回是摔跤早产的，生得极难，身子坏掉了。啊！突然傅宁想到一件事：皇叔，让人把蒋家那药渣拿来。你说什么？傅姑娘，你觉得是有人做了手脚，这蒋二的媳妇儿才会出这种事吗？这蒋家可不是什么大户有钱人家，不会上演这种内斗的戏码吧？不管是不是，拿来总没错，是不是？再者，人心难测量，啥事都能碰上，有备无患嘛。1刻钟左右，蒋二背着媳妇进来了，而铁牛却没回来。妇人20左右，脸色很惨白，确实是流血过量所致。傅宁把过脉，又问了一下蒋王氏的这2天情况。傅姑娘，这蒋二娘子怎么样了？皇叔，你也把一下，一会儿我们再说。好。可当黄掌柜的手指一按，他脸色大变。就在这时，铁牛跑回来了。药来了。看过了药，黄掌柜亲自按傅宁所说的几个穴位，给蒋二媳妇扎上了银针。蒋二，你来一下。蒋二立即进去了。黄掌柜的话才落下，他震惊地吼了起来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你们是想推卸责任？”蒋二啊，我们都是一条街上住着的人，你们蒋家虽然只来10余年，可是我黄家的名声你应该清楚的。你也别激动，这药是你自己的人拿过来的，刚才我们查看时你也在一边盯着。这样吧，我叫铁牛去请的姓唐的王郎中过来，等他看看再说吧。蒋二娘子的四物汤中被人加了一味红花，本来是补血调经的药，一瞬间就变成了活血的汤药。这补的一点血还没有完全补上来，就给流光了，能不死人吗？既然这事与他的四物汤无关，傅宁与黄掌柜招呼一声回来了。只是没想到一进门，孙氏与钱四清上了门。师娘，四清哥。呀，小宁啊，你师傅说呀，接你回去住几天，可没想到你姨生病了。哎，师妹，你这是从哪来的？我去了一趟泽林馆买些东西，我姨身体不太好，想试着给她做些养身子的药丸，只是我没做过，先试试。你看看，我能舍得让她去你们家住吗？钱嫂子，小宁她伯伯去算日子了，等日子算好认亲那天，你们一定要来呀！哈哈，来，肯定来。小宁认了你们当干爹干娘，以后我们就是亲戚了，哪能不来呢？小宁啊，那今天师娘就不接你了，等过几天，等你姨身体好了，再让你四师兄来接你。哎，师娘，四清哥，过些日子我来看你们。厅堂，傅宁与孙氏、兰氏谈得很愉快。狐狸精，死不要脸，就知道勾引人。嘘，别说了，你没听到吗？刚才那个钱公子说了，傅二丫是他的妹妹呢。就是，他这种狐狸精的样子，哪是当正妻的人选？我看呐，他就是当妾的像。小美啊，听说那林大少极好色，你说他会不会看上这个傅二丫呀？青兰姐，你对他也太好了吧？那林家不仅是在东城县，就是在东州三府，那也是有名的有钱人家呀。就算这林大少好色，没成亲就有好几个小妾，但是人家过的可是锦衣玉食的日子，凭什么呀？我们给他找个这么好的人家？我看还是让他
叫我长河哥好了。我伯娘那人看似好说话，实则最强势了。你说的有理，你让长河哥抓紧才好，越快越好。陆月美没说，她清楚那个钱四清的眼神，那可不是哥哥看妹妹的眼神，只是她不明白钱四清为何这么说呢。孙氏与钱四清走了，傅宁进屋去继续他的防狼药试剂。宁姐姐，你去我家吧。怎么了？宁姐姐，我哥说了，你要他买的那个什么纸买到了，还说你要的那个细墨条也做好了，那个你要用来做什么呀？走，一会儿我告诉你我要做什么。陆大哥，东西你都买到了？买到了，就是不知道合不合用。进来吧，都在屋里。看着这屋内，傅宁好奇，你的书房？反正也空着，就摆了张桌子。这些书都是你的？爷爷留下的，我爹与我又放了些，现在比较多了。这是现在最好的纸，大小也是最大的，不够的话就只能将就了。太好了，这下我终于能画了。2个时辰后，人体骨骼经络图大致出来了。宁姐姐，你好厉害呀！这是男人的人体图，到时候把这个做好，我再画女人人体图。啊，这画还有男女区别？有，男人与女人的人体构造不同，这穴位就不同，所以必须画出来。在陆家2房待久了，傅宁怕人家传闲话，所以一天最多在他们家只能画上2个小时。院中，陆奶奶看着坐在树下一心叼着木头的孙子，好奇地问：这刻的是什么呀？哦，没什么，就练练手，多年没刻了，手感都没了。这是算子？不是，随意刻的。天儿啊，你心里怎么想的呀？好姑娘可是人人都抢着呢，你得告诉奶奶你的想法呀。有的事啊，不能让奶奶知道，她要知道了肯定会担心。奶，你想说什么？她还小呢，而且一时半会儿我还是不太想成亲的。啊，天儿啊，你都23了，你可答应了奶奶呀，可以开始给你相亲了呀。奶奶，你可以先相着，有相中的多观察观察，但现在定下来是不能的。那你说说，要是奶奶看中了一个好姑娘，什么时候能定下来呀？奶奶，怕是最迟得明年了。为什么呀？奶奶，您别问那么多了，有的事我不能说，您放心，明年呢，一切由您做主。好吧，儿大不由娘，这孙子大了也不由奶奶了。好吧，奶奶心中有数了，只是你2堂叔在替小宁找人家，这姑娘啊，我好喜欢，奶奶这是担心呐，被别人抢了先呐。哦，傅一全开始帮自己闺女找人家了，不行，他得想个法子阻止这事。1个时辰后，县衙后堂，这不是你堂叔吗？你让他去办这案子，所谓何意啊？这案子不是忙吗？忙些好，等忙一点，他也没空做别的事情了。哟，又是那小姑娘。侯爷，您的问题可真多呀。阿天，我可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你。真动心了。碧玉让你弄去了北仓，去之前可是听说她都哭了，现在又让你二叔忙得没空。你不跟我说实话呀？跟你说了实话，你还能怎么着？你能做得了他的主，把我身上的任务取消掉吗？哎呀，说的没错呀，说了实话也没用。行，兄弟，你的事儿那就是哥的事儿，这事儿呀成。这天晚上，陆启谦回到家。爹，为什么把我调去查那裘家的案子？那案子不是刘刚带人在查吗？我和他又不是一组的，为什么调我去啊？县城大人说你脑子好使，虽然说前期已经证明了那死尸根本就不是裘荣，但这真正的裘荣在哪里？刘刚那边几个人根本找不到任何线索，非得把你借过去。那下个月起，我恐怕要开始忙碌了。好好干，要是干好喽，这县太爷一高兴，没准让你转成捕快呢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对了，不仅是你，还有傅义全也借过去了，你们俩一起过去帮忙。这一下，陆启谦不郁闷了，他很喜欢与自己的好友一起办差。2天后，画基本上好了。宁姐姐，快来看呐，这是什么？哪来的？嘿，当然是我哥抓来的呀！你不知道，今天一早啊，他就上了山。嘿，看看他厉害吧？够了吗？够了，
其实有2只就够了，用不了这么多。你真厉害呀，活兔子肯定不好抓。多了就烤给你们吃，不是抓的，是掏的兔子窝。这兔子窝怎么掏啊？傅宁可从来没见过兔子窝怎么掏。想去掏啊？对，很好奇。那晚上带你们去掏，掏野兔子更容易，他们爱钻豆子地。兔子来了，傅宁就去试药了。试了好几回，他对自己做的迷药心里有了数。啊，这个给我啊！要小心啊，千万别把自己给迷翻了。嘿嘿，宁姐姐，我有这么笨吗？你放心好了，我虽然没有你聪明，可也不差呢。嘿，小心就好，这东西很猛。我知道了。俩小姑娘正说着话，乔奶奶在一旁叫着：“快来了，烤兔子熟了。”真香啊！乔奶奶，您这手艺没得说。哈哈哈哈，宁丫头啊，想学不啊？想。乔奶奶，有空我来跟您学做菜。好啊，只要你不嫌累。乔奶奶，你那边是沙拉酱是吗？啊，对呀，你想吃酱啊？不，乔奶奶，到时候你做酱油的时候，我给你弄点东西放去，那味道啊肯定好吃。啊，真的呀？那太好了。行行，等我做酱的时候啊，一定与你说。宁姐姐，放什么在酱里面会好吃啊？河虾粉。吃了烤兔，傅宁才回到陆家，没想到一进门就碰到了陆月美。喂，天天去那边，你不是相中了我堂哥吧？怪不得你与盼盼那死丫头打得这么火，原来是打这主意啊！傅二丫，你的口味还真重啊，竟然不怕他那脸上的疤，那也吓死你啊！哼，看样子你是迫不及待的想嫁人了。哼，你这话敢对着他说吗？陆月美，你这做贼似的做什么？不敢。我谅你也是不敢。你这种奸酸恶毒的姑娘，除了背后贬低人家，你还能做什么？我敢打赌，陆月美，将来你嫁的男人绝对比不上他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。哼，你也就只配他合适。反正他都20好几了，脸上的疤呀吓跑了好几个姑娘。要不我叫我娘给你做媒。这句话一会儿我会与盼盼说。你敢？哼，怂货，没胆呢就别惹那些你惹不了的人。陆月美，闭上你的臭嘴巴，否则你很有可能马上就嫁掉，有多远滚多远，且没空与你叨叨。哼，谁高兴与你叨叨？别臭美。傅二丫，我警告你，不要去勾引钱四哥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陆月美，原来你想给我当师嫂啊？哼，我可以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别做白日梦了，我思清哥看不上你。呸，我才信你呢，一会儿我就跟我娘说我喜欢他，让他给钱家套信去。傅二丫，我们才是门当户对。门当户对，这陆月美好自信呢。哎，小美，宁表妹，你们都在家呀？哎，小美，你刚刚说谁与谁门当户对啊？三毛哥，我听大伯娘说你今天去你夫子家给小师妹庆生去了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哦，师妹的舅家来人了，她舅娘带她去清福寺求福，她有几个表哥表弟一块去了，我们这些师兄就散场了。傅宁觉得自己与他们没什么可聊，他朝陆凡点点头。你们聊，我先进去了。那个，宁表妹，我有点事想要请教你，可以吗？什么事啊？陆凡越过陆月美，到了傅宁面前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我手上起了一些斑点，你能帮我看看吗？你自己撸起袖子我看一眼。好，就前2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就痒了起来，这2天都上学没空去看，今天又去了夫子家，辛苦你了。他仔细看了看陆凡的手腕，是花斑状的红斑，结合季节，傅宁知道陆凡这是得了花斑癣。可是喜蜡、喜酒，喜蜡倒是真，喜酒倒不，只是与同床一起，经常会喝一些，我好酒。这是汗斑，不是什么大毛病。你自己拿笔来，我给你开一贴口服剂，再开一服清洗剂，3、5天就好了。小宁妹妹，你等等。1刻钟后，陆凡收了笔。想不到您表妹的药方记得如此之清，看来你下的功夫还真是不少啊。陆三哥谬赞了，我除了点记性好，也没什么大聪明，别再夸我了。你们在干嘛呀？娘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
这2天突然手上长出这么多红斑，所以晚上我都痒得睡不着觉。刚刚问了一下您表妹，她说这叫汗斑，还说这是慢性病，不治好的话，每年夏季都会复发的。娘，你不知道，您表妹知道的可多了。怎么就回来了？你师母不是说了，今日让你在你恩师家多待会儿，好好的请教一些学问吗？哦，今日夫子陪他舅兄喝多了，师妹被他大舅娘带去了清福寺求神，我们所有的师兄弟都散了。你们这是在？娘，这是您表妹开的，我这就去捡药。您表妹多谢啊。大方而直接，傅宁觉得陆凡是个爽直的人。哼，你相信的话就去捡吧。信，我相信您表妹能治得了4毛的蛇毒，我觉得这点小毛病肯定不是问题的。娘，我这就去城里了。记得把方子请捡药的看一下，要是不妥，可别乱用。哎呀，娘，你说什么呢？肯定是有用的。啊，您表妹，我娘这人你莫计较，她就是这么多疑。没事，还是陆三哥你问问好，这样你放心，陆伯母放心，我也没责任。你们慢聊，我先走了。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人家好心好意的，你这不是打人家的脸吗？我这毛病这几年都有，吃了药也不见效，你不是比谁都清楚吗？这有什么？又死不了人。三毛啊，娘可警告你，把心思给我放在读书上，一年你可是20几两银子。哎呀，知道了娘，我没有不认真，我走了，捡了药就回来。娘，大宝肚子又痛了，吐得很厉害，而且痛得直翻白眼了呀！快，还在发什么呆呀？赶紧去安仁堂啊！娘，来不及了呀！快，先叫孙郎中，快呀！哎呦，不行，这我看不了啊，真的看不了。这孩子是蛇钻肚，得赶紧送到城里。家里的驴车也不在，这一会儿还来得及吗？傅宁站在门口，孙郎中的话他全听到了。虽然不想去插手，作为医者，傅宁还是没办法看着孩子活活送命。富儿呀，你能不能治啊？要是不行，你可别给我装懂，要不然我家乖孙出了事，你给我赔命。行啊，我没本事，你们自己就好了，爱死爱活是你们的事。娘啊，去城里来不及呀，你就让二丫妹妹救大宝吧。那天那个太医就说了，这蛇入腹，如果肚子结块，她也没办法的呀。二丫妹妹，求您救大宝，求您了啊！对不起，我治不了，羊肉没吃着，我这是还惹了一身骚了是吧？你们自便。二丫妹妹呀，我娘糊涂，我跟你说对不起了。我知道你救得了大宝，求你救他，我跟你磕头了啊！你这当奶奶的，要是真疼你孙子，就让这富家丫头试试。我可跟你说啊，前几天邻村汪家的小子送到安居堂都没救到，就你孙子这情况。娘啊，你帮帮我，求求二丫，大宝是您的亲孙子呀！二丫妹妹，求您了！哎，傅姑娘，大人糊涂，可孩子是可怜的，要是能救的话，就帮帮吧，莫与一个糊涂人计较啊。要我出手可以，如果孩子好了，20两银子，出不出？当然，要是出了事，我可不管。娘，出！找一把花椒，1碗麻油来，赶紧把花椒炒熟，把油倒进去，烧开，然后冷水凉到手能伸进去为止，要快。娘，你帮我烧火。傅宁针灸水平不行，孩子痛得昏迷中直抽筋。他看向孙郎中，孙伯伯，你按我说的几个穴位扎下去，先给孩子止痛。哎，傅姑娘，你不会扎针吗？孙伯伯，我水平太差，孩子又小，我不敢下手。哎，好，你说，我来扎。半刻钟后，陆大宝不抽了，痛也止住了，只不过没醒来。傅姑娘，你真会治这龙蛇病吗？孙伯伯，这根本不是什么龙蛇病，其实陆大宝肚子里是一种虫子。什么？只是虫子？对，就是一种叫蛔虫的虫子。一种虫子就能让人死啊？寻常不会让人死，但是如果肚子里的虫子越来越多，会引起很多的疾病。如果一旦穿腹，那就必死无疑。所以要早发现、早预防、早治疗。傅姑娘，你如何能看得出来这孩子肚子里有你说的虫子呢？孙伯伯，
你看这是什么？白斑。你再看他脸上，是不是也很多这些块状的白斑？对，这种斑很多孩子都有。这里看到了斑点吗？哦，看到了。好，那你再来按按这孩子的肚子，细细按，看看是不是有结块的感觉。好硬啊！傅姑娘，你的意思是说这是虫子在肚子里结了块了？对，就是虫子太多了，它们的身体搅在了一起，把肠道给堵住了，肠道一堵，腹内不通，所以它才会痛成这样。面对这闻所未闻的病状，孙郎中震惊得合不上嘴。那傅姑娘，您能不能再说说这病啊？行。紧接着，傅宁仔细地介绍了蛔虫病史、病因、病症，后来把它的危险、后果都一一说了。哎呦，太不可思议了，太不可思议了呀！我说二丫头啊，你说一会儿我这僧孙会拉虫子出来？对，陆奶奶，我不会哄你。现在大宝肚子不痛了，那是因为孙伯伯给他扎了针，但这痛最多只能止1个时辰，所以现在最主要的是等陆大嫂把那麻辣油拿过来让大宝喝下，把虫子拉出来。当然这不能了事，还得用药把他肚子里的虫卵杀死，否则还会再生。啊，你吓我，你肯定是吓我老婆子的。人家信不信的，傅宁懒得和一个老太婆解释了。一会儿虫子拉下来了，这老太婆自然闭嘴。傅宁请孙郎中开药方，他边说孙郎中边写：孙伯伯，这药方一般来说通用，如果像陆大宝这种严重的，要先解压止痛再下药，而且6个时辰内没有拉出来的话，禁食。好，傅姑娘，您把这夫子给了老夫，可多谢您了。今日老夫没带银子，一会儿一定补上10两。这银子虽然不多，但还请别嫌少啊。别，孙伯伯要是同意，不如我与你一起弄些驱蛔虫的药丸出来，利润我们平分。好，傅姑娘看得起我老孙，这药啊就由我出，药丸我来炼，细账我来做。老孙呐，你倒是个能干的人呐。多谢老嫂子夸奖。不一会儿，陈梅端来了花椒熬过的麻油，傅宁让孙郎中把陆大宝扎醒，然后给他喂药。陆康家的，你现在赶紧去城里捡药，我家里没这个药。就在这时，陆凌天也不知道怎么就过来了，大约是这边的响动太大，门前已经站了不少邻居，惊动了他。给我吧，我动作快。一会儿回来再让他们给你钱，尽快回来。陆凌天没说，接了药单子就走了。傅姑娘，大宝肚子里真的只是长了虫子，如果只是虫子，那怎么可能死人呢？就是啊，肯定不可能是虫子，那是龙蛇，虫子哪能死得了人啊？是龙蛇之子，长大了要出来了，这才会破体而出的。傅宁懒得多说。就在这时，陆月美又跳了出来。哼，你们就听他吹好了，他这是准备与孙伯伯一起赚你们的银子呢。其实啊，很多孩子肚子里都有虫子，甚至大人肚子里都有，只不过孩子更容易生，他们喜欢吃生的地瓜。这种虫子在肚子里不是太多的话，只肚子痛痛，吃点药能杀掉。可是虫子太多了，它们在肚子里就会结成团。你们不信，可以去摸摸陆大宝的肚子，他的肚子里的虫子已经结了团，要是不打死把它拉出来，它们就会钻入胆、肝、胃等等，甚至有的会从嘴里爬出来。天哪，怎么早不知道啊？早知道是这么回事，那刘金家的3狗子也不会没命啊！哎呀，确实啊，那孩子嘴里啊就爬出过虫子。汪婆子还说长乐县的龙蛇要出体了呢。是啊，还有鲁刚家的七妹，去年也是这样的肚子痛死的。要是早知道这种病还能治，孩子肯定还好好的活着呀。傅姑娘，你是说这药丸孩子们肚子不痛也能吃？是的，等孙伯伯做出药丸来，你们都给孩子吃上几个，可能第2天就会拉出虫子来。凤儿呀，你也够黑的，就这么便宜的药，你竟然要我大伯娘20两银子，你的心也太黑了，你吃住在陆家呢。陆月美，看来你又皮痒了，没抽够是吧？你觉得陆大宝一条命不值20两？我是收了20两银子，你不收银子，你来呀，你有这本事吧？这话一出，门口看热闹的百姓瞬间哑口无声。小美，
我对你真的太失望了，3番5次教导你，看来你已经没有办法教好了。回屋。大哥，我又没说别的，都是一家人，用得着说这么多银子吗？进屋，不要让我说第3遍，听到没有？陆月梅的脸涨得通红，她恨恨地咬咬牙，一扭头跑了。今日之事，孙伯伯一清二楚。我这表妹为何要收银子，你们可以问问她，问过之后再评判一下。如果换作是你，这银子该不该收？这天晚上，陆家的晚饭第一次没吃完，还剩下很多，因为看了那虫子，他们根本吃不下。傅宁不敢笑出声来，因为太不厚道。而作为医者的他，解剖后照样吃得香，就别说几条小蛔虫了。宁姐姐，你吃好饭了吗？吃好了，马上来。换上鞋，傅宁拿好催蛇药，跑进了蓝氏屋里。兰姨，我和盼盼跟着他哥哥去掏野兔窝了，可能会晚一点回来。啊，去山边掏兔子窝去啊？是的，盼盼说他哥哥可会掏兔子窝了，我也去。要是能掏着，明天晚上咱们吃红烧兔子肉。可这话才出口，陆朗蹦了出来。二妹妹，我也去，晚上山边也不太安全，我保护你。陆子哥，你没事吗？我有盼盼陪，你不去也没事。这大晚上的，我哪来的事了？二丫妹妹，林天哥小时候是我们村子里最会掏兔子窝的人。听我爹说，以前他在村子里的时候根本没有野兔子来吃豆苗，可从他走了以后，虽然村子里也有不少人去掏兔子窝，但怎么都掏不掉，每年的豆苗都会被野兔子吃掉。机会难得，今天他会去，就算是再忙我也要去啊。他这一叫，陆丰跟出来了，然后陆凡也跟上了，甚至小陆琛也死活赖上。看着院子里的火把，顿时傅宁无语问苍天了，这是去掏兔子窝吗？他闭上眼，这是去打老虎啊。而第二天一早，更多的人看到了陆大宝拉出来那蛔虫后，硬生生的把准备给兰氏做点药丸的傅宁挡在了家里。傅姑娘，快帮我儿子看一下，看看他肚子里是不是也有虫子呀？傅姑娘，给我儿子看，昨天他还肚子痛了。我家儿子现在就肚子痛，先帮我家的看。大娘婶子们，你们都别着急，13岁以下的孩子几乎肚子里都有虫子，不过分严重不严重而已。明天就明天，孙伯伯那里就会熬出一种药丸来，有孩子的都去买上1包，肚子不痛的1岁1丸，吃下便行。如果肚子痛的呢？那就1岁多加1颗。多少钱1丸呢？不会太贵吧？这个我相信孙伯伯不是那种坏心肠的人，如果他价开得太高，2天后你们就到各大药房去买。我早说了，一粒绝不会超过3文。这本就是造福的事，傅宁从未想过发这种横财。正当大伙儿热火朝天之时，突然有人叫：县令大人来了！县令大人来了！二丫，爹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今天你陆伯伯在衙门说这事的时候，大人听到了，特地过来看看。这是齐大人，赶紧敬礼。不在衙门，不必如此，随意就好。这不好吧？傅宁正想说行礼，却见陆凌天过来。草民陆凌天，见过县令大人。看到陆凌天，齐义连翻白眼。哎呦，兄弟，你过来干嘛呀？我能吃了你的小媳妇？本县令是想来看看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美人，让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本县令出手啊！陆公子，久闻大名，曾听闻你在白将军手下从过军，今日终得一见。客气客气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不值一提。大人，请。众人进了陆家内堂，喝过茶后，县令亲自问过了陆大宝的病因、病症之后，老钱，这位姑娘真是你徒弟啊？回大人的话，宁丫头确实是跟着老夫学过一些医术，不过寻常都是她自己看医书瞎琢磨。说实话，我这师傅不如她的地方可不少啊。钱老哥，您可别这么说。是真的，傅老弟啊，老哥哥我这可是真心话。傅姑娘，本大人好奇你这药方从何而来？虽说本大人不懂医术，可本大人见过的名医也不少，但从未听闻过人的肚子里会有这么多的虫子。回大人的话，能进一步说话不？齐义阳光闪了闪，见陆凌天甩了他一眼，摸了摸鼻子，起身。傅杂役，你陪本大人一起过去吧。三人进了陆家上房的檐廊，齐义含笑而立。现在可以说了吧？回大人的话，宁宁小时候在村里悄悄跟过一个神秘老人学过几年，不过是偷学的，
后来他带着他孙女走了，再也没见过。不过我倒是听他私下与他孙女说过，他姓孙，本名叫什么，我真不知道。姓孙？莫不是神医诸葛天的师兄，有半神仙之称的孙天师？大人，这老者在我们村里待了20余年，不大出门，也不与人来往，这偶尔会给村里人看个小病之类的。说实话，那老伯是不是孙天师，小人我真不敢说是。最主要的是，小女并没有真正的与老伯学医术，而是陪着老人的孙女一起玩时，跟着学了点。傅姑娘，你还能看什么病啊？回县太爷的话，目前我只给城西杨家姑娘看过父子病，别的都没看过。傅姑娘，那你这药方可愿意造福天下百姓？当然愿意，分文不取。好，傅家养了个好女儿啊！这药方我代表朝廷收了。傅杂役，本大人命令你拿好药方，明天早上送来衙门。遵令。药方献给朝廷了，顿时村里也传开了。白给啊！对呀，那县太爷1分钱都没出。没出，是傅姑娘不要。嚯，这姑娘傻了吧？这药要是自己制出来卖，那还不发死呀？是啊，我看那姑娘啊，就是脑子有问题。傅玉泉才不去听这些话，他看着自己女儿，一脸赞许。儿呀，爹为你骄傲。爹，这些药方我多的是，你别心疼啊。献出这个方子，我希望以后你在衙门会好混些。对了，我上回又给一个贵人看了病，得了不少银子，准备在城里买个院子。等我准备好，想办法让你和娘、弟弟妹妹出来住。傻丫头，怪不得你娘天天叨叨说你是最善良、最孝顺的姑娘了。她真了解你，院子住不住的爹都不在意，你能够想到这些，爹很开心。爹，娘和弟弟妹妹这几天都好吗？好，都很好。六丫那丫头天天念叨着在明月楼的那顿饭呢，还说那个乔大哥哥是个好人，下回呀，他还要来吃呢。爹，过几天要是娘能出来，你再带他们出来，我们再去吃，不要怕没银子。你放心，我们家呀很快就会有银子的。这天中午，陆家的饭菜非常丰盛，有鸡有肉，四荤四素。陆老爷子举起酒杯，贤侄，你养了个好闺女啊，老头子在这里多谢她了。陆伯伯，您客气了。这些年在您手下，我可是得了不少关照，说这些客气话就太见外了，应该是我敬您。一餐饭宾主尽欢，陆启谦说了认干亲的事，日子选在6月初6，是个大顺之日。傅玉泉同意了，并且说到时候一家人都会来。送走了傅玉泉，陆老爷子眯眼看着自己二儿子的屋子，仿佛在自言自语。看来这傅杂役要出息喽。凡儿他今年有没有本事种秀才呀？爹的意思是想和傅家结亲，用凡儿吗？那你觉得用风儿？那姑娘别说风儿年纪还小了2岁，就是大2岁，她能看得上风儿吗？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有什么用？只要爹同意，我与你都做不了这个主。我的儿子，我自然有权利做主。孩子爹，我可不是固执，只是你也看到了，那丫头根本不是个服管的性子。你想想，世间婆媳关系有几个好的？那丫头根本不会服管，到时候她根本不会把我这当婆婆的放眼里。现在二房要认她当干女儿，恐怕到时候我不是多了个儿媳妇，而是少了个儿子。那怎么办？我看呐，爹这意思很明白，反而现在不可能先定亲了，否则爹肯定会恼怒我们这一房的。那就让那丫头早点嫁人。这可不是我们的女儿，我们可没有权利让她早些嫁。哼，看我的！等忙完这几天呢，我回一趟娘家，到时候竟让她早点滚出陆家。你可别乱来啊！现在傅家可是入了县太爷的眼，到时候别没算计到别人，倒是害了自己。放心好了，我心里有数。你这是要出门？上次黄掌柜的送了我1包银针，还答应让张郎中带我学针灸。现在师傅不在，我想去那边学几天，顺带给兰姨做几粒药丸。我送你。你不是去砍柴吗？不重要，晚上过来学练字吧。你等着，
我叫盼盼陪你去，傍晚我再把你带回来。你怕人看到，说我们闲话？你不怕？不怕，我怕什么呀？我反正名声不好，嫁不出去，有什么可怕的？你怕什么？你怕传出闲言，娶不着媳妇怎么的，是不是？臭丫头，你老这样试探我，真的好吗？我暂时不想娶媳妇。那你想什么时候娶媳妇？明年吧。这下傅宁不太理解了，这丫的年纪也不小了吧？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反正就是觉得明年再娶媳妇合适。我把计划放在明年。黄掌柜的见到他十分的兴奋。傅姑娘，您来了呀，真好。哎，你这脸上是怎么回事呀？刚才在驴车上，陆盼盼非得把他的脸给涂黑了一半，说这样不打眼。黄叔，这几天忙，让你久等了。我脸没事，就是晒多了太阳。哎呦，不客气不客气。张郎中出城啊，我先带你们认识认识伙计们。哎，好的。来，这是来顺，这是来旺，他们兄弟俩呀，都是我的亲侄子，来顺管解药的。来旺啊，跟李郎中学医呢。两个人都比傅宁大点，他客气的称来顺哥、来旺哥。啊，这是铁牛，你认识的，他专煎药也学解药，是我的小儿子。哼，铁牛兄弟既然是皇叔的儿子呀，怪不得这么机灵。哎呦，夸奖夸奖！铺子里还有2个郎中，一个是陈郎中，一个是孙郎中。陈郎中这回有事出去了，孙郎中今天休息，下回再介绍给你。就在这时，门口出现2个人。爹，我们回来了。哦，哎呦，来，正好啊，傅姑娘，这小子是我的次子黄修，这位就是陈郎中。老陈呐，这就是我提过的傅姑娘。陈郎中好，黄二哥好。傅姑娘，听说跟前妻学过医呀？是的，我向钱伯伯请教过医术，而且他带我出过诊，医书也全是他借我看的。哦，怪不得。啊？你不知道钱郎中为何不行医，改做仵作吗？没问过。林家知道吗？知道。他行医时得罪了林老爷的宠妾谢氏，替谢氏针灸时扎痛了他，从此啊，不得再替人针灸，不许再开药铺，再坐诊。陈郎中，那官府不管吗？行医之人，谁能保证不出一点差错？又不是神仙。哼，管不了啊！这谢氏生的女儿正是成王的宠妾，这东江3府是成王的天下，谁会替我们老百姓出头啊？谢谢陈郎中提醒我，以后我会远着林家人。你确实聪明。谢谢夸奖。就在这时，门口出现一人。王云海，我家二夫人请张郎中出整一趟。哎呦，府管事，这林府自己有郎中，而且水平比我铺子里的人强，张郎中去不合适吧？而且他已经出诊了。哼，让人把他叫回来不就行了？我家二夫人重要，还是那些个贱民重要啊？你可知道，我家二夫人那是成王都看中的人呢。张郎中去了县衙，县太爷夫人有些不舒服，一时半会儿恐怕是叫不回来了。老夫随你去吧。你不行，张郎中才是这方面的郎中，你去了没用。那他不在呀，副管事，这老夫可不敢去县衙要人呐，麻烦您谅解呀。你不敢去要人，你这意思是让林家去要人了？黄掌柜的，铁打的江山流水的兵，林家可是世代居于此地的人，你最好想明白喽。掌柜的，张乔不在，不如您带着他的女弟子去好了。上回杨家姑娘的脉也是傅姑娘把的，张郎中和她一起出的方子后急对症呐。你们有女弟子？黄掌柜不想傅宁去林家。宁姐姐，我给你送糖水来了。正在黄掌柜犹豫之间，陆盼盼端了一大碗的红糖水过来。傅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我有一点小毛病，就是空久了不喝糖水就会头晕。啊，那你快喝，去那边坐着。傅宁正要过去，可福管家眼一眯，手一指：“就他，你带他去。”啊，去哪儿啊？林家的二夫人病了，想找张郎中去看看，可他不在。老夫说过我去，但福管家看不上啊。宁姐姐，你赶紧喝呀，别再晕倒了。刚才要不是哥哥来得及，你就倒地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姐姐的毛病很多年了，而且一直都治不好，刚刚下驴车就差点晕倒。他连自己的病都治不好，
你竟然敢推荐他去给我们二夫人看病？我说姓陈的呀，你是不是想害死我们二夫人呢？不，副管家，您知道的，有的人他的病是娘胎就有的，就算是神医在也没办法改变呢。这位姑娘早产，也正是因为底子薄，这才学了一些医术。哼，学了点医术也敢给我们二夫人看病呢？没，傅姑娘对学医有天赋，而且她只专学了妇人病这一方面。前不久，城西杨家三姑娘的病就是她给治好的。陈郎中是好心，真的是好心。当然，我们医馆对妇子病这一块，这除了张郎中还算可以，这其余之人实属是不精通啊，对不住您了。算你还有些自知之明。行了，不管如何，就你带着这姑娘去看一趟吧。副管家，在下真没有把握呀，您真让在下去吗？怎么，林家请你不动吗？不，没这么回事，只是在下怕手艺不精，解不了二夫人的病痛而已。副管家，别说是您亲自来请，这就是知会一声，在下也得去呀。黄掌柜的满头大汗。只是您知道的，这在下的手艺真心是没办法与太医的医术相比啊，怕的就是自己没这个本事啊。看着黄掌柜对一个管家如此敬畏，由此可知这林家有多强势，有多逞强欺弱。林丫头，糖水喝完没有？喝完了出来。我碰到了一个游医，他说绝对有把握治好你的肌肉。这什么情况啊？眼前的人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呢？可这大叔又是谁呢？一抬头，傅宁看到了那双眼，顿时一抹额头。天哪，陆大叔，你这化妆水平也太强了吧！下一回头，傅宁才知道陆盼盼不知何时走了。傅宁知道是陆盼盼去报了信，陆凌天不让他去灵府。我喝好了，皇叔说想带我去给灵府二夫人看病，要不一会儿我再请那位名医把脉。灵府二夫人的病据说已经请了齐太医好几回了，黄掌柜去有何用啊？副管家，在下傅九是您丫头的叔叔，我那边碰到一位自称是神医的郎中，不如请他去看看。难不成是诸葛神医？他没说，他番子上写的是专治疑难杂症的神医，所以我想把我侄女儿带过去请他看看。大叔，别闹！好在这边副管家着急，根本没听到两人对话。走，领老夫去看看。林丫头，赶紧着，神医可是很忙的。皇叔，一会儿我再过来。程客，店里你负责，我也去看看是什么神医来了。本神医外号太上老星，小丫头既然知道老夫的外号，看来真是有缘了。快啊，上去见过老神医。小女傅雨宁见过太上老星，今日要辛苦老前辈替我看看这老毛病，小女子先说声辛苦您了。贱丫头，给我滚开！喂，老头，赶紧拿上你的东西，跟我回灵府。啪的一声，副管家的话一落，一只拂尘落在了他的嘴上，顿时心血长流。哼，我老人家都活了90几年了，头一回见到这狗仗人势的狗奴才。老头子，哼，看来是真不知道这东家人品有多差呀，教出了这样有眼无珠、口出狂妄的狗奴才来。哪来的老匹夫，竟然敢打本管家！你别走，老子要让你好看。狗奴才，你想用谁好看呢？来，你瞧爷我没见识过什么叫好看的，小爷我打你个桃花朵朵开，你说会不会很好看呢？话才落下，副管家再被抓起，紧接着啪啪啪几声，他的脸肿成了猪头，满地是落牙。好看吗？你是什么人？在下乔迪，朝中乔太傅是我亲祖父。狗奴才要报仇是吗？来，小爷把京中的地址给你，等着你来京城找我。什么？这位就是乔太傅的孙子，帝师的孙子，他今日这是惹上了什么人了？副管家完全蔫了。突然乔迪手一伸，一粒药丸塞进了副管家嘴里。哼，狗奴才，今日本公子的恩人下山行医救人，积德修行，竟然遭你一个奴才轻视了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。今日赐你一味九转丹，一日痛9次，提醒你，这世间你林家算个屁呀，不过是一个妾的娘家，竟然还插根大葱装大象，什么玩意儿？滚！副管家吓得连滚带爬的跑了，黄掌柜的看得胆战心惊。傅姑娘，你先忙，我先回去了。哦，皇叔，你先回，一会儿我看好了再来。哎，太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丫头，那人体图是你画的？是我画的。太爷爷，我画的好吧？
我跟你说啊，山水画什么的我水平不行，可画这个嘛，我那几乎是一挥而就。不过他承认那画确实是好啊，只是这丫头从哪儿看过男人的身体呢？还画得那么详细。诸葛天的眼光突然开始上下打量起了陆凌天来。看着这眼光，陆凌天仿佛身上的衣服都被人脱了一般。他很清楚老前辈被那画给震撼到了。太爷爷，我画的不好吗？好，你画得很好。你有这个图，这以后你说的那个在人身上动刀子的成功性肯定会加大许多呀。太爷爷，想要更全面的了解，还得找死囚的尸体，那个泡尸体的药要赶紧弄出来，只有这个弄出来了，这尸体才不会腐烂。傅宁把尸体说的如同几块猪肉一样，一边的乔迪与陆凌天脸皮猛抽。太爷爷，弄不出来是吗？不难，这点小事儿难不倒你太爷爷我。小丫头，这陆小子说你刚刚头又头晕了，怎么还会呢？难不成老头子的药没起效吗？太爷爷，您的药啊都要没效果的话，那世上的药都会没效果。我刚才头晕是因为坐久了，猛然站起来才出现的瞬间反应。而且刚才我喝了一大碗红糖水，现在我一点事都没有啊。太爷爷，您不是说想喝好酒吗？哦，小丫头，你的意思是给老头子准备了好酒？我酒啊是没准备好，可换了一套能做好酒的设备，而且我也知道一些酿好酒的配方。您要不要请人试试？据说呀，这个酒能点火。在哪呢？丫头，快给老夫瞧瞧。翻开小荷包，傅宁小心翼翼地把纸拿出来，翻开后放在一边的石桌上。太爷爷，这样您可能看不懂，您听我解释。可一听完，诸葛天的目光沉静得如同山间深潭。林丫头，这个你真的给太爷爷了？太爷爷，这是孙女孝敬您的，当然给您了。不过100斤之粮最多可出6到8斤酒，出多了酒就不烈了。好，丫头，既然是你的孝心，那太爷爷我就收下了。你写的那个蛔虫方子，老夫也看到了，这2天准备送去京中呢。说吧，想要些什么赏赐呀？太爷爷，我可没想要赏赐，不过一个药方罢了。要他能利国利民，就是他最大的贡献了。好好好，不愧是老夫认下的义孙女啊！来，这个拿着。手一抛，傅宁手中又多了2瓶药丸。他双眉弯弯，太爷爷，这个是给我吃的呀？当然是给你吃了。刚才我把过你的脉象了，恢复的算是不错。现在这个是固本培元的东西，不是药，这身体弱的人都可以吃。那弟弟妹妹吃行不行啊？谁吃都行，这不是太贵的东西，不必心疼。太爷爷，不是你说你去七仙山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送来了。丫头，今日太爷爷就是来找你，就是想带你过去帮他看看的。傅宁也很想看看这九皇子的心脏病到了哪一个级别。他在哪儿？明日会到。这明日一早啊，你照常来医馆学医，到时候我让凌天在大路上等你。好。诸葛天还有事先走了，傅宁准备去医馆，可陆凌天却说他要的院子找好了。一瞬间，傅宁万分惊喜。找到了。对，找好了，你去换身衣服，一会儿我们一起出去。好，陆公子您来了。赵掌柜，我带人过来看看院子。好，来，请。随着这赵掌柜，傅宁先看了铺面。2层的铺子，1楼是3间，地面开阔，干净整洁，青砖墙面，青石地平，平坦而整齐。2楼也是3间，却是单独的3间，窗户大，楼层高，通透空旷。傅宁实在是太满意了。楼下开店，楼上放药，这也太合适了。陆大哥，你眼光太好了，这个院子很好。走，再去看看后院。铺面如此满意，傅宁都不太介意后院了。陆大哥，这得多少银子呀？我不知道买不买得起。主家要去京城，这边上又是林家的店子，别人家不敢买，所以只开价600两银子。天啊，好贵呀！
600两，这也太贵了吧！好贵！一边的乔迪一听，哗的一声，再次吐血而亡。小丫头，你可知道这铺子是老子花了1斤2盘下来的，又花了近500两才做成这个样子，你还嫌贵？600两，老子的媳妇本都没了。是有点贵，可这地段好，铺子的结构都住人家，在这里开药铺，生意肯定会好的。陆大哥，这院子呢，我真的很喜欢，不知道这东家在哪儿，能不能与他谈谈价钱？要是能再少一点，我买了。赵掌柜，这院子的价格你能做主吗？能，不过这院子的价格已经很便宜了，在这街上，这样的院子就是1000两放出去也会被人抢掉的。公子，当家说了，这寻到有缘人，他愿意再少50两。好，就这价，我要了。亏大了。傅宁真不知道，这古代牙行的人办事如此周全，连地契、买卖契都带在身上不说，还带着印章。可人家什么都带了，唯独他银子没带。阿迪，你可带了银子了？有。那就好，你先给小宁垫着，等他拿来了再还给你。没问题，不还也没问题。反正啊，就当他送给他们的结婚礼好了。傅宁今日实在是太高兴了，拿到了地契后，他大手一挥，哼，走，今日我请客，明月楼。我点菜。哼，尽管点。小丫头，一会儿我让你知道肉痛是什么滋味。房子到了手，傅宁顿时觉得自己像个土豪了。楼上楼下看过3次后，他手掌一拍，这楼上楼下我有了最新装修计划了。不知道你们谁认识做这一行的人？阿迪认识，前不久他刚刚改成了内院，你一个姑娘家也别担心这个，想怎么做画出来交给他。阿迪反正今日没事儿，就交给他吧。小子，不回京，那你就办点正事吧。乔迪哥，你帮我找人装修，等我的药铺开张后，算你一份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今日真的很多谢你，这铺子到时候你们2人都来凑份了，1人1股，陆大哥1股，盼盼1股，你1股。凭什么呀？他失银子还得赔上功夫，他只得1份，人家2兄妹什么都没出，却得2份。再一次，乔迪的血又吐光光了。到了明月楼，乔迪决定报仇了。齐掌柜的，今日这一餐，把牢里最好的酒菜送到清风京来。陆爷，您来了。您呢？听说傅姑娘会教厨子们做卤菜，她哪天能来呀？她来了，今天这一餐由她在你这楼里请客。老大，还有这种操作方式的吗？这一餐宰的不是这未来大嫂，而是他亲表哥呀。乔迪咬牙，算了，那些贵的就别点了，小心表哥找他算账。齐掌柜，拿菜补上来。等傅宁教大厨们做卤菜的功夫，陆凌天买来了他要的纸、笔、墨条等。等2锅卤味上来后，他的图也画好了。先装前面，然后再改造后院。那后院看样子就刚改过了，你还要改啊？改，画出一边来当临时住院处，再弄出一间做手术的地方来。我要打造一间世上最精致的手术间。手术间？对，就是给受伤的人、生孩子的人专门治病的地方。对了，还得有一个厨房，这样能煎药，能做饭吃。好吧，鬼才的世界他不懂，乔迪决定好好吃一顿。这是什么？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个什么鬼东西啊？猪小肠啊。怎么了？不爱吃啊？那是装猪屎的东西，这也能吃？我不吃。不吃拉倒，我的秘制卤小肠可费了不少好料呢，你不吃啊，可是你的损失。我吃。哼，吃吧，小肠没什么油，多吃点没问题。不过啊，一会儿爆炒大肠上来了，你得少吃点。这丫头还真是百无禁忌啊。傅姑娘，这桌上的客人吃了桌上送出的卤菜之后都点了，特别是那爆炒大肠已经来不及卤了。齐掌柜的话一落，乔迪那种无语、尬、不解，想哭哭不出来，反正各种情绪统统上了他的脸。陆凌天想笑的不行，可此时他不能笑，伸手夹了一串小肠放在乔迪碗里。吃吧，这一切的食物都值得敬畏，因为它都能养活人。世间没有食物的贵贱，只有是食物还是不是食物之分。乔迪觉得老天不公平，自己这老大天赋已经逆天了不说，相中的一个村姑也是个逆天的存在，
这世间还有公理可言吗？赌气的把麻辣香肠吃下，乔迪心气不平。小宁子，这真的都是你做的？不是我做的，我就说怎么做，料怎么放，全是李大厨做的。说实话，我不太会做菜。哎，我叫2个人跟你学，收入给你2成，不许不答应。你要不答应的话，我就与你绝交。不行，刚才我与齐掌柜的谈定了，这方子这做法不传任何人。你要是想分一杯羹，找齐掌柜的好了。他妈的，这还有天理不？他守着一个钱宝宝没发现，倒是被他那啥事也不管的表哥钻了空子，占了便宜，活不下去了。老大，你真的是好过分哦！你还有什么好点子吗？一时半会儿没想起。要是有烤炉有材料的话，我倒能做出奇幻蛋糕、面包、牛奶糖什么的。可乔迪没听明白，那烤箱那是什么呢？就跟炒茶叶一样的东西。不是，炒茶叶的是炒锅，可烤箱是考虑到4周加温。我不知道怎么可以做得到。哎，那东西怎么弄啊？哎，你画出来，到时候我找人做出来。做出来有用吗？没电的时代，做出来也只能看看吧。傅宁转动起脑子，想起现代他所喜爱的美食。要不等秋季的时候做点蒸蛋糕、米糕、红糖枣糕之类的。哪个好吃啊？好吃啊，绝对的好吃。那你现在能不能做？能啊，我做给你尝尝没问题。不过天气越来越热，这东西容易坏，也不知道好不好卖。我看春秋季最好了，而且要做这个，最好也要做些东西，否则太累。哎，做什么？只要你画得出来，我保证给你做出来。我见一头母牛在天上飞。啥？那是乔哥哥，你在地上吹呢。乔哥哥，您姐姐说你在吹牛。傅姨娘，你这是不相信我的能力啊？不，我相信。那你画出来。好，你等着。不过那些东西不容易画，你不能催我。多久了？现在4月下旬，京城几月份开始天凉了？哦，7月底。哦，那还有3个月。行，1个月内我把要用的东西都画给你，还有2个月你去打造，应该来得及。那当然，保证给你做出来。嘿嘿，乔大公子，你能做出来，我的衣铺啊，分成到时候再增加1份给你哦。转眼啊，3天时间就过去了。九皇子的病已经看过，先天性的心脏病，除了换心脏，傅宁也没办法。想到了后世几个流传的药方，他写了出来，给了诸葛天，于是也没再管。如今他的图也画好了一部分，画好的陆凌天都送去了给乔迪，给陆盼盼弄了点减肥餐后，一瞬间傅宁相对又空闲了些。即将5月，村民们的油菜开始收割，秋苞谷开始播种。这天晚上，明天大家都早点起，除了家中做饭的人，所有人都得去，争取1天就把油菜都收完，后天就翻地，大后天就种苞谷，3天务必结束。爷爷，您说这里所有的人明天都得下地吗？当然得去了，除了七毛与大宝2个还小就算了，这其余的人都去。哦，爷爷，二丫妹妹是客人，她不应该去。大哥，客人要住这么久的吗？听娘不是说她就是陆家的女儿吗？既然都是陆家的儿女，为什么她就不要干活呢？小美不想去，就在家里帮着做饭好了。小宁，你忙你的，这些事啊，轮不上你来做。在伯伯家，你是家人，也是客人，更是恩人。就是，你就看你的医书，扯你的草药，田里的事啊，跟你没关系。二丫姐姐，这些天你天天跟盼盼姐在一起，做什么呀？昨天去找你，她说你在忙，不让我进去呢。哼，其实也没忙什么。一会儿你去我屋里，我告诉你我们在忙什么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那就定了呀，一会儿可不许哄我。不哄你。伯伯、兰姨，其实让我动一动也是好的。这几天是忙收忙种之时，我或许不能做多少，但你说了，我是家中一员，应该去。林丫头说的对，既然是家人，吃在一块，那做也在一块，就这么定了。就这样，大伙都去。爹，房儿也得去吗？他读书这么忙，就算了吧。读书也讲究个松弛，也养成个百无一用的书生，
自然都得去了。还有10几天，凡儿就得参加县试了。就算要放松，也不在于这一次吧。天气这么热，万一他中了暑，就出大麻烦了呀。孩子爹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娘，爷爷说的对，读书之人要是不是农士，将来就算有机会当官，也当不成个好官的。我去吧，要学的话也不差这3天功夫。凡儿说的对，要学也不差这3天，很好。说完了事，大家就散了。小宁，明天你还是别去了吧，现在外面有些晒了，你在家里啊帮着你王奶奶做饭吧，这样也精神些。陆伯伯，我在傅家也得干农活的，没关系，我会戴好竹帽。不用，真的，你是客。伯伯，您让我常住，就别阻拦我下地。播种、插秧、打禾、收割啥的没做过，但这个旱地的事啊，我没问题的。再说了，做饭大伯娘已经定了陆家大嫂与月兰，我要去抢了活儿，她肯定会不高兴的。早些休息吧，这明天要是累了呀，就自己抽着空休息，可千万别累着了自己。行，我知道。伯伯，您早点休息。陆凌天家的油菜种的不多，因为种油菜的时候他刚回来不久，而且自己祖母又生病，于是只请人帮着种了2亩地，而且这2天还不能收割。当他看到自己伯爷田中那忙碌的像只小工蜂的小身影时，眉头紧紧地拧了起来。今天没过去找盼盼，原来是来地里干活了。不是来陆家做客的吗？二叔怎么会叫客人来地里帮忙？这也太不知礼数了吧。一瞬间，陆凌天心里隐隐地升起一股怒气，他都不舍得辛苦他做粗活，他们倒是使唤起一个客人来了。二叔、二婶，今天在收油菜呀，今年的油菜长得不错，看来是个丰收年呢。凌天，你这是去山上打柴火？你说的没错，今年的油菜确实很好呢。你呢，进来铺子里生意好吗？他的打铁铺里每天都要很多的柴火，而且要特殊的铁树当柴火。你们今天收油菜吗？是的，今日啊，我们都换了柴回来帮忙了。这油菜不及时收起来，得倒地喽，到时候就麻烦了。这倒是真的。你们家这有好几亩吧？一天可收不完呢。总共有7亩多，不过人多呀，收起来也快。我们换了3天工，所以今天必须割完，明天要翻地，等候啊才能种下。好，那你们忙，我先去了。哎，你忙啊。爹，堂哥他那铺子里的生意还好吗？我不太清楚，这刚没开多久的铺子，我瞅着生意不会太好，有生意呀也是些小生意，赚不了几个银子的。爹，今年底也得退下来了，你说大哥能接他的位置吗？这个爹可不敢说。新县令齐大人看起来年纪轻轻的，可却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，没人知道他的来历，也没人知道他的性情。也就是说，大堂哥很有可能接不了爷的位置了。二毛，想不被人欺踩，只有自己强大。爹已经失去了机会，希望你努力呀。爹，今年的院试，儿子一定拼尽全力。好，如果你想的话，还是回书院继续读吧。爹，再说吧，现在我自己看书觉得也不错。你心中有数就好。去书县衙。钱武宗，你那女弟子可还有什么本领？大人，您有何吩咐呀？我夫人正好这2天身子不舒服，是女人事，她想找个懂些医术的女子在身边陪陪。这样吧，你把她叫来给我夫人看看吧。大人，您丫头年纪不大，而且这学的也不多，伺候夫人能行吗？而齐毅一听这话，却在想，侍候啥的，那杀神的人他敢使唤？行与不行，不是得看过才知道吗？我倒觉得傅姑娘年纪虽小，本事却很大。你行医几10年了，也不知道人肚子里长了虫子的病吧？赶紧去吧，2个时辰之内让他到府上去。好，属下马上就去找傅兄弟，让他把女儿接过来。马上。爹，怎么回事啊？钱伯伯很少出诊的，今日要去哪儿出诊啊？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你钱伯伯说，这县令大人让他去给夫人看病，可夫人是个女子，所以啊，这才让我把你叫过去。2人很快吃了面到县衙，等他们一进去，前妻已经在那边等着。丫头，你要好好表现呐，要是入得了夫人的眼，以后可就有福了。师傅，要是弟子有这福气，以后绝对忘不了师傅的恩情。好，我这呀也算晚来福了。来，先坐一会儿，我与你说说夫人的平安脉是怎么样的，一会儿到了那里，你也好心里有数啊。
大约下午3点左右，傅宁已经站在了县令大人的后衙。傅姨娘见过齐大人，宋夫人。傅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来，认识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夫人宋初雨。民女傅姨娘见过宋夫人，宋夫人好。这也太小了点吧？齐义想笑，小是小了点，可人家老牛就爱吃嫩草，不行啊。傅姑娘，我听我家小七说，她与你是好姐妹，如果不嫌弃，叫我一声姐姐就好。啊，叫姐姐？叫县令夫人做姐姐？哼，怎么不想认我这个姐姐？哼，宋姐姐。哎，小宁啊，听我夫君说呀，你把一个秘方献给了朝廷，你真是好样的呀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们大齐国一年有多少孩子死于这个病吗？你要是知道了，肯定知道我这不是故意夸你的了。宋姐姐，作为医者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，不辱使命。如果我能为百姓做点事，我心已安。哇，陆凌听这小子眼光也太好了吧，一个小村姑竟然说得出如此大气的话，就是朝廷上许多的大臣恐怕也没有如此高尚的情操啊。小宁，你让姐姐敬佩。前妻已经走了，茶是傅宁自己炒的茶。宋初雨喝了一口。啊，小宁啊，乔迪是大人的表弟，你知道吧？宋姐姐，他没有我说。还有明月楼啊，也是我开的。你那个卤菜刚推出3天，可火爆了。小宁啊，你这小脑袋瓜里到底还有些什么宝贝呀？听说啊，你还会做什么蛋糕？就是用鸡蛋、面粉做的点心而已。它可以蒸，可以烤。宋姐姐，你要想吃，我一会儿再做一点给你尝尝。真的呀？那我可有口福了。红糖糕、鸡蛋糕、牛乳糖我都会做，只要有材料就行。不如你和乔家表弟那个啥点心铺子，我也凑一股。宋姐姐，如果乔大哥不愿意让股份，我的让一半给你。等准备铺子准备开张时，我出做糕的法子，你们出银子出铺子，如何？行，且别的没有，可铺子倒是有几个，一言为定。两人说得很亲热，一边的齐义只默默地听着没插嘴，直到茶过3巡。小宁，听闻你医术了得，我夫人身体确实一直有些不适，可否能够帮忙看看？大人，民女从命。宋姐姐，可否一句内事？小宁，你既然认了我夫人当姐姐，以后我这样叫你名字，你就叫我姐夫吧。大人姐夫，民女遵命。大人姐夫，小宁啊，你这叫什么叫法呀？别，你愿意叫他一声姐夫，他得偷着乐呢。小宁妹子，别叫什么大人姐夫了，太拗口了是不？以后就叫姐夫哈。姐夫好。傅宁的聪慧让宋初雨更满意。陆凌天与自己的男人是生死之交，如果他与眼前这姑娘关系不好，以后见面就尴尬了。这就对了，小宁啊，我们进内室吧，赶紧给我瞧瞧，我这几天呢，身上确实是极不舒服。行，只要宋姐姐相信我，那我就献丑了。哟，这是谁呀？两人正要入内，突然门口闯进来一位姑娘，年纪约17、18。李玉山呢？你跑我家来做什么？宋初雨，这不是你找来给我林哥哥生孩子的女人吧？我告诉你，林哥哥的孩子只能由我生。新太爷啊，你妹来了，我就不打扰了，你们慢慢聊。小宁，跟姐姐进去，不要理这疯子。哎呦，这姐姐都叫上了，还真快呀！林哥哥，这个漂亮姑娘，你准备给她什么身份呢？贵姓还是同房啊？哼，我看你这打扮啊，应该是个村姑吧？颜色不错，但是身份太低了，我看就做个通房也足够了。这话一落，宋初雨上前举手，啪的一声，宋初雨的巴掌就落在了姑娘的脸上。李玉山，你不要脸来抢我的夫君，有本事跟你抢去好了，可是你敢侮辱我的妹妹，这就是后果。你敢打我，林哥哥，他打我，这只不会生蛋的老母鸡，他打了我。李玉山，你是个姑娘家，有些尊严好吧？你根本就不是我表妹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我早告诉你了，我只爱宋初雨，除了她，我谁也不爱。
林哥哥，我到底哪里不好？你竟然这样说我！10岁起我就喜欢上你了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？现在我都不要你的正妻位子了，你为什么连个平妻位子都不给我呢？这么的爱你，喜欢你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？李姑娘，你跟着九公主，别的没学会，这不要脸倒是学得一套一套的。想要男人呢，去大街上抢啊！臭不要脸，竟然敢跑到我家里来，抽你一巴掌，算是看在我婆婆的面子上。县太爷，这人太吵了，烦。来人，把李姑娘送去禁医院。我不去，谁敢管我？雨山，我再与你说一次，我这辈子只会娶宋初雨一个。你要再闹的话，别怪我不认你这个表妹了。可她是一只不会生蛋的鸡，表哥，你是侯爷，又是堂堂国舅爷，难道你想绝后吗？李雨山，我再告诉你，就算小雨不会生，我也只会爱她一个，只会娶她一个。她要真不会生，我会过继一个侄子。李玉山真的绝望了，他为了找到表哥，整整找了半年，可没想到竟然是这个结局。奇异的表白慰藉了宋初雨的芳心，他拉着傅宁进了内室。我夫君不姓齐，而姓易，叫易林，我姑姐就是当今皇后，我去世的婆婆是大长公主，只是已去世多年了。我婆婆并非真正的皇室之人，而是先帝幼年出世时的救命恩人。先帝登基之时，亲封她为长公主，并且亲自定下了我大姑姐与先帝的亲事。李玉山是长公主明珠公主的独女，这个明珠长公主年轻时候与我婆婆最要好，形如亲姐妹，所以李玉山也是先皇亲封的和宜郡主。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，可以追溯到10年前。据说当初的易林少年天才，以13之年纪中了状元，又相貌俊秀，深得京城姑娘疯狂追求，其中高家的高馨姑娘明珠大公主的嫡女李玉山为首。可没有人知道，易林9岁失母后，与宋初雨的二哥宋景成了同窗，两人亲如兄弟，几乎隔3差5就留在宋家。而宋初雨却习武，对文弱的易林并不心动。哪知在易林18岁那年时，他遇到人追杀，被宋初雨救下，得了一心病。只要宋初雨不在他身边，他就成了厌食症。用尽了办法，施尽了各种药物，甚至先帝把御厨都给他送来了，他就是吃不下。人越来越瘦，先帝直接赐婚。听完故事，傅宁很好奇宋初雨对国舅爷的感情。宋姐姐，那你现在爱姐夫吗？宋初雨长得非常好，五官明亮，飒爽英气，与宋初寒有7分相似，真正的亲姐妹。其实啊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从嫁给他后，我觉得挺幸福的。宋姐姐，那如果姐夫身边收下别的女人，你会难过不？啊？比如说他娶平妻，娶美妾，你心里会不会难过？那我就离开。那你是因为难过离开呢，还是成全他离开？难过。哼，宋姐姐，我瞧着你呀，深爱姐夫。真的呀？哼，当然，信我。虽然自己也没谈过恋爱，可傅宁弄得清楚。宋初雨突然担心了，小宁啊，我成亲4年都没生孩子，万一我不会生，我怎么办啊？我不想他娶别的女人。别急，生孩子不一定就是你的事，能不能生得出孩子，男人同样有责任。宋姐姐，你躺在床上去，我给你仔细检查一下，一会儿我问什么你答什么。小宁，你说什么？你说女人不生孩子，男人也有份儿？哼，当然呀，没有男人，女人能生得出孩子吗？女人会生病，难道男人就是铁金刚，就一定没病？好有道理啊！为什么以前都没有人这样告诉他，让他这3年来过得这么的压抑？宋初雨拉着傅宁的手，小宁，你一定给我仔细查。好。室外，齐毅闭眼喝茶，他在想，如果他的夫人真不会生，那么就把自己大堂弟那个刚生下来3个月的长子抱回来好了。而舒塔肯定愿意。室内，宋初雨躺好，心中很忐忑。可傅宁已经在凝神闭气地扫视着他的全身，根本没有空来安慰他。小宁，看出来了吗？有没有看出是不是我有问题呀？
宋姐姐，确实你是有问题的。砰的一声，门外传来了响声。听到这声音，两人回了头，见门口站着的人宋初雨眉一拧：“红莲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有没有伤着脚啊？”小姐，你要怎么办呢？如果你受不了小少爷和怡郡主，一定会告诉皇上，让皇上给他赐婚的。哼哼。小宁啊，她是我从关外捡来的丫头，7岁起跟着我，没爹没娘的孤儿。你别怪她，她是替我难过了。宋姐姐，我不会怪她的，只是红莲哭早了。我只是说你有问题，并没有说你的问题解决不了。红莲，听到没有啊？别哭了，太丢人了。小姐，奴才是吓着了，奴才……既然有救，那就不必担心了。早已经坐了起来的宋初雨笑了笑：“小宁啊，这丫头呀，就是我半个娘，天天担心这儿担心那儿，真当是不知道谁大喜啊。”宋姐姐，因为你对她太好，所以她才担心你。要是换个外人试试……那是，你说的没错。说吧，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？宋姐姐，其实就是您的子宫里有个瘤，这应该是您一直没怀上孩子的原因。你说什么？我肚子里有个瘤子？小宁，你会不会弄错了？宋姐姐，我肯定不会弄错，没有把握的事我不会乱说。这瘤虽然不大，但影响您的月事。您的月事应该是很不规律，有可能1个月来2次，有可能3个月来1次。可对，小宁啊，那我以后会怎么样啊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它良性还是恶性，我无法回答夫人您的问题。现在是还小，大约1枚铜钱大小，不过3、5年后会比鸡蛋要大，时间一长，不把它给消掉，有可能像个孕妇。是不是到时候这肚子就如要临盆一样，然后就没得救了？是的。这可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？我不要死，我不想死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快把大人叫进来！这变故让傅宁懵了，出什么事了？他说错什么了吗？雨儿，出什么事了？别哭，为父在呢。父亲呐，我要死了，我快要死了！我不想死，我不舍得你呀，怎么办呢？我不想死啊！小宁，你姐姐这是得了什么重疾？你能说说吗？姐夫，姐姐她可能是理解错了，我并没有说她的病没得治啊，我刚才就说了，这问题能解决的。小宁，你说我的病有治？宋姐姐，你别急呀，先听我把话说完。雨儿，先听听小宁怎么说的。傅宁说了这子宫肌瘤的事，齐毅这才知道自己夫人吓成这样的原因，因为他的岳母大人2年前就是这种病病故的，就是神医当时也束手无策。傅姑娘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傅宁摇头说不用客气，这瘤子现在发现的早，根本没事，只要吃药把它消掉就行了。他说的头头是道，宋初雨终于不怕了。小宁啊，如果我娘还活到现在就好了，以后我的病就麻烦你了。宋姐姐，你别担心，如果这药化不了这瘤子，我想办法给你割了它，至多这辈子生不了孩子而已。小宁，这如何割呀？这身上的东西也能割？我还在想，而且目前我只是有这个想法而已，等我想好了就拿兔子试试。对了，宋姐姐，我现在给你开药方，只是我的字实在不怎么好，能不能叫我师傅来帮帮我？那我来写，小宁，你出药单就好了。这个病啊，不是疾病，夫人得等身上干净了才能吃，但至少得吃上1个月才知道它的作用。如果夫人您觉得药太难吃了，找家医馆请他们帮忙制成药丸，1天吃上3次也行。小宁啊，你放心，我不怕苦，只要我的病能好，再苦的药我都不怕。宋姐姐，你别担心，我想你这个瘤子一定没什么问题，希望明年我能当个小姨。真的吗？要是我真能怀上，一定让你姐夫给你包个大红包。现在呀，我也要给小宁送一份大礼。来，小丫头，说
你喜欢什么？姐夫，真的我喜欢什么就可以说什么吗？说吧，我尽力。如果宋姐姐怀上了，你帮我弄个行医证可以吗？只想要这个？对，我想用我的医术光明正大的替百姓服务，没有行医证我就不能出诊，就算是救命都不行。好，我尽力而为。大启朝从来没有过女人拿行医证的先例，傅宁知道要开这个先河自然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他一脸感激。那就多谢姐夫了。半个时辰后，后衙齐玉的书房。姐夫，老大，来，你叫声姐夫给我兄弟听听。很好听。当然好听了。好啊，既然想听，那你就听着。听说高姑娘到了东陵州成王府了，这几天据说会来东陵县。老大，你威胁我？你这叫不识好歹。我明明是把消息告诉你，你却说我威胁你，哼，没良心。好，我不听行吗？这一声齐姐夫直笑得齐毅头皮发麻，他傻笑着。齐姐夫，阿天，能不能去掉这个齐字呀？不过兄弟我还真是嫉妒你啊，这老天爷对你太好了，随便乡中人村姑也能这么厉害。哼，随便？你觉得我是随便的人吗？不，我错了，行不？你嫉妒我这句话可莫要让嫂夫人听到了，否则你会死得很惨的。哎呦，兄弟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行吗？不要再说了，否则你兄弟我就死定了。刚才我只是替兄弟你高兴而已。有觉悟。阿天，不过说来说去，能看到你找到一个心爱的人，兄长替你高兴啊。可你这眼光是真的毒啊，一眼就把小宁给相中了。那丫头长得好不说，这小年纪的竟然能够治妇流病，本大人真怀疑她真是15岁吗？你说世间也太神奇了，有你这种变态，也就有与你一样的变态来配你啊。谁是变态？我是不行吗？哎呦，我13岁就中状元了，我不变态谁变态啊？老大，小宁妹妹如此出色，你真不打算先定下来吗？你说呢？我能吗？为什么不能啊？这么多年的生死关都闯过来了，你还怕3个小任务啊？小任务？阿迪，你说他会给我小任务吗？那咋办呢？万一他喜欢上了别人，你去哭啊？不会说话就不要说，行不行？我这不是也替老大急吗？曾经上凡道长替老大算过一卦，说他遇上了好姻缘，能够替他躲劫难呢。你说吧，这么多年老大也没有一个能看入眼的。这当时在京城，只要他开口应亲，那愿意嫁他的人都可以排长队了。可他从来都没有看入眼的，你说这能错过吗？阿天，能说实话吗？当初为何不留下？其实你要坐上那个位置，危险肯定也要比这3个任务小很多的。那你为何要躲到这小县城来？堂堂镇国侯，国舅爷，边关30万大军不管，好来当个县令又是为何？哎呦，你啊，故意的是不是？新帝才而立之年，这登基不过1年，巡城骑凑立太子，可他能吗？你不知道新帝对我姐根本就没有感情吗？如果不是先帝坚持，我姐这个太子妃恐怕都不可能当啊。这群臣奏请立太子，而我这个太子的亲舅在掌管30万重兵，他能睡得着吗？只是你啊，我二舅就你这么一个义子，他死前把一切都交给了你，为何非得回到这乡下来当一个打铁匠啊？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你来这乡下是对的。阿天，你怕他清算地党一伙？并非仅仅如此，而是知道的越多，死得越快。而我只想平平凡凡的活到老。我15岁入军营，到现在已经8年了，我从来没睡过一个安稳觉。老大，真如此吗？当时如果你愿意接下锦衣卫指挥使的副使之位，宋岩也不会怨我不公平。我离京之前，他那眼神有多哀怨，你没看到吗？老大，你说我与我表哥这关系，我能接这位置吗？能。你接那位子其实挺好的，这样新帝才不会有想法。你们这样全都撤走，他心里恐怕并不安稳。阿天说的对，阿迪是得早些回京。元清那边被高太师盯着，那老家伙可是成王的人呐。我可不想回去，阿野能烧马上就好了。那等他去了，我去不去也没多大问题啊。还有，我要是一回去了，那高兴赖上我怎么办？有必要这么在乎吗？娶了不就行了？不过一个女人而已。表哥，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是不是？那当时高燕要嫁你时，你为何急急的娶了表嫂啊？他有急急的娶自己娘子吗？那可是他谋了好久，又装了好久才谋到的女人。这臭小子竟然说他随便娶的。验尸证那么好装，你也来呀？别给我胡说八道，因为我爱玉儿，当然娶她了。你也知道爱啊，我可不想娶一个装腔作势的女人，谁喜欢谁娶着。不说这个了，还是说说表嫂身边的小宁美人吧。
哎，老大，不就是新地的3次任务吗？这不行那不行的，哎呦，实在不行，到时候我帮你完成好了。否则袁姑娘要是知道你在这里时，就不小心追过来。陆凌天想成亲，想得不行。每天晚上躺在床上，一闭上眼就是那小妖精想勾引他的表情。那个小丫头以为他不懂。你想想，会有如此简单吗？那是个傻丫头，喜欢她爱上她，我无法控制，但是我会尽最大的能力去保护她不受伤害的。至于袁静的妹妹，你们知道，我对她从来没有过想法，除了我们这几个知道我的真姓名、真身份之外，她是不可能知道的，所以别给我惹事儿。乔迪知道新地的任务没这么简单，如果有如此简单，老大不会每人在眼前都不动手。哎，老大，他的任务我们自知不简，他也不就是控制住了你那点家产吗？哎呀，不要算了，你成亲吧，我送你1万。对，我也送1万。阿弟，我希望你尽快的回京，阿衍一时半会儿根本不可能回去，袁清受到的局限性太大，太子还需要你去保护。陈峰那边有信来了，又收养了一批资质比较好的孤儿，这银子恐怕是不够了，在阿迪回京之前最好送些过去。好了，我得去开店门了，要不然没饭吃，饿死了你们就没兄弟了。行，我准备一下，先送2万两过去。哎，表弟，你那如果出得出的话，再加个1万两。虽然不知道老大2年前起为何非让表哥收养资质好的孤儿用来训练，但是乔迪也一口答应。没问题，我那2、3万两都抽得出。小宁那个什么香膏铺我已经在准备了，等7月下旬的时候就开张。你觉得能赚钱？你问他了。既然小丫头说一定会挣钱，那肯定会挣，放心吧。林天，如果是去年有人告诉我你会如此相信一个小丫头，我觉得她一定是疯了。那我也会觉得她肯定是疯了。可现在谁要说我陆凌天不可能喜欢哪个小丫头，那她也是疯了。对了，这2天她就交给你们付钱了。放心吧，你哥哥我一定把你的小媳妇给照顾好。哦，对了，人要留几日啊？至少3天。行，我看雨儿很喜欢他，多留几天也没问题的。傅宁在县太爷家吃得好，住得好，感觉自己成了个小姐了。3天后的早晨，傅宁吃过饭，跟宋初雨辞行。宋姐姐，今日我娘会带我弟妹过来看我，那我先走了。小宁，那些衣服真的不带走吗？不了，我一个乡下姑娘，天天穿着个绫罗绸缎下地，你觉得合适吗？算了吧，乡下人眼皮浅的太多，我还是别这么引人注目的好。那行，这几身棉布衣要是旧了，到时候我让人再给你做。傅宁拍拍自己身上新做的背包，这里面呢可全是好东西。这3天，宋初雨缠着他把鸡蛋糕、红糖枣糕、油炸蛋糕等等，他暂时想出来的全都做了，吃的傅宁自己都快吐了。这包里是今天早上才做出来的，是宋初雨说让他带给弟弟妹妹尝的新鲜糕点。行了，这里好几块布呢，而且你还给了我20两银子，我能穿得了多少？下回来我给你带点好东西来。有空啊，你就来看我。行，一定。出了后衙的县太爷府中，傅义全等在门口。老爷，爹在这里。爹，这几天可还好啊？很好，夫人又善良又亲切，你看她送了我好多东西，有新衣，有布，有银子，有医书。爹，娘什么时候来呀？我要给娘和弟弟妹妹做新衣。哎，一会儿就来。你娘和坤儿、珠儿都已经按照你说的时辰，到时候在刘家茶铺见。那就好。爹，县令夫人送了我好多吃的用的，还有银子，一会儿都让娘带回去。哎，那可不行，让你娘拿回去可到不了她手上。二丫丫，还是你自己放着，家里实在有困难，爹再找你要吧。行，那爹你要记住，我是你的女儿，有什么困难你一定要与我商量，成吗？成。爹，我买了个院子，准备用来开医馆。啥？你没听错，我真买了个铺子。几天前我救了一个被狼咬伤的贵人，他给了好多银子。爹，那铺子很好，花了550两，现在在整修，等弄好了我带你去看。天啊，550两啊！傅义全完全被惊吓到了，好半天傅义全才找回自己的声音。没说，那父女俩呢？少爷，老夫已经让他们回去了，叫他们不必担心。既然傅姑娘是少夫人认的妹子，那刘家不想找死就会老实些的。
那就好。您说，问一下先生，这补益可还有空缺没有？如果有的话，让这傅义全补上吧。少爷放心，老奴这就去找席先生。却说这边啊，虽然出了点意外，但傅宁得到了明叔的应承，让他不必担心，刘家没这么大的胆子。爹，刚才的事别与娘说，省得她担心。二丫，要不你还是听明管家的话，这几天去齐大人家住吧。爹，我总不能躲一辈子的。姐姐，爹爹，在这里，我们在这里。娘，坤弟，乌鸦，姐姐，你变漂亮了。娘，你看呐，姐姐又变漂亮了。二丫，娘，我变好看了还不好吗？你别哭呀。二丫，这苦命的女儿啊！娘，来与陆伯伯看好日子了，才6月初6。我与你说，到时候我又多了2个兄长。以后你怎么办呢？要是让您奶知道你根本没嫁人，恐怕他会闹到陆家来。二丫，前4真的不行吗？娘，你不必担心我了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我是有靠山的人，等我离开陆家的时候，把靠山一宣布，想娶我的人排长队。不害羞，大姑娘家家说什么呢？二丫，快告诉娘，你找到了什么靠山啊？母女俩又笑又哭，好在一家人坐在茶摊子最里面，今日人也不多。不过他们母女的话还是引起了傅远坤与傅雨珠的好奇。姐姐，你快说呀，你有多大的靠山呀？很大哟，像我们家后面那座山那么大。啊，大姐，你说我们家后院那座山给你认下了，可是奶奶也不怕那座山呀，有用吗？小丫头，不用担心，她肯定会怕的。娘，我与你说一个事儿，不过你不能与任何人说，我与县令夫人结拜姐妹了。不让林氏与别人说，是因为傅宁暂时不想让那傅老婆子知道。他对那个老婆子是深深的厌恶，他要想个法子，一定要让自己爹娘弟妹离开那个家。傅姑娘，这会有空吗？乔公子，你好，请问有事吗？想请你帮个忙。说吧。可乔迪看了看林氏几个，要送他们是吗？不用，有事只管说，我娘家离县里不远，经常来的。好，那就行。我想请你帮忙，帮我看一个人。稍等。说完，他走向林氏。娘，这是一位朋友，他找我有点事，你们先回去吧。二丫，他是什么人啊？这是县太爷的朋友，我跟他很熟的。娘，您放心好了。一听是县太爷的朋友，林氏倒真是立即放了心。那你去吧，小心些啊。知道了。乌鸦，坤弟，过几天我来看你们。姐姐，你一定要来呀！我们拉了钩的，自然会来。过几天见。一边的乔迪看姐妹相亲，笑着说：“你们姐妹关系很好啊。”那当然，我可是长姐，他们敢对我不好，削他们。乔迪知道这种好不是威胁而来的，而是由心而发的。走吧。这是你家？我家不在这里，这里只是我的一个落脚处。今日请你来，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姐姐的。她怎么了？病了。诸葛前辈看过？看过。乔公子，你就这么信我呀？我的医术比起我太爷爷，我就是一个学徒啊。王爷的病一直都是前辈在治的，但是前辈却不知道这是什么病。还有，我表嫂宋楚雨也请前辈看过，前辈给她开过2张方子，也一直没有见效。听着这些，傅宁真心不知如何解释。那王爷的病在这世上可能非常非常少见，所以神医也没见到过，自然不会治了。而宋楚雨的那瘤子那么的小，没有先进设备的年代，没有外科手术的年代，自然发现不了，治不了。而这些在现代来说是常见的病啊。宋姐姐说她是你的表嫂，我前几天才知道你们是亲戚。我亲生母亲是县令的亲姑姑，我们是嫡亲表兄弟，而且我小时候与我表哥给三皇子当过伴读呢。少爷，就在这时，一个婆子走了出来。王妈，姐姐现在好些没有？没有更好啊，不守住她就爬上高处，不给她爬就哭闹，这一会儿刚刚安静下来。乔公子，令姐爬高处做什么？
少爷啊，这位小姐是？哦，我表嫂人的义妹，她姓傅，你知道傅姑娘吗？傅姑娘。王妈好，能不能告诉我，乔姐姐为何总想爬上高处？我家小姐呀，精神上有些问题，她已经跳过几次楼了。跳楼？傅宁张着嘴合不上了。天啊，真的是忧郁症啊！这在现代都是一种难以预前的心理精神方面的疾病，在这落后的时代，这等于是绝症啊！乔大哥，你姐姐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是吗？你先看看我姐，一会儿我再慢慢的说与你听。进了屋，屋内布置更加精致，窗前站着一个美人，眉目如画，却忧虑满目。姐姐，阿弟，你来了。这位妹妹可是我弟妹啊。姐，这是表嫂人的义妹，我带她来给你认识一下啊。傅妹妹，这是我姐乔旭。哦，是表嫂的义妹呀，长得可真好看呢。快来让我看看。乔姐姐，我是傅雨宁，小名二丫，你可以叫我宁儿，也可以叫我二丫。二丫，我们村里的姑娘3岁前都不取正式名的，不是叫丫儿就是叫妹或者叫姑什么的。二丫、二妹、平姑、翠姑，大都是这种名儿。唉，姑娘家就这么可怜，小时候连个名字都没有，真的是太可怜了。乔姐姐，我听初雨姐说你睡眠不太好，说经常半夜都睡不着，真的是这样吗？我有一个办法，配合药物能让人很快的入睡，她说让我来与你说说。傅妹妹，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你愿意听吗？真的吗？啊，真的吗？真的有这么好的办法吗？不相信人，这是这种病症的第一表现。相信我，绝对是真的。乔姐姐，您先等等，我先看看您以前的药方，再与您说行吗？好吧，希望你说的真的有用。不一会儿，王妈拿来了几张方，傅宁接过，仔细的看了起来。诸葛神医用的药方没有错，但心理性的疾病必须配合心理治疗，才真能达到效果。走到室外，傅宁一脸郑重的看着乔迪。乔迪哥，有一件事我得先与你说，你姐姐的故事你要与我说说，我要找到病因，要不然效果只会是暂时的。他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，那人不爱他，只把他当作所爱家人的影子。怡安公主和亲之后，他以为他再也不会回来了，于是就娶了我姐。可哪知东河国王竟然才40岁就暴病而亡。东河国国王死后1年，怡安公主带着她的儿子要回来，休书给先帝，先帝让人去接，那畜生主动请缨。本来接一个和亲过的公主回来是一件小事，可怡安公主要把她的儿子接回来，这就是大事了。傅宁明白，杞国是个大国，东河国虽然也不小，但比不起杞国大而强。和亲公主要回家，还要带回她的儿子，也就是老国王的儿子，新帝哪能放手？万一养成一只老虎，那不是麻烦了？为了达成怡安公主的心愿，乔旭的夫君悄悄带上了自己的儿子去了东河国。在那里，他把自己的儿子化成怡安公主的儿子留在了东河国，把怡安公主与他的儿子悄悄地接回了国，甚至请乔旭请出嫡妻的位子给他的心上人。相信苍天有眼，这样的人是不会有好报的。乔迪哥，乔姐姐的儿子现在多大了？4岁半，送去的时候才3岁，如今已经快2年了。弄不回来？失踪了。等我们知道之后赶去东河国，说孩子走失了。找不到？找不到。我们整个乔家，包括皇后表姐以及我所有的兄弟，倾尽了力量，都没能找到我外甥。从我姐姐知道我外甥留在东河国起，我姐姐就病了，一病就是3个月。要不是前辈去了，她恐怕已经不在了。那个人知道他的儿子失踪了吗？他知道，可在他的眼里，只有怡安公主的儿子才是他的儿子。现在是什么状况？我祖父直接与陈阁老摊牌了，给我姐要了和离书，并带回了我姐的一切东西，从此陌路。哼，太便宜他了。这个人的爹是阁老。对，正是朝中3大正一品官员之一陈阁老的女儿，那妹妹的畜生，也就是现在新帝身边的梁妃。怡安公主是新帝的妹妹？
先帝四妃之一的德妃之女，德妃是陈阁老夫人的堂妹。亲上加亲，这些个古人真不怕生出傻子来。难道你不想报仇吗？不想报仇，我可没这么大的容量。啊，别担心，我有办法让你姐尽量忘记那一切，等她淡化了那一切，她就会好起来。多谢。傅宁的办法就是药物加催眠。催眠术是一种心理治疗方法，想要病人走出忧郁，就必须要让乔旭走出这一段心理伤口。得知王妈就是一位医女后，她把这些交给了她。王妈，不能急，起初要慢慢的引导。啊，姑娘放心，小姐的病啊，一直是老奴在照顾，而且老奴7岁学医，这方面我懂。治这种病的药物药剂效果一般都在1周之后，而且还要长期坚持。傅宁一听真放心了。那就太好了，这样我就不担心了。从小院出来已经是半下午了。乔迪送傅宁回家。小宁，你果然是个宝藏啊！你夸我了。其实师傅的药方非常非常好，我能做的只是一小部分。如果没有师傅那药方，光靠我那一部分，效果不会太好。其实这种心理病，让乔姐姐以后多接触一些人和事会更好。好，等他好起来之后，我与表嫂说说，让他有些事情做，或许会好上很多的。对对，有一处寄托那是最好了。当然，如果能遇到一个让他重新鼓起勇气去爱的人，或许会更好。这很难。我姐从10岁开始喜欢他，直到18岁嫁给他，明知他不爱他，可他却愿意把命都给他。如果不是因为孩子的事，他不会病的。实在不行，让他把过去都忘记吧，也就是人为的让他失忆。行吗？行。只是他有可能也会忘记别的人。我们家除了我们亲姐弟之外，这别的人忘记就忘记吧，不必记住。那好吧，先这样治着，到时候等他渐渐好起来，再让王妈扎他另外几个穴位。两人边走边说，突然两人被人拦住了。乔哥哥，这是谁呀？你为什么与他在一起啊？再次看到灵珠，傅宁乐了。那天啊，可是因为帮他的忙，乔迪才牺牲色相的。林姑娘好。林姑娘好。灵珠歪着头，冷冷的上下打量了傅宁一眼，见他这相貌，顿时脸色极为难看了。你是什么东西啊？竟然敢与我打招呼！乔哥哥，你怎么会与一个村姑在一起呢？他是你什么人啊？林姑娘，我与谁在一起与你没关系吧？我们都不是东西，你才是东西。怎么没关系啊？乔哥哥，你是我的，我喜欢你。喂，死村姑，我可警告你，乔哥哥是我的，你识趣点，赶紧给我滚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林姑娘，你别误会，我与乔公子是朋友，我姓傅，是县令夫人的朋友。这位乔公子是夫人请他送我一程的。真的？臭村姑，我可警告你啊，敢骗我的人都死得快。我只是一个小村姑，哪敢与林姑娘抢人啊？我发誓绝对不敢和林姑娘抢乔公子。哼，算你识相。乔哥哥，我王爷姐夫说了，他会出面与乔家提我们的亲事，你可不能喜欢上别人呢。林姑娘，你姐姐只不过是陈王爷的一个妾室罢了，你称她为姐夫，不知道陈王妃知道不知道啊？哼，她知道又如何？一个老太婆而已。好，有胆量。哪天本公子要是见着了陈王妃，肯定会和她说说。有人说她不过是一个老太婆而已。不过纵使如此，林姑娘，我与你明说，陈王爷决定不了我的亲事，我不会娶你的。啊，你不娶我，是不是因为他呀？不，林姑娘，我刚刚发了誓的，你千万别误会。我一个村姑，家中现在还三餐不继呢，而且也定了亲，绝对不是因为我，绝对不是。啊，土丫头，希望你说的是真话。乔迪看了傅宁一眼，心中很郁闷。他有这么差吗？这小丫头一而再再而三的发誓与他没关系。就算乔迪知道傅宁是谁的谁，可被人看不上，心情还是有点不太好的。林姑娘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纠缠我，否则后果你承担不起的。傅姑娘，走吧。对不起哈，我先走了。林姑娘，我如果敢骗你，就让我雷劈。两人的身影不见了，
可灵珠还黑着脸站在原地。小姐，他们都走了，我们走吧。兰花，你说他真的不怕王爷姐夫吗？他敢一而再的拒婚，难不成真的不怕我姐夫？小姐，依奴婢看呢，应该是说说的吧。这世间除了皇亲国戚不怕王爷外，谁还敢不怕呀？说说的？不对呀，刚才那个女人我在哪儿见过？对，是她，就是她。上回在祥记茶馆门前，就是这个女人，我上当了。姑娘，确实是她，不过他们是朋友，而且刚才那个傅姑娘发誓说了，她绝对不敢与你抢乔公子的。兰花啊，既然他没走，找人盯住他，我倒要看看，他们真的只是朋友，还是在骗我的。如果那死丫头敢骗我，我让她生不如死。是，小姐，您放心，奴婢一定让人盯紧她。走，我们回家。可两人还没走出3步，突然一个姑娘拦住了灵珠主仆的去路。林小姐，刚才和乔公子在一起的人，我认识。你认识？对，我认得。这个人呐，最不要脸了。林小姐，你一定要小心他呀。哦，如何的不要脸呢？说来听听。张娟没报着仇，自己的爹爹却降了职，他找不到陆盼盼的麻烦，今日遇上了傅宁，立即计上心来。林小姐，我请你喝茶，一会儿我们慢慢说。灵珠这人比较直接，心眼并不多，但是他对长得好的人有着特别的厌恶。傅宁长得好不说，而且还与乔迪在一块儿，纵然使他发了誓，他的内心里依旧还存着不信任。蔡大哥，你怎么就惹上这灵珠了？因为一个任务呗。这个人还狠毒的，你要小心他算计你。嘿，我倒是不担心，他没那个本事。不过今日我担心的是，我给你带来个麻烦。那个猪一样的女子，如你所说，心狠着呢。我不怕，现在我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动手的人。来来来，乔公子，可要试一下我这防狼必备吗？话一落，手一抖，一颗丸子在手。这是什么？迷魂霹雳弹。只要我轻轻地往地上一扔，它立即会自燃，然后一股烟雾会四散。只要吸入一口，就是大象也要3秒钟倒地。前辈对你也太好了吧？其实啊，我自己也做了不少防狼药呢。可陆大哥说我做的没有我太爷爷的做得好，就让他做了几个。到了陆家门前大路上，他笑着与乔迪道别。乔迪哥，我到了。我寄住在别人家，就不请你进去喝茶了。霹雳弹，这只有某一个地方才有的东西，就他们这些人身上都很少。可这老大真大方啊，竟然拿来求前辈做成女人家的防身药丸，这也真是太大方了。你有多少？怎么了？你想要啊？我跟你买。不卖。如果你想要呢，我给你2个。我也不多，一共就10个。太爷爷说这个做起来原材料难找，要慢慢的再做。算了，我用不上，还是你自己留着吧。要不我自己做的给你一些。哎，不用了，谁还能帮我怎么着不成？而且我们身上都是有一些必备的东西。哎，你身上放些防身的好，遇上了坏的就给我狠狠的收拾他。谁这么倒霉遇上我呀？放心吧，除非他活够了。不是什么杀手出身，可学医的人真遇上了坏人，做个人参解剖啥的，还真不手软。哎，那我今天就送你到这了，过几天我再来接你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到时候我自己过就好了，又不远的。哦，对了，我表哥说了，那刘三的事儿你别放在心上。替我多谢大人。哎，行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再见。二丫头，你先别进屋，我有几句话与你说说。陆大伯娘，你和我有什么话要说，请说吧。这是新衣啊，这料子可不差呀。你自己买的？是的，今天刚换上的，是我自己赚钱买的。怎么样，这花色样式好看吧？哼，你倒很会享受啊。银子挣来就是享受的，挣来了不享受，那跟一堆石头有何区别？陆大伯娘，你不是有话要说吗？赶紧说吧，我还有事。是这样的，你的事啊，我也知道，是个可怜的孩子。我娘家嫂子说，她想见见你。陆大伯娘，我与你嫂子无亲无故，她见我做什么？
对不起，我没空。说实话，要不是我嘴快，在娘家说起了你的事，我也不会替你操这份闲心。富二丫，我娘家有个侄子，是个秀才身份，相貌也不错，家中条件也不差，就是这孩子性子有点倔，非要找一个他入得了眼的人，要不然哪能轮得上你呀？啥？陆晨是给他说亲？现在流行黄鼠狼给鸡拜几年来了吗？陆大伯娘，多谢你的好意了，我暂时还没有嫁人的打算，这人就不必见了。二丫头，就你现在这种状况，可别不知好歹。我侄子相貌堂堂，家有良田与店铺，配你可不差呀。他就不知好歹了，咋地了？傅宁正要开口，没有想到陆续从家里出来了。母娘，您说的那人可是陈富贵啊？是他，怎么你也相不中他？母娘，虽然我与二丫妹妹八字不合，但是我爹答应给她找了一个比我更好的人。至于陈家表哥就算了，二丫妹妹的事也不劳您操心了。二毛，你们爷俩倒是真有心了。这姑娘除了一张脸还有什么？我陈家好歹还有田有铺子呢，看不上拉倒。陆大娘，我是没什么，但好歹有张脸，你呢连张脸都没有，怪不得陆大伯在外头有个相好的，因为他看到你这张脸就没了兴趣。女人啊，可见这张脸有多重要，否则连自己的男人都守不住。还有，我有爹有娘，再不济还有我蓝姨与陆二伯，我的婚事用得着你操心吗？你算什么东西啊？轮得上你对我的监视指手画脚吗？这话一落，陆晨是气得吐血。村里谁不知道陆启刚在外面有个寡妇姘头？不识好歹的贱丫头，我看你能嫁给多好的人家！哼，至少会比你陈家好。好好好，算我多事。本来就是你多事，不是算。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。我是吃了你的还是喝了你的，让你操这么多心啊？你是老天爷派你来管黄河的吗？管这么宽？我告诉你，我与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，少算计本姑娘。傅宁一阵喷，陆晨氏与陆续瞬间傻眼。富二丫，我可以不管你，但是我得明确告诉你，你配不上我家房儿，你家也配不上陆家，请你离他远点。哼，陆大娘，看样子你真把自己儿子当皇子了。说真心话，你家陆凡确实是不错，但是配我还差得太远了。你放100个心、1000个心、1万个心好了，我傅雨宁可以发誓，这天下只余下你儿子一个男子，我就出家当尼姑。满意了吗？请你以后不要再对我指手画脚，也不要操心我的一切。你不配。说罢，傅宁一甩手进了屋。陆晨氏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富二丫，不管你有多优秀，我们陆家也不会喜欢你。什么东西啊，死贱人，生气个什么呀？不就是知道几个方子吗？真把自己当神医了。哼，你有本事弄个协议章来看看呢。母娘，一直以来二丫并没有对三毛弟弟有何表示，完全是他自己喜欢二丫，你这样说真的不好。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二毛，这2个村子就离这么一点路，你的意思是你看不上他，我家三毛还稀罕了。哥，你干嘛为了他得罪大伯娘啊？大伯娘这个人可是个小心眼儿啊，小心他又在奶面前挑事生非，不让你读书了。小美，陈富贵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一发病就倒地，人事不省，谁知道他哪天就没了呀？傅二丫是我们的恩人，害人的事儿我绝对不会做，也不会为了让他离开我们家，就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去害他。要不是他有病，大伯娘能看上他？一个连抢姐姐男人的事都做得出来的人，有人娶，算是他有福了。陆月美，麻烦你说说，谁抢姐姐的男人了？陆家兄妹正在屋后说着话，来打水洗脸的傅宁正好听到了，心里有火的他再也不想忍了。既然撞上了，那也没有必要再回避，闹开了也无所谓，反正他现在又不是没地方去。傅二丫，你偷听我们说话！你们都能背后说人，谁规定我不能偷听呢？陆月美，你别给我岔开话题，今天我们好好说道说道。你告诉我，我抢了谁的男人？傅二丫，你别以为你在傅家的事捂得写，别人就不知道了。
你抢了谁的男人，这还要问我吗？当初是谁在跳河？那个秦大郎又是谁的未婚夫？这一切都还用我说吗？你真的以为我们都是傻子吗？陆月美，这秦大郎是谁的未婚夫？你可以去打听，当年是谁救了他，与秦老爷子说亲的又是谁？我们村里很多有良心的人都知道，这一切都是我爹做的。你说我爹会自作主张定下侄女的婚事吗？他是没爹没娘，还是四亲无力呀？你们兄妹瞎了心，我不多说了。可谁抢了谁的亲事，我必须告诉你。是傅大丫勾引了那只禽兽，抢了傅二丫的未婚夫，不是我抢别人的未婚夫。陆续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我并不稀罕你喜欢不喜欢，但是话得说清。陆续还真不知道这事的原委，此时的他头脑嗡嗡作响。傅二丫，你说开始与秦蜀一亲之人真的是你？或许我说的你不信，但这事你不必问别人，明天你直接问那只禽兽好了。我爹救了他，秦家为了报答与我爹说，将来让他与我家结亲。当时我爹觉得夫人恩义不义气，说等我们再长大些，两家感觉合适再正式定亲。虽然没有定下，可秦家每年年节都会来傅家，这事儿村里人也认定了。那为何村里会传出你勾引姐夫不成，投河自尽的风声？这就得去问我那好祖母，我那好堂姐了。跳河之事确实有，只是不是为他，而是想在水里洗洗眼睛，因为我看到了不该看的脏东西。我们才不信你呢，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，大哥，你别信他。我没指望你相信，因为你什么也不是。只不过我警告你陆月美，希望你不要到处乱说，败坏我的名声，否则我绝对不会饶了你。你敢威胁我？不是威胁，是警告。哼，你有这本事吗？哼，有没有你可以试试，只是我觉得我与你之间并没有利害关系。你不喜欢我，是因为觉得我配不上你大哥。现在我发誓，我傅雨宁这辈子绝对不嫁给陆续，否则让我不得善终。你放心了吗？陆月美，从此以后我们就各自安好吧，别到时候弄得两家人不好意思见面。你爹和我爹那是过命的生死之交，我感激陆家在我有难的时候拉了我一把，为了报你们陆家的恩，我做的也够多了。就陆郎不说，就是你们的娘，如果不是我出手，3年内你们准备守孝吧。大哥，你不是答应了去找青兰姐的吗？什么时候去啊？小美，我想想。听到这回答，陆月美心中咯噔一声，完了，自己大哥不会被这傅二丫再次勾引了吧？这可不行。哥，你站在这里发什么呆呀？出什么事了吗？思萌，上回你去打田二丫的事时，找的是谁？我让别人去打听的。谁？就是徐长生嘛，他家不是有亲戚在村里吗？我就叫他去的。徐长生，不就是徐杏兰的哥哥吗？陆续瞬间觉得全身冰冷。哥，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没事，就是问问。二弟，你扶我去那边坐坐。这会我有些全身发虚，猜想着可能有些中暑了。二丫妹妹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陆四哥在家啊，我刚回来，出门好几天不在家，想去找盼盼玩玩。哦，对了，二丫，刚才哥哥好像病了，你能不能给他看看呀？对不起，不方便，男女授受不亲，陆四哥还是另请郎中吧。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了。陆续并不是真有病，而是刚才自己把事实说出来，他被真正的事实震惊到了。毕竟在他拒婚的唯一原因就是傅二丫是个品德低下、家人夫的下贱女人。宁姐姐，你回来啦？你去哪儿了？好几天都没见你。我问月梅姐，她说你去偷懒了。你才不是这样的人呢，对不对呀？哼，我跟师傅去出诊了，然后又留在那边学了几天医术。怎么样，乔奶奶现在如何？没事吧？哎呀，没事没事，这些天身上痛胀的很呢。这一会儿在后院去挖菜地了呢。有凉茶吗？我口渴死了。哎，有，马上就来。对了，宁姐姐，跟你说件事，你可能不知道吧？小美姐要嫁人了。啊？陆月美要嫁人？她不过离开3天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盼盼，她嫁谁呀？徐长河，三妹她大哥。
盼盼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先喝，喝好了我与你说。傅宁咕咚咕咚的灌了一大碗水，深深的松了口气。啊，总算过瘾了，可干死我了。呵呵，宁姐姐，你多久没喝水了呀？竟然干成了这样！哎呀，在外面逛了半天街，实在是渴死我了。盼盼，我今天买了几朵绢花和一些首饰，给你几样。宁姐姐，这个真的送我？很贵的。不贵，当然是送你了。不喜欢？喜欢，太喜欢了！今天晚上在我家吃饭吧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我今天买肉回来了。吃饭的事先别管，你赶紧告诉我，陆月梅与徐长河怎么会搞在一块儿去的？宁姐姐，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反正今天晚上二婶过来找我奶奶，说想请她出面当小美姐这边的大媒。没说为什么，突然两家结亲吗？没说啊，不过这事儿啊还没捅出去。我听二婶的意思是五毒节后看好了日子再正式请媒。突然傅宁想起了陆凌天的话，你还真善良，他怕是恨不得让你嫁得越差越好。难道突然一个大胆的念头跃上了傅宁的心头？宁姐姐，这下好了，小美姐这搅屎棍一嫁，就再也没有人找你麻烦了，你就可以在这里住久一点了。花这么大的精力设计陆月美嫁人，傅宁笑了，他求的就是自己在陆家常住吗？不是的，不管陆月美嫁不嫁人，只要把陆凌天搞定，傅宁知道自己会非常麻溜的搬离陆家，过他的自由生活。啊，真香啊！宁姐姐，这是什么糕啊？这也太香了吧！哼，喜欢吃就好，下回再给你带。对了，我都说了要来去写字了，可说了这么多天都没来，今晚陆大哥在家吗？哥哥出门好几天了，也没个信来，不知道他去了哪儿，也不知道他哪天回来。宁姐姐，我哥不在，我和奶奶都没伴儿，今晚一起吃饭好不好吗？不用了，你们自己吃吧。刚回来就不在家吃饭，我怕兰姨心里不舒服。这个点心是别人送的，你拿着吃。不行，你都送我礼物了，我一定要请你吃饭。二婶那边我去说。走，我们去摘菜，我家菜园里有好几种新菜了，你喜欢吃什么自己去摘。强不过小姑娘，傅宁被拖到了菜园。园子里，乔奶奶正在给黄瓜松土拔草，看到她立即开心地叫了一声：“小宁啊，你回来了！”我回来了，乔奶奶，你这几天可还有哪不舒服啊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全好了，哪呀都舒服呢。小宁啊，你真厉害呀！没有，只是碰巧好了。陆奶奶，这黄瓜都开花了呢，马上能结黄瓜了。啊，已经有的呀，结了小黄瓜了。喜欢的话，等过几天呢，自己来摘。我会来的，你可别嫌弃我就成。乔奶奶可是真正疼爱孙子的亲奶奶，她非常清楚自己那大孙子的眼神，那种喜欢不是一般。可她不同意马上定亲，乔奶奶唯一能想到的有可能的是，她这大孙子还在干着大事，今年会把大事结束掉，明年就正式归家了。不行，乔奶奶想了好几天了，既然是好姑娘，又是大孙子喜欢的姑娘，她得看紧了。这2天呢，找兰氏透露点意思，让她与傅家那边说说，让傅家暂时不要给小丫头定亲。这么好的姑娘，万一让人抢了先，可就完蛋了。好姑娘啊，下手迟了，那她大孙子可就没份儿了。你要喜欢呐，天天摘都没事。这一茬呀是扫黄瓜，那边呢还种了第2茬，有的吃。我不会客气的，乔奶奶。什么乔奶奶乔奶奶的，你和盼盼不是亲如姐妹吗？就叫奶奶。小宁啊，以后啊可别叫得这么生疏。奶奶。哎，这就对了嘛。小宁啊，你给了我老人家呀半条性命，我早就把你呀当自己的孙女了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，想回来呀就回来。刚刚在陆家受了一肚子冷待，突然间傅宁冰冷的心瞬间被温暖了。他害怕自己会掉眼泪，应了一声，赶紧蹲下装作拔草。可乔奶奶一看，小宁啊，别拔草了，小姑娘的手啊可不能弄粗了，去跟盼盼摘菜。宁姐姐，你喜欢吃什么菜呀？
奶奶，今天晚上您姐姐在我们家吃饭呀。好啊，摘青椒去，晚上啊青椒炒肉。小宁啊喜欢吃有味道的菜。奶奶，今天就不在家吃了，我好几天没回来了，今天一回来就在这里家吃饭，我怕他们不高兴。不会吧？哼，你知道的，有的人性子就是这样。以后我来你家吃好不好？啊，行，你想什么时候来呀就什么时候来，奶奶这里呀就当自己的家，知道不？奶奶在我的心中是个最慈祥的人，是我遇到的最好最好的老人。奶奶，我最喜欢您了。哈哈哈哈！这丫头小嘴啊怎么就这么甜呢？怪不是来时说呀，谁娶到你呀谁福气。宁丫头啊，老人家也很喜欢你呢，要是我们能成为一家人，肯定相处得好啊。这话一落，傅宁的脸更热，乔奶奶在试探她。奶奶，也就只有您会说我好，谢谢你喜欢我。说什么呢？小丫头啊，你好不好啊？人都有眼睛的，奶奶相信呐自己的眼睛。有的人呐，别理他。小宁，这几天还好吗？挺好的，谢谢兰姨担心。说什么呢？担心不是应该的吗？既然你住我这儿，那就与我的女儿没两样。小宁啊，也有些话要与你说，说的不对，你别放在心上，行不？您说吧，我听着。小宁啊，以后对美儿的大伯娘你要小心些呀。我悄悄听到她在说，想把你说给她娘家侄子的事，这事可不成啊。你或许不知道，那陈家虽然有良田有铺子，可是那哥儿不是个好的，而且还有病，你千万别听他哄啊。兰姨，你知道吗？他下午的时候已经与我提过了。啊，小宁，你没答应吧？啊，孩子，这事可不能应答，那哥儿不是好的，千万不能答应啊。兰姨，我没答应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下午你回来的时候啊，我在地里去了，还没找到机会与你说，想不到大嫂这么急。还好你没应，我真吓着了。兰姨，我1年内不想嫁人，就算是以后要嫁人，几亩良田一间铺子的人，我可不嫁。小宁啊，你兰姨是不是觉得我心很大？可没有野心的人永远不会有出息。你放心，要是找不到这样的人，我就不嫁了。大话，小宁还小呢，女人家呀哪有不嫁人的？以前没有，那就从我开始呀。是真的，以后你们不必费心给我找什么人家，娶我的人条件很高，他可以无良田、无大宅、无家室、无资源，但是他必须有志气、有骨气、有品格，并且这一世心中有执子之手、与子偕老的忠诚。既然你打定主意一时半会儿不嫁，那这事啊我们以后再讲哈。兰姨，谢谢你的关心，这几天我出去时得了点礼物，正好有一件想送给你。小宁啊，你没有收你这么贵重东西的道理啊，你收起来，我不要，也不能要。兰姨，说来说去也不值1两银子，这只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收下吧。这个留着过年前回娘家挣个脸的小东西，何必在意呢？兰氏拿着银簪子进了屋，心思沉沉。你也别那么难过了，孩子有孩子自己的想法，强扭的瓜不甜呐。嗨，这孩子啊，真的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不过以后啊，他什么也不要想了，他配不上小宁啊。是，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小宁这样的姑娘陪他真的是有点多了，可他还看不上呢。孩子他娘了，小宁马上会是我们的干女儿了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孩子没眼色，或许啊，就是他没这福气。谦哥，待定下了小宁后，我回娘家那边看看，我们村子里有优秀的孩子，到时候给小宁寻一人。好，一个不中意，我们就找第二个，一定要个个都比旭儿优秀。不优秀啊，配不上小宁。就在两人给傅宁打算将来之时，城中那处小院中，一个高大的身影突然打了一个长长的喷嚏。属下徐全见过大人。不必再行大礼，更不必称我为大人。我曾经说过了，
在晋之时，你我结为兄弟。雪娟，杨公子可受伤了？啊，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断了条腿，不影响什么。谢头关心，给我盯死刘家，再敢动我的人死。是头，属下能问问他是您的什么人吗？雪娟，以后你们还要继续在官场上混呢，永远记住，该问的就问，不该问的就别问，听到了吗？记住了。杨家那边暗中关注，别让刘家闹他们。作为杨家的外甥，徐权利用自己表弟对付刘庆，自然不会让杨家出事。都放心，这事儿是杨家占理，刘家应该不会闹事的。难说啊，别忘记了刘家与林家的关系。刘家二房这小子比这大房的小子并没有更出息一些，今日那小子怕是没空想报复之事了，可明天那就难说了。头儿，今天晚上属下走一趟。去吧，让他们永远老实。是。喏，这是我从神医那里给你要来的，给你娘吃。头儿，神医的东西是难得，但是于我来说并不难。多谢。刘家在城东，杨家在城西，因为大晚上他没有骑马。亥时已过，刘家却不安静。哎呦，二少爷醒了，二少爷醒来了。怎么样了？老爷，人是醒了，可那地方怕是没用了，还是无情肿大的。安仁堂的药也没用吗？还不知道呢。老爷，老太医说伤得太重了，他也把握不大。杨成远，你废了我儿子的子孙根儿，我与你没完。老爷，听说杨家那外甥将接任安州府通使，是正六品呢。我就怕了吗？大少爷不是与林公子是好兄弟吗？让他出面。有林家撑腰，那倒是不怕。管家刚把心放下，哪知外面突然一阵惊叫：什么人？出了何事？老爷，刚才不知是人是鬼，从奴才眼前飘过，扔下了这个。仆人手一举，是一把尖刀，刀上挂着一封信。你说什么？我给庆儿报仇？老爷呀，庆儿可是我唯一的儿子，我与杨家不死不休。刘二爷手一甩，把信甩在桌上。你自己看看他，年纪轻轻的干了什么事儿？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！这人怎么知道？怎么知道啊？当时那件事知情者都不是处理掉了吗？老爷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啊！这要让乔家知道了，乔元是庆儿欺负的，这天都要塌了呀！啊！乔女不好好教育孩子，现在教育个屁用！都把嘴给我闭好了！这人说了，让我们老老实实做人。那死丫头，庆儿能看上他是他的福气，庆然还不同意。他要是同意嫁给庆儿，庆儿能辱了他吗？行了，自己儿子怎么样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嫁给他，哼，乔家的姑娘能嫁给他吗？他这是死性难改，好好的又去沾染杨家做什么？那杨公子本就是个混人，他不知道。我说，这事儿只有这样了，是他自找的。你要不想刘家家破人亡，就给老子闭嘴。反正啊，他那个小妾已经给他生了儿子，左右是绝不了的。那一样嘛。刘二夫人想狡辩，一个妾世子以后当刘家二房的继承人，他的儿子连亲都未定。素月啊，少爷的事都给我瞒着，谁要透出半句，我收拾他。夫人，奴婢已经吩咐遍了，您放心。您有什么打算吗？等过上一段日子，给庆儿找上一个能干一点的正妻，把那孩子弃在他名下，至少有希望。夫人，小姐怎么办？让他死了这份心，杨家是不可能的了。真是冤孽呀！素月心里说了一句，小姐也是谁不好喜欢，偏却喜欢杨征远那风流小子。昨天要不是因为一个戏子，二少爷与杨少爷也不会打起来。戏子再漂亮也是个戏子呀。大厅里，陆老婆子声音洪亮的看着众儿子开了口：三女婿将回东陈县，我与你爹呀也是赞成的，只是家里也没地方住，所以准备在县里买个院子。叫你们来呢，是想与你们商量一下。你妹呀，他们一家4口，现在灵儿中了秀才，年纪也20了，马上得结亲了。浩儿呢也17了，这1、2年怕也得说亲，所以院子不能太小。女婿要去秀水书院当夫子，那边在城内，所以只能住城内。这院子呢，
你妹夫啊，早也叫人打听了一下，一个2进深的院子180来两，一时半会儿啊，你妹妹拿不出这么多，看看你们能不能帮一把。见儿子们不说话，陆老婆子继续说：丽华呢，自己有100来两，不过呀，要安家也不能全用在这上面，所以啊，还得借上100两。说说吧，你们能借多少？娘，我这边呢，你也知道，房儿1年在玉松书院得30两呢。我现在呢，连件衣服都置办不起，哪来的银子呀？不说房儿要继续读书的事，就是现在我手头也紧张啊，我还在愁着，等房儿中了秀才后，这上学的事怎么办呢？我们长房就他一个读书人，至少得指望着他有点出息啊。老二啊，你能借多少？母亲，我1年手中7两银子，这2毛书院以往1年要6两，还不包纸币。你也知道，1年到头手中也没存过1文银子呀。今年不是没上吗？可今年才发4个月的俸禄，1个月交600文给母亲您手中，这1个月我余下400文，一共是1600文。过了1个年，旭儿买了一些纸币，如今还有730文。要是3姐不嫌少，我都给她。老三，你呢？你可没有人读书啊？不会也只有700文吧？母亲啊，孩子爹1年有多少收入，你比谁都清楚。除了人情，六毛那几年塞上蒙学也花了不少。去年去学石匠后好了些，可去年8月孩子的外公那一大病下来，我们手头上的余钱哪能不拿去救命啊？那你的意思是连700文都拿不出来了？爹啊，儿媳妇求求您了，也给当家的找份事做吧，在家里种地确实是不赚钱呐。行了，娘，我就说了，不是一个肚子里出来的，别指望。不是一个肚子里出来的，别指望。陆三婶低头，那大哥与你总是一个肚子里出来的，你指望上他了吗？一家人商议不欢而散。宁姐姐，有人找你。小张儿，谁找我？不认识，一个大哥哥。傅宁以为是乔迪找他，昨天刚给乔旭看了病，他想会不会是有事让他来找自己。秦秀才，你跑这儿来做什么？是不是你又想把什么祸事引到我身上来？那个二丫妹妹，昨天的事儿你大姐不是故意的，当时她是真的吓坏了，好在没事啊。不是故意的，那就是有意的了。不是这个意思，二丫妹妹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不仅是对昨天的事儿，更是因为我，是我不对，可我真的是太喜欢你堂姐了，我爱她，只想娶她。哼，你过于自信了，秦公子，你爱她，你喜欢她，你娶她都与我没半分关系，你只管去娶，去喜欢好了。反正世间忘恩负义的人又不止你一个，担心什么？我不知道你来找我是不是向傅大丫表白的？如果是，你找错人了。想表白，找他去，本姑娘不奉陪。今天早上听说那刘三出了事，他松了口气，但也知道这样得罪了傅义全。想到这个，二叔在衙门干了10几年，关系不少，于是想来想去，他还是来找傅宁了。二妹妹，晴儿她是真的很抱歉，她真的不是恶人，她很真诚，很美好，昨天真的是太紧张了。我早说了，她这么美好，我已经祝你们白头偕老，恩爱一生了。秦大佬，你在这里叨个没停，是不是还想从我嘴里听到什么祝福话呀？如果是，你们就只管说，我祝福你们行吗？把一切美好都祝福给你们够了吗？请你以后能不能别再来本姑娘面前晃了？看到这样虚伪的你，我担心自己吐出来。二妹妹，我知道你心中有恨，如果真要恨的话，就恨我吧。对不住了，你的银子我们会尽快给你的。那就最好了，世间什么都靠不住，靠得住的只有银子。秦大佬，虽然你是个负心汉，但我不希望你是个言而无信的小人。我等着银子用。好，秦兄，他说的话都是真的吗？是吗？什么银子？你欠了他的什么银子？这个得问他了，是他们姐妹的事。想知道？想知道。这银子吧，其实啊有点不干净，因为他是卖一个负心汉的银子。傅大丫说他爱秦大郎，让我把秦大郎让给他，
要多少都可以。我没多要，想想这么一个负心汉，能值个50两银子，已经是顶上天了。可就这50两，他还得分批付。傅二丫，请您嘴上留德，我堂堂秀才，请不要侮辱我。秦大郎，你心中都无德，竟然要求别人留德，难道天下的负心要求都这么高吗？自己都无立德，还高标准要求别人，姓秦的，你凭什么？要我留德，你配吗？你，傅二丫，我秦蜀情愿当个负心汉都不娶你，是我这辈子最明智的选择。秦大郎，别把自己看得太高了。我告诉你，要不是我爹娘从小教导我要听父母的话，你以为就凭你这要德没德、要貌没貌、要钱没钱的怂样，我看得上你？就你这一脸猥琐的长相，拔苗都住不了长的个子，我担心晚上看到你啊，以为是看到夜魅呢。秦大郎，你就拉倒吧，就算全天下只有你这一个男人了，我情愿当尼姑。秦兄，我还想问你一句，当年与你议亲之人，真的是他傅二丫吗？秦蜀想说不是，可当他注视到傅宁那一脸鄙视的眼神时，一咬牙：是的，是他，当时说的确实是他，只是你也看到了他这德行，我实在是无法喜欢上他，而且我爱的是青儿，我没办法娶她。这一切真的不是青儿的错，是她的美好，她的善良，她的单纯深深的吸引了我，怪不得她，也怪不得我，要怪就怪这个傅二丫太不让人喜欢了。秦大郎，你说是傅雨宁的美好、善良、活泼，深深吸引了你，意思就是说我傅二丫不够美，不够善良，不够单纯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二妹妹，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，真的。秦大郎，我告诉你，我的好，他10个傅大丫也比不上。你会爱上他，说明你是没福消受我。你别你的行不行？赶紧着把银子还给我，从此啊，你们俩别再说认得我。你们这种不要脸的狗男女，看到你们我就恶心。说完，傅宁转身就走。陆公子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现在你得到了答案，还不满意吗？或者你还就是不相信，就是想给我傅二丫冠上一个抢姐夫的罪名？如果这样能让你好受些，那你就这样认为吧，我无所谓。我错了，我道歉，傅妹妹，对不起，以前是我误会你了，我知道你不会接受，可是我欠了你的道歉，必须给。没必要，陆公子，你不是我的什么人，你的对与错，你的误会与我并无半分关系，在陆家我不过是一个寄住的外人而已，仅此而已。傅雨宁，我愿意3媒6聘重新娶你，你愿意吗？你想多了，陆公子，我不愿意，听到了吗？如果没听清，我再说一句，陆公子，我不愿意嫁你，请听清楚。为什么？你现在也没人可嫁，而且你本来就是要嫁给我的，为什么不行？傅雨宁，如果你愿意嫁我，我将一辈子善待于你。没为什么，就是不需要。陆公子，你的善待送给别人吧，我傅雨宁真的不稀罕了。傅雨宁，我是真心的，我发誓，以后我会好好待你的，只对你一个人好。求你别拒绝的这么快，考虑一下行吗？陆公子，以后麻烦你，请叫我傅姑娘或傅家妹妹，我的闺名你叫不合适。我说最后一句，陆公子，我不需要考虑了，你的好，我傅雨宁不稀罕，请你把它给需要的人。傅妹妹，就信我一回，如果将来我陆续对你不好，就让我天打雷劈，永无出息。哼，陆公子，你烦不烦啊？一个大男人这么啰嗦，比娘们儿还娘们儿。我与你早说过了，机会只有一次，世间没有后悔药。说真心话，你配不上我，我根本就看不上你了。傅雨宁，我配不上你，那当时你为何答应跟我来陆家？看来你是不甘心被我拒绝呀。陆公子，一定要搞个明白是吗？行，那我告诉你，当时跟你走，一是为了避开那个狼祖母的威逼，二是怕我爹娘担心我。世间儿女亲事都是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。我爹说你是个不错的人，所以我跟你走了。说句实话，
当时我还想过，要是你真的不错，我就与你好好的过日子，以我的能力助你读书科举，不管你读多少年，不管你想上什么样的学堂，我都会助你。可惜啊，你不孝，当然你更没这个命。听明白了吗？如果你听明白了，请你以后一如既往的讨厌我，轻视我，嫌弃我，请别再跟着我了，烦死人了。看着傅宁扬长而去的背影，陆续成了尊泥塑，立在那里一动不动。不远处的大树下，陆月美看着徐静兰说：你看到没呀？那个女人就是只狐狸精，她把我哥的魂给勾走了。小美啊，我要怎么办啊？我真的好喜欢你大哥啊。我也没别的办法了，现在最好啊，是让我哥与你有了肌肤之亲，这样啊，他就拒绝不了这亲事了。那怎样才能这样呢？哎呀，这样吧，我好好想想。心情很好的傅宁甩了陆续，就进了陆盼盼家。刚才那个是谁？你在家啊？告诉我，那人是谁？就不告诉你，你去哪儿也不告诉我，凭什么我的事就得告诉你啊？懒得理你。我去了凤梨城，送九皇走回七仙山，不与你们说，是怕你们担心呢。今天早上才回来吗？昨天晚上回来的。回来之后，听阿迪说刘三想抢你，于是给刘三安排了一场戏。你是说，刘三成了太监？那是你办的？对。这男人真的只是把她当妹妹吗？不行，他今天就非弄清不可。陆凌天，为什么帮我？别跟我说你把我当亲妹妹，我不信。那你以为呢？陆月美与徐长河的事，也是你安排的吧？是，还满意吗？满意你个大头鬼！陆凌天，你凭什么给我做这么多？我请你做了吗？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对每个妹妹都这么好？请问你又有几个这样的好妹妹？就你一个。陆凌天，你知道吧？这样的你真的让我好讨厌。小丫头，我做的不好吗？为什么要讨厌我？陆凌天，如果你继续把我当妹妹，请不要再对我好了，行吗？不行。你想气死我呀？陆凌天，你这个大混蛋，打死你，省得把我给气死。小丫头，就这么大的伤，你是不怕被别人知道我做了坏事是不是？走，有话进屋说。傅宁不肯走，他真的已经被眼前的男人给气死了。我不进你家的屋了，我讨厌你，陆凌天，你这个大坏蛋，大恶棍，我讨厌你，讨厌你。早说了，你那几个字太难看，要好好练练。可你呢，偏偏是3天打鱼2天晒网。陆凌天，你这个大坏蛋，你欺负我，我要捶死你去。书房内，来打我吧。哎呀，别生气了，气坏了你，我会心痛的。见傅宁冷冷地盯着自己不语，不是说要打死我吗？来，别生气，想怎么打都行。小丫头，我想对你好，想关心你，把你当亲人，我错了吗？陆凌天，你没错，我错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打我错了是吧？好好好，既然知道错了，那一会儿就多写几张大字，我就原谅你了。还有，小丫头，别没大没小，要叫我陆大哥才对。听着陆凌天偷梁换柱的装糊涂，此时想要搞清楚陆凌天态度的傅宁决定不拐弯抹角了。陆凌天，我只问你一句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喜欢，当然喜欢。你爱我吗？爱，当然爱。你是我亲如妹妹的人，我怎么能不爱呢？我不是你的妹妹。陆凌天，你别给我装傻了。是男人，你就给我一句实话，你对我的爱是男女之爱吗？当然是。你又不是男人，我对你怎么可能是兄弟爱、手足情呢？陆凌天，你有说不得的秘密是吗？小宁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哪有什么秘密啊？小小年纪想这么多做什么？别把自己给操心老了。哎，我去给你打水洗脸。哎呀，看看这么大的姑娘竟然还哭，羞不羞啊？看着陆凌天逃避的背影，知道他肯定是有秘密的傅宁拧着拳头恨恨地问自己，怎么办呢？他是永远放下他呢，还是就这么继续当一个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假妹妹呢？门外端着洗脸水的男人耸立在门边，看着屋内双肩耸动的小身影，他心痛万分。可陆凌天知道他没办法进去安慰他，
因为暂时他给不了他想要的东西。心地来者不善，第一个任务就如此难为，这一次要不是运气好，恐怕他就永远的埋在了成王府那地下了。陆凌天抬头看向天空，眼眶在慢慢的变红。如果有一天他再也回不来了，如果让他的小丫头知道他这一份深情，他要如何活下去呢？这种为了爱能不计较一切的姑娘，他舍不得她心痛啊。傅宁睡着了，他自己都不知道，陆凌天抱起他坐在椅子上，轻轻地给他擦去泪痕，低头轻轻地亲吻着那梦中还嘟起的小嘴。我的小宁儿啊，再委屈你几个月，等我任务完成不死，将终身陪在你身边。我醒了。哦，你醒了。你在干嘛？吃桃子，都剥好了皮了，你喜欢吃脆脆的，这些全是脆的，吃吧。坐在这儿吃，慢慢吃。还有呢？奶奶与盼盼呢？他们今天去哪儿了？去表舅家了，表舅生了个大胖小子，今日满月。哦，怪不得一大早他们就不在。我很喜欢孩子，等我将来嫁了人，一定生上一儿一女来玩玩。哦，对了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今天早上来找你的那个男人是谁？还能有谁啊？我曾经准备议亲的对象呗。我爹曾经救过他，本来两家都快走到定亲这一步了，可后来他移情别恋，爱上了我堂姐。他突然跑来找你做什么？他来告诉我，他不娶我是因为我不够优秀，所以不要记恨我堂姐。当然，今日来啊，不是为我堂姐抢他的事，而是昨天我堂姐来了个祸水东引，好在你回来的及时，要不然我就给人当小妾去了。他敢？什么敢不敢的呀？好在我已经不在傅家了，要是在傅家，这刘家不来抢人，我祖母啊都得把我捆着送进去。他道歉了吗？哼，道歉值几个银子啊？他的道歉能值1文钱吗？不如给我1文钱，比他的道歉好多了。这是羊皮鞭，你别看它不粗啊，但是经过药物浸泡的羊皮确实又轻便又耐用。来，你试试它。傅宁接过鞭子在手，甩了甩，一阵风卷起。鞭子不长，大约2米，只有小手指那么一点粗，手一摸又嫩又皮，好东西啊！有人在吗？不是奶奶与盼盼，听得出声音吗？啊，你先进去，省得有人嚼舌根子。我不叫你，不可以出来。来的是个碎碎男吗？外面是个男人的声音。傅宁点头，拿上鞭子进了陆盼盼的屋子里。哪知他刚坐下，陆凌天已风一样的进来了。小宁，大门锁在门框上，你要是要回去的话，把门锁好啊。钥匙你拿着。你去哪儿？哦，有些事，我得出门几天。奶奶与盼盼回来的时候，你告诉他们一声。你去几天啊？还不知道，4、5天应该差不多了。那你一定要小心啊。好，放心，我记住了你的话了。这没了命，什么都没了。这一次还真只是一点小事。纵使陆凌天装的再若无其事，他也能看得出这一趟绝对不轻松。抱我一下。小丫头，这一趟真的没什么危险的，你放心好了。乖，在家等着我，到时候我给你带好吃的回来。我不要任何吃的，只要你保证留着性命归来，那就是最好的礼物了。我保证。该带的药都带了吗？这一次真的不用。不行，情带肝散，保带积粮，任何时候都不要大意。你等着，我那边做了些东西给你带上。我屋里有，前辈给准备好的，我这就去拿。好。傅宁承认，神医的东西就是好。陆凌天走了，傅宁觉得他的心也被带走了。哎，二宝啊，娘手中啊只有这么多了，你2个舅舅那里一家就借了1两，总共4两半银子，先给你4两吧。我5月再去吧，4两银子能赌2个月，我先去试试。好，2个月后，娘尽量弄来银子，一定让你读到9月底。谢谢娘，今年我一定会考上的，娘放心。娘信你，等你有了秀才功名啊，至少可以去比较好的书馆做馆。娘，那我去看书了。王二，让你去洗个桃子，洗了半天都不进来，在干什么？陆三哥，赶紧进去吧，别惹伯母不高兴了。我也进去了，马上要开饭了。看着傅宁逃也似的进屋的背影，
陆凡真不高兴了。娘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说呢？你说我在做什么？娘与你说的话，难道是耳边风吗？娘，我只问你一句，门当户对是指什么？凡儿，门当户对你都不懂吗？还要来问娘我？娘，门当户对是不是指家世相当，门第相符？那是自然。娘，我弟一个月有多少两银子的俸禄？你还考你娘是不是啊？娘，富家妹妹来陆家不过2个月，她的收入比这爹如何？凡儿，你想说什么？爹，我想说的是，娘觉得富家妹妹配不上我，不就是因为她娘家没有我们家好吗？可是她娘家是不好，但她2个月能赚的银子比我爹1年还多，您慢慢想想吧。说完，陆凡进了屋。陆晨是站在门前，拧起了眉头。儿子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是说他相中的不是那富二丫长得好看，而是他会赚银子。不行，他得弄清楚。凡儿，你刚才说那富二丫2个月赚的银子比你爹1年还多，意思是他还给赚更多的钱，是不是啊？娘，小声点，我跟你说，小姑那个人正缺银子呢。那你说说，这个富二丫将来真的能赚大把大把的银子吗？娘，你说呢？就凭她一个痔疮的方子，要是她不献出去，您算算，把这方子做成药，就算一粒药赚1文好了。这一个村子里多少孩子？这一个县多少孩子？整个大齐国又多少孩子？而且他还说了，这药在孩子成人之前，年年都得吃上1回。咱们别的不算啊，这1年一个孩子赚5文好了，那整个大齐国的孩子加起来，1年能赚多少银子呀？他都把方子捐出去了，说个屁呀！陆凡知道火候到了。娘，你说他真的只有这么一个方子吗？就算是，那他治蛇那个方子，你说能不能赚钱？凡儿，你能保证你娶了她之后，他会一切都听你的吗？娘，等你儿子成了举人老爷，你说哪个女人会跟一个举人老爷过不去呢？对呀，要是他不听你的话，就休了他，到时候娘给你找一个更好的，弄个官儿当当。娘这么想就对了。只要能把娘哄好，陆凡是陆晨是说什么他就赞成什么。至于对自己喜欢的媳妇私下里好，他又不知道。母子俩终于达成了协议，可这一切他们并不知道，有一双小耳朵把这个事听得一清二楚。哎呀，姑姑，我有一个秘密，你想知道吗？进来，说，给我秘密前，你想要什么来换啊？我要阿泰吃的那糕糕，还要七毛叔吃的那个香香的糖，要这么多。这么多啊，会坏的。现在天气太热，留不了多久。要不我一样给你1包，等你吃完了，下回我再给你做。真的？我发誓。陆晨是与陆凡都没有想到，他们被人卖了。他的亲孙子用他的秘密换了1包糕点，1包糖。陆奶奶，你也太客气了。来，二丫头啊，过来这里坐坐。我这后院的桃子呀，那可是全村啊都没有的，尝尝，这是第1批，可甜了。难为情不接，他接过咬了一口。怎么样啊，甜吧？甜，真甜。陆奶奶，您这桃树种的呀，真不错。那是啊，我这呀可是全村头1棵呢，还是老头子当年呢从外地给我要来的，这都快10年了。陆奶奶真幸福，在陆爷爷的心中，您才是陆家的把舵人。哎呀，还是丫头你有眼光啊，可不嘛，这个陆家呀这些年不是我打理的好啊，这么多人的吃喝才给败光了。丫头啊，嫁人呐可得嫁个好的，要不然呐一辈子吃穷受累，还没好下场。对了，你也不小了，可有想过嫁什么样的相公啊？陆奶奶，我可不敢去想。不过呢，正如你所说，我也这么大了，也应该想事了。可你说这个呀，我还真想过。我以后呢，要找的相公呀，想找什么样的？高大、俊秀、有责任、孝顺、顾家，像我爹那样的人。你不想找个读书人呐？陆奶奶，为什么非要找个读书人啊？我不在乎这个人是不是读过书，只要他符合我的这个标准，我觉得很好呀。读书人以后会当官，你不想啊？陆奶奶，您说的也是，可是读书能当官的人，世间也不多。再说了，百无一用是书生，
万一他考不取功名，到时候读书读不出，干活没力气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的，指望我养活他吗？不，我不找读书人，我就找我爹那样的人。他能干，他顾家，他疼我们姐弟几个，他是个好男人，好相公，好父亲。就在这时，于翠翠冲了出来。范儿呀，你说话要算数，你要敢骗我，抢我的三表哥，我对你不客气。于姑娘，你说什么呢？儿女婚姻可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哪敢做出有违规矩的事来？你别吓我，我不会抢你的表哥的。我发誓，我绝不抢于姑娘的三表哥，算你识相。于姑娘，你把心呢放肚子里，我不会的，我保证，下回看到陆三哥，我一定绕道走。哼，我记住了，希望你说话算数。我记住了，我一定会记住的。陆奶奶，谢谢你的桃子，我先过去看书了。好了，二丫头啊，你也别吓着了。翠翠年纪小，不懂事呢。行，你去忙吧。傅宁赶紧走了。可就在他离开没一会儿，陆晨氏进了陆老婆子的屋。娘，与你说个事儿。啥事啊？房儿的事。房儿有什么事啊？她怎么了？她想娶傅家的丫头。什么？陆晨氏见老婆子震惊，心中更加确定要说了。他可不想让那于翠翠给他当儿媳妇。娘啊，你知道送一个读书人要花多少银子吧？这几年呢，凡儿花的银子那可是上百两，而且他读书有天赋，爹也说看看陆家能不能出个举人老爷。凡儿真有这么好啊？真能中举人呢？他夫子说了，去年凡儿中秀才啊，那是铁板上钉钉的事。等他中了秀才，送他去省府的学堂再读3-5年，十有八九能中举人。这得花很多的银子啊。对呀，就是这意思。可娘知道，这银子咱陆家要出了，日子就不好过了。小姑家灵儿也中了秀才，妹夫也是一心想送她考举人的。一家人哪来的条件送2个人读书啊？娘啊，我想了想，这凤二丫会赚银子，而且她现在跟着前妻学医术，将来难保不发达。你说这县里可有女郎中啊？可女子又没行医证，也开不了铺子呀。娘，孙郎中可有行医证？他在村里就看些个小毛病，你说他家日子比谁家过得差了？让我想想，想好了再与你说。放心吧，你奶奶这个人呢，是疼你小姑，可是呢，她更想比过你姨奶奶。娘，辛苦你了。辛苦倒没什么，只要你孝顺呢，你娘我一切都会替你谋划。但是你要敢做一只白眼狼，我可饶不了你。娘，你说我是这样没出息的人吗？男子汉大丈夫，不孝可以立身，不孝可以立足吗？您就放心吧。行，你努力读书啊，今年要一次考中，那肯定会被人高看一眼。对于傅家那丫头，交给我，我定帮你谋到手。谢谢娘，那我就去看书了。去吧。这陆家人都打上了傅宁的主意，他根本不在意，他又不是陆月美能让人随便算计得到的人。二毛娘啊，有个事啊，想给你打个商量，不知道方便不？二婶别这么客气，您有话就说吧。这不明天出门了，留个信呢，要去半个月呢。我呢身体又不太好，盼盼晚上一个人守着我怕她害怕。小宁这丫头啊，有点医术，她与盼盼又处得来，我就想着呀，这些天能不能请她过去我那边，帮着我陪陪盼盼。只要小宁同意，我没问题。二婶，一会儿您得问问她。那好，一会儿啊，我去问她。我是先来与你商量，那丫头啊是个守礼的，不与你先说呀，她会不好意思。行，我没问题，就是得辛苦她，只要她答应，我没事。就是，在我那儿啊，事业就在我那儿好了。你这边呢，就不要管了。这不好吧？二婶，哪能在您那儿吃饭呢？饭还是回来吃吧。别了，就在我那儿吧。
多个人吃饭呢，胃口也好些。小宁交的饭钱呢，也别管你婆婆要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二婶，小宁又交了饭钱？对呀，你不知道啊，她一直交钱呢。太过分了！4月30那天晚上，二毛爹就多给了婆婆150文，说好了不收小宁的钱，他竟然还收。算了，别生气了，你就当不知道好了。小宁这孩子也就是不想你们为难，我这大嫂啊，我可比你们清楚。二婶啊，我真觉得对不起小宁啊，二毛没福啊。哎呀，这姻缘之事啊，都是天注定的，强求不得的。二毛啊，肯定是有二毛的姻缘，你呀就别担心了。乔奶奶说过之后，傅宁立即就过去了。啥？去他家了？难不成他还真有这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娘，二婶她怎么了？娘，怎么不说话了？没什么。我听人说盼盼的丫头天天缠着二丫，说想跟她学艺术呢。这不，你二婶把人叫过去了。我猜呀，会不会是这事？哼，她心眼还真多呀，免费给盼盼找个师傅，好给她赚银子呢。你要想啊，叫月兰那丫头跟去学学呗。反正那丫头除了做点家务，就成天不见踪影。娘，你知道兰子那丫头啊，历来就不与那盼盼玩在一块儿，你叫她过去一起学，算了吧，到时候啊别打起来。你就惯着吧，看你惯出个什么样的闺女来。陆晨氏被婆婆一骂，心里有点恼怒。她的女儿不好，但你的女儿就好了，吃娘家的，拿娘家的，还要用娘家的银子买院子，这死老婆子真不知道自己才不是个玩意呢。傅宁住去了乔奶奶家，于翠翠笑傻了，可陆月美一句：哼，你以为这样就行了？那怎么样才行啊？小美表姐，你给想个法子呗。要想真解决办法，就让她嫁人。让她嫁谁呀？你说呢？奶奶，这也太香了吧！先吃着，一会儿吃饭呢，再多吃一点。不用，一会儿一块吃。哎呀，反正家里呀也就我们3人，啥一块不一块的呀。吃吧，丫头，你跟盼盼一样，在奶奶的心里啊都是孙女儿。盼盼呐，可把另一只鸡腿啊早吃掉了。宁姐姐，奶奶说了，鸡腿我们2人1人1个，赶紧吃呀。奶奶，您吃一口吧，我看着您吃了，吃的才开心。小宁啊，奶奶现在啊还咬不烂呢，再炖会儿，奶奶一定吃一大碗。我与你说呀，前不久林天买了20只半大鸡回来，以后啊有的去吃了。吃完鸡腿，一瞬间傅宁的肚子就有了感觉。啊，太好吃了，呵呵，是吧？我奶奶的手艺啊最好了。宁姐姐，以后你要经常来我家吃饭哟。帮你不出3个月，就长我这么结实。盼盼，你不是要减肥吗？我不想减了。村里的奶奶都说，姑娘结结实实的才好。奶奶是这样的吗？哈哈，结实点身体好，没事儿。你想减就减，不想减呢就算了。宁姐姐，你以后一定要多吃点，吃的我这样。我跟你说，你这样可不行，女子太瘦啊，可生不出孩子来的。盼盼，这是谁说的呀？村里奶奶说的呀。这观念也太片面了吧？不对，盼盼，村里的奶奶说的这些不全对。我与你说，女人生不生得出孩子，与胖瘦没有完全的关系。只要女人不过于瘦，也不过于胖，影响了身体健康。一般的胖与瘦只有好看与不好看的差别，没有能不能生的差别。如果你不喜欢自己美美的，那就别继续减肥了。啊，宁姐姐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了，你看看你们村里胖与瘦的人是不是都很多呀？可你见过哪个胖的人就一定生得多，瘦的人就没得生呢？宁姐姐，那我要继续再减下去了。你的五官啊很漂亮，但是你不是说你穿这个不好看，穿那个也不好看吗？就是因为啊你太胖了点。你可以不减，但是你要不注意的话，以后肯定会长成你们隔壁的胖婶那样。
隔壁的胖婶，天哪，他不要啊！宁姐姐，你可是郎中啊，你得告诉我怎么样才能瘦得快。第一呢，是晚上少吃一点，睡前1个时辰之内不吃零食。还有就是以后每天早上我们起来在院子里跑步、跳绳、做瑜伽，每天吃几粒我给你做的控油丸。3个月后，我保证你变成一个小美人。啊，这样就能长得好看了。当然，你信我。好。这天晚上，陆凡终于发现傅宁不在家。娘，他不会是走了吧？没，你凌天哥不在家，盼盼奶奶过来说了，请他过去帮忙半个月。凌天哥不是开铺子的人吗？怎么要出门半个月啊？说是袍泽过来给一家县里的富户跑一趟镖，这东西据说值点钱，要送去利安府，那里离这里可不是一点点路，半个月肯定要。哦，那就好，我还以为他回了傅家了。傅家那边他回得去吗？他出门的时候，他那祖母就放了话了，让他以后再也不要回去了。娘，你可得改变改变对他的态度啊！知道他那性子也是个傲性子，万一他担心您不喜欢他而不愿意嫁给我，到时候就麻烦了。知道了，这媳妇都没进门呢，就开始偏心于他了。三毛，老娘我可告诉你，你要敢娶了媳妇忘了娘，我敢告你忤逆。哎呦，知道了娘，您得与二婶说说你的想法。听说二叔在给他找人家呢。有这事？有，而且那钱家听说也有意接亲，只是那个钱四亲是个愣头青，他没相中。你说他连钱家的那钱四都没相中？对啊，所以我与您说，人家可不是您所说的嫁不出去，看到他好的人越来越多了。而且我可是听夫子说起我们这位县太爷，虽然他来的时间不长，但是能力强，做人公正。您说他拿了傅妹妹的药方，真的就一点回报也没有吗？凡儿，你说这张捕头调开了，县太爷会不会把这个位子给傅杂役啊？娘，我猜测就算不给他这个位置，恐怕一个正式捕快的身份是少不了了。先做捕快，爷爷又说傅叔叔这人十分能干，现在给不给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想要是一旦给了他捕快的身份，2年后那就难说了。知道了，明天我就找你二婶叨叨。娘，您说好听一些啊。知道了，你娘我又不是个傻子。可这边陆陈氏母子才商量完，那边陆丽华去了二房。二嫂啊，我这么久没回来，也没给你带什么，这块布面料薄，你做件夏衣吧。小妹啊，你这么客气做啥呀？我成天地里来田里去的，穿这么好可不用。别，还是留着你做吧，给我做件了。二嫂，你说什么呢？下地不能穿，走亲戚也不能穿吗？你不是嫌弃我的面料太差，不要吧？说什么呢？小妹啊，你的东西能差吗？二嫂，我这是不好意思接呀，我都没能力帮到你呀。这个二嫂啊，不必担心，满院子的银子，翠儿爹借到了，这几天他们就会过来把院子买好。还是三姑爷有办法，这么多的银子要搁在你二哥头上啊，还不给愁死啊！来，坐下喝杯茶。陆丽华正有事，立即坐下。兰氏端过茶，她喝了一口。咦，这是什么茶呀？二嫂，以前我从来没喝过这个茶，你哪来的？还不是小宁的丫头弄出来的。上回呀，我给她泡茶喝，她说太难喝了。医书上说不少草药泡制后可当茶喝，于是呢，她就想到用茶叶来泡制一下，是不是也能喝？还真让这丫头给想着了。这茶叶给她一弄啊，味道可比茶兜里好多了。那天弄了一罐给爹喝了，他要走了一半呢。那你还有不？翠儿爹呀最爱喝茶了，这味道他肯定喜欢。有啊，你二哥爱喝，我什么人也没送。既然姑爷也爱喝，一会儿我给你分一半带过去。二嫂啊，那真谢谢你。说实话，今日我来也是想与你说说这二丫的事。这丫头真是太能干了。可不嘛，小宁她又聪明又能干，勤快踏实，性子好。我与你二哥正准备收她当妓女呢。她的八字有点硬，而我的八字呢正好太软，过继一下，算命的人说她将来福旺财旺运气旺。二嫂啊，这么好的姑娘我也喜欢，今日过来是与你聊聊。我相中她当儿媳妇了，
想把她说给灵儿，你觉得如何？小妹呀，不是我不答应，这事儿啊，我可做不了主。再说了，小宁的八字有点硬，能不能与外甥合，我可不清楚啊。行，那你帮我把二丫的八字要来，我去找人合得来呢，你再帮我去与傅家说和，等我们定下来了，就去傅家提亲。这话一落，兰氏急了，可没想到的是，有人比他更急。小妹啊，你这样做好吗？你明知道凡儿喜欢二丫，你这样撬墙角，还是他亲姑吗？哼，大嫂啊，你说这样的话可就没意思了。哼，你什么时候与我说过你相中二丫当儿媳妇了？我这不是等凡儿考完再说吗？那现在我跟你说，这事你就别掺和了。那不行，这事是我先提的，凭什么要让给你啊？大嫂，你儿子还不是秀才，可我儿子已经是秀才了。二嫂啊，明天你帮我把八字要来。小妹，你过了。二弟妹，不许你把二丫的八字给他，要给也是给我。休想，我先提的，自然给我。做梦，我们早就看好的，而且我也与娘说过这事了，不信你问娘去。娘，你出来一下。这一吵，顿时陆家人都知道了。吵什么吵？一家人为了一个姑娘吵成这样，让人听到了好当笑话讲是吧？都给我到上厅去！今晚的事谁要说出去，就别怪我老爷子不客气。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都管好你们家的人，听清楚没有？都是一家人，争来争去有意思吗？爹呀，女儿真不知道大嫂这主意呀，要知道我肯定不提。但现在我可不依了，灵儿都20了，也是秀才公，自然要赶紧成亲呢。外甥要成亲的，我不拦着，只是别跟我家房儿抢人。他们可是认识很久了，房儿长到这么大，一心扑在读书上，他没空想，我这当娘的自然得帮他寻摸好。爹啊，上回你也说了，凡儿才配得上二丫那丫头，还有二丫那孩子对凡儿的印象极好，这可是书上说的才子佳人呢。唉，现在你们说什么都没用啊！傅家这姑娘可不是个没主见的人，恐怕不是你们想娶就能娶得到的。爹呀，儿女亲事讲究的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哪由他自己做主啊？你不懂，丽华，这傅二是个极宠孩子的人，要不然他怎么可能违背他老娘的想法，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呢？那都没有事，爹怎么就知道傅二丫会不同意我家这门亲事呢？不用事，丽华呀，这傅家姑娘不是寻常村姑，她的方子献给了朝廷，虽然现在没什么动静，但我瞅着不可能没动静。前几天我可是听说这丫头在县衙后宅呢，与县太爷夫人关系极好。你们想想，现在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就闹成这样，万一人家根本就看不上你儿子，这不丢大脸了吗？爹，那您说个法子吧，凡儿和灵儿都很优秀，要不就慢慢的摸摸他的意思。这方法可以。以后你们女人家之间多多与那孩子亲近亲近，得让他喜欢上我们这个家，这才可能有希望呀。陆老爷子一言定音，陆晨氏与陆丽华有意思也不敢再提。这个晚上，陆家人心里都有不同的小九九。奶奶，你也太早了吧？昨天晚上啊，你弄了那个冰啊，屋里凉快，我睡得太好了，天一亮就醒了。年纪大的人呐，睡醒了就睡不着了，躺在床上也难受，不如早点起来。饿了吧？我马上做饭。乔奶奶，您休息会儿，今天早上我来做。你会做饭呢？乔奶奶，您放心，我不仅会，而且做得很好吃。今天早上我们吃鸡汤香针油面。小宁啊，你这手艺从哪儿学来的？这味道啊，不错呀。从好多人身上学来的，而且我记性特好，看一遍就能记住。奶奶，你喜欢吃就好。小丫头啊，你也太聪明了，奶奶有口福呀，喜欢，太喜欢了。奶奶，以后您没什么胃口时就叫我来做，我会做好多的开胃菜。好，我老人家呀有福喽。盼盼，以后跟着你宁姐姐好好学学。陆盼盼吃得满头大汗，
奶奶，我不学，我就吃我宁姐姐做的。宁姐姐，以后你就住我们家，哪也不去了哈。胡说呢，你不嫁人了？难不成你嫁人把我带去陪嫁？哈哈哈哈哈哈！真是个傻丫头啊！哎，我怎么就不是个男子呢？要我是个男子，那我就娶宁姐姐当媳妇儿，这样就不必担心了。哎呀，这丫头怎么就像个傻姑娘呢？快吃吧，小宁啊，不是说要去学针灸吗？要去呀，得早点去，太晚了呀，太阳太大了。奶奶，我们明天去好了。明天呢，我会早点起来。对了，奶奶，明天早上我们吃黄瓜茄汁面，一会儿我去买点大骨头回来。晚上呢，用它炖笋干，明天早上就用它当面汤。好好好啊，你太瘦了，想吃什么呀，只管说。老少三个正吃得香，突然门口有人在喊：二婶，二婶，吃早饭了吗？他提着一只篮子，篮子里几只大桃子，红艳艳的，特别漂亮。二婶呐，在吃早饭啊？吃的什么呀？这么香啊！哈哈哈哈，我这不就是一点粗面杂粮什么的吗？还能有什么呀？昨天有一只鸡呀，看着不精神，就杀了，留了点汤。今天早上啊，小宁做了点汤面。二婶啊，后院的桃子熟了，看着很好吃。昨天晚上听二弟妹说，小宁这丫头来给盼盼作伴了，想送几个给你们一块尝尝。小宁呀，大宝这孩子看着是大好了，真的谢谢你哟。啊，哈哈哈，你是个好的，知道感恩的人呐，会有好报的。二婶呐，好不好报的，这可不能求，人嘛，总不能忘恩负义，是不是啊？我家三毛经常提醒我，做人得讲良心，确实是这样。那天要不是小宁啊，大宝就真的没命了。来来，小宁，你吃桃子，这桃子可甜了。哎呀，我可与你说呀，咱这村里呀，可找不出一家比我家这更好吃的桃子来。这桃子往年我婆婆呀都得卖好些个银子，一般的人家可吃不起呢。哎呀呀，这可真是太可惜了。来，盼盼去洗了，让你小宁姐姐呀尝尝这美味。陆盼盼心里不耻，昨天他哥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桃子，比这更大、更红、更好看。小宁呀，好吃吧？这桃子别处可真吃不到的，你要喜欢呢，只管来找我要。后院的树上还不少呢。谢谢陆家大伯娘，这么好的东西都给我送来，真当是受当不起。这个是陆奶奶要卖银子的，以后别给我们吃了，吃一次就够了。哎呀，你这孩子说什么呢？这难得有的好东西卖了，可就再也吃不上了。就在几人不知道如何接话之时，门又响了。乔奶奶，您在吗？啊，你谁呀？你是盼盼姑娘吧？我是林田的袍泽，叫徐全。是这样的，这家里种了一些瓜果，如今刚好成熟了，送了一些来给兄长尝尝。他不在吗？奶奶，哥哥的战友来了，你快出来一下。林天的战友来了呀？哪里的战友啊？可难得见呢。这一会儿来找林天，不是会有什么困难吧？不会吧？要是真有困难呢，帮一把也没什么的。哼，哎呀，林天还真是不错呀。他这一回来呀，你这小日子可就红火了。对了，二婶啊，林天年纪也不小了，你咋还不给他娶个媳妇呢？虽然说他破了相，可也得成个亲吧？你可就这么一个孙子？要娶的，可林天说了，他要娶呀，就要娶个天底下最好的媳妇，还说了不要我管，只管等着就是。哼，二婶啊，这媳妇就是媳妇，啥叫最好的？林天说了，最好的呀，就是相貌要好，人品要好，性情要好，家世要好，还说了人要能干，孝顺，善良，聪明。哎呦，那可得好好挑挑，这世间这么好的姑娘可真不多呀。说得对呀，是得睁开眼挑才行啊。这孙媳妇可是将来陆家的主母啊，得有气度才行。门前站着一个青年，20左右，个子瘦长，相貌清秀。奶奶，在下徐全，是林天哥的袍泽，以前受林天哥太多的照顾啊。这不，家中种了些瓜果能吃了，想送来些给他尝尝。听说兄长不在家呀？门外一辆驴车，驴车上好几大只草袋，也不知道装了些什么。快进来，进来！